各位同学，大家好，咱们又见面了。在电路原理2的课程里，我们会给大家介绍2种储能元件：电容和电感，进而从时域和正弦稳态分析2个角度来分析包含储能元件的电路，也就是动态电路。大家很快就会发现，动态电路能够比电阻电路提供更丰富的功能，因此本学期的课程一定会精彩纷呈。让我们开始吧。在开始动态电路的讨论之前，我们需要先详细的来介绍和分析一下组成动态电路的2种最基本的元件：电容和电感。首先，我们来介绍电容。我们假设这样一种场景，上面是一个金属极板，它的面积是 S， 它上面呢有储存的正电荷是正 Q， 下面有一个等大的金属极板，面积是 S， 储存的等量的负电荷。我们假设这个极板的面积足够大，从而使得这个电荷在极板上均匀分布。同时，我们又忽略极板边缘的效应。于是呢，根据电磁场的知识，我们就知道，在这样一个介质材料情况下，里面有 D 的存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边界上，我们取这样一个截面，根据高斯定理，我们就知道 D 点 ds 是等于这个面上的电荷值的，也就是 Q 比上 S 乘以德尔塔 S 的。对于这样的一种均匀场来讲，它就是 D 乘以德尔塔 S。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D 是等于 Q 比 S 的。我们又假设这个场介质是一个线性均匀介质，于是我们就知道了电场强度 E 是等于 D 比 epsilon， 于是就等于 Q 比 epsilon 乘 S。根据电磁场的定义，我们知道电压是电场强度的积分，于是 U 就等于 E 点 dl， 从 A 积到 B。在均匀场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它等于 E 乘以 D， 这里面的 D 是极板之间的距离，于是就等于 Q D epsilon S。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只要有了电荷 Q， 就会产生电压 U， 于是我们进一步就可以定义一个新的量，也就是说 C 定义为 Q 比 U， 于是它就等于 epsilon 乘 S 比上 D。 上面这个推导给出了平行板电容器最根本的表达式，很多实际电容值的计算都是由这个根本表达式得到的。在接下来我们讨论其他内容之前，需要指出，类似于电阻那样，电容也有可能是我们人为刻意制造的电气元件，也有可能是某种电气特性的寄生参数。我们人为制造的元件需要满足人为制造的容值，我们的寄生参数有时候会给电气性能带来麻烦，这一点需要克服和解决。有了定义式 C 等于 Q 比 U 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来讨论一下这个电容值，它的单位是法拉，我们常见的是微法、皮法、纳法。有了电容上电荷和电压的关系之后，我们再利用电流是 dQ 比 dt， 于是呢再推导一下，如果说我们的电容是一个恒定值的话，那它就一定等于 C du dt。 这个表达式就是电容上电压和电流的微分关系表达式。
通过这个式子，我们可以看出，如果电压是一个恒定值的话，那么电流一定是0。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直流电压来讲，电容相当于开路。那么除了电压和电流的微分关系式之外，我们还可以推导一下它们之间的积分关系式。那也就是说 ，U 是等于 C⁻1从负无穷到 t 时刻 I 底套的积分的。那么我们把这个积分分成2段，从负无穷到0 I 底套，再加上 C⁻1从0到 t I 底套。对于这样一个式子，我们不妨把它定义为叫 U0。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一点就表现出电容和电阻的不一样。对于电阻来讲，一定是 U 等于 R 乘以 I 的，也就是说，电流值一旦改变，电压值随即改变。但是对于电容来讲，它本身能够记住0时刻的电压，当然它会考虑0时刻以后电流的变化，这就是它存储的作用。当然，这里面的存储既可以是能量，也可以是信号。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用电容上电压和电流的微分关系来讨论电容的储能。对于图示的电压电流关联参考方向来说，我们知道电容上吸收的功率是等于 U 乘以 I 的，于是就等于 U 乘以 C dU dt 的。那我们现在来考虑电容从负无穷时刻开始起到当前 t 时刻所吸收的能量 W 等于负无穷到 t PA 底套，就等于在消去套以后，这是一个关于 U 的积分，它可以写成于是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认为在负无穷时刻，这个电容是不储能的，或者说没有电压的，于是这个值是0，所以它就等于。当然，如果说把 U 等于 Q 比 C 带进来，它也可以等于。我们发现这个数值永远是不小于0的。在推导了这个式子以后，我们不妨来进一步说一下，从 t0时刻到 t 时刻，电容的能量变化就相当于1/2 CU t 的平方减去1/2 CU t0的平方。类似于电阻的串并联，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电容的串并联。在图示的电路里，我们知道 I1 是等于 C1 dU dt 的， I2 等于 C2 dU dt。 我们在这个点上用一下 KCL 就知道 I 等于 I1 加上 I2 等于 C1 dU dt 加上 C2 dU dt 等于 C1 加上 C2 dU dt。 因此它就写成了 I 等于什么乘以 dU dt 的形式了，这个什么就是 CEQ。 通过我们此前的讨论可以知道，在等效的概念下，就是2个等效电路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因此 CEQ 是等于 C1 加上 C2 的。有了并联以后，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串联。为了简化起见，我们假设电容没有初始储能。对于电容 C1 来讲，有 U1 等于 C1/1，
对电流做积分 ，C2 有 C2⁻1对电流做积分。在这个子电路里用 KVL 有 U 等于 U1 加 U2， 所以 U 等于 U1 加上 U2 等于 C1 电流做积分，加上 C2 对电流做积分，于是就等于 C1 加上 C2 对电流做积分。于是我们就写成了 U 等于神墨乘以对电流做积分的形式。这个神墨就是我们的 CEQ， 是 U 是等于 CEQ⁻1对电流做积分。于是，因此我们就可以写成 CEQ 是等于 C1 加上 C2⁻C1 乘以 C2 的。那么有了前面那个结论以后，我们来讨论一个题。这个题是一个直流电压源给两个不同容值的电容供电，我们求上面的电压 U1 和 U2。关于这个题，一定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根据 KVL US 等于 U1 加上 U2， 我们从能量守恒的观点来分析它，也就是说1/2 C1 加上 C2 乘 C1 C2 US 的平方一定等于1/2 C1 U1 平方加上1/2 C2 U2 平方。于是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 C1 U1 等于 C2 U2， 那么进一步可以求出来 U1 是等于 C1 加上 C2 C2 乘以 US，U2 是等于 C1 加上 C2 C1 乘以 US 的。这是第一种解法。根据这种解法，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大家请看这个式子，这说明对于这两个串联的电容来讲，它们上面所存储的电荷是相同的。那怎么来解释这个事情呢？我们来看，假设这上面存储的都是正电荷，这是负电荷，这是正电荷，这是负电荷。那么由于电容的性质，我们知道这个正电荷的值是 C1U1， 这个负电荷的值也是负的 C1U1， 这个是 C2U2， 这个是负的 C2U2。那么由于这是电路里面的一个节点，所以我们可以列出这样的方程，也就是说负的 C1U1 加上 C2U2 是等于0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电路进入稳态以后，这个节点上 C1 下极板上的电荷和这个节点上 C2 上极板的电荷之和为0，左边是稳态以后，右边是负无穷时刻，那个时候我们认为电容上是没有电荷的，所以是0。那么把这个式子和 US 等于 U1 加上 U2 进行联立，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电荷守恒是我们求解包含多个电容电路时常见的技巧，希望大家熟悉。掌握了电容以后，我们来分析一下电感。我们假设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螺线管线圈，那么有了电流以后，在螺线管线圈所包含的磁介质里面就会有磁场强度的存在。我们在一段长度下用安培环路定律，而这个环路的方向这么来选择。根据安培环路定律，我们假设这个线圈所包含的空间里面的磁场是均匀的话，那么就有 H 乘以德尔塔 L
是等于 n 乘以 i 的乘以德尔塔 L， 这里面的 n 是单位长度上线圈的仨数，于是我们就能够知道 h 是等于 n 乘以 i 的。我们又假设在这样一个磁介质环境下，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之间是线性关系，于是就有 B 等于 μ 乘以 h 等于 μni。接下来我们认为这个横截面的面积是 S， 于是就可以算得出来磁通 Phi 是等于 B 乘以 S 等于 μns 乘以 i 的。这个磁通在单位长度上所交链的磁链就等于 μn 方 s 乘以 i。大家看，有了电流以后，就会有与电流线圈所交链的磁链，于是我们就可以定义 L 等于普赛比上 i 是等于 μn 方乘以 s 的。这就是单位长度上无穷长螺线管线圈的电感。那么从这个式子可以看得出来，电感和线圈的仨数的平方是成正比关系的。有了刚才的定义式以后，我们也可以来分析一下关于电感的单位，它的单位是亨利，我们常见的是毫亨或者是微亨。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 ，U 是等于 d 普赛 dt 的，那么于是就等于 dLi dt。如果这个电感是一个恒定值的话，那它就一定等于 L di dt。于是这就构成了电感上电压和电流的微分关系。类似的，如果说 I 是一个恒定值的话，那么一定 U 是0。也就是说，在直流情况下，如果电感流过的电流是恒定不变的，那么电感上是没有压降的。那么跟刚才类似，我们从微分关系也可以推导出它的积分关系，也就是说 I 是等于 L 分之一负无穷到 T U 底套的。根据一系列的推导，我们可以得到它是 I0 再加上 L 分之一从0到 T U 底套的积分的。那么类似的，电感和电阻也不一样。对于电阻来讲，我们知道 I 是等于 R 分之一乘以 U 的。U 一旦变成0， I 一定就变成0。但是对于电感来讲， U 如果是0的话，电感电流是保持一个恒定的 I0 值不变的。于是这就表明了电感是有记忆效应的。这个记忆可以是能量，也可以是信号。类似于刚才的电容，我们知道了电感上的电压电流关系以后，可以来讨论一下它的储能。在图示关联参考方向下，我们知道它吸收的功率是 U 乘以 I 是等于 I 乘以 L di dt 的。那么从负无穷开始起，这个电感的储能是根据一系列的推导，同时我们又假设负无穷时刻储能为0的话，那它就一定等于2分之一 L I 的平方。再利用 L 是等于普赛比 I 的，也可以得到是2 L 分之普赛的平方。这两个值一定是不小于0的。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计算从 T0 时刻到 T 时刻电感能量的变换的话，那它就一定等于2分之一 L I T 的平方减去2分之一 L I T0 的平方。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电感的串联和并联。首先是串联。对于这个电感来讲，我们知道 U1 是等于 L1
I dt 的 ，U2 是等于 L2 dI dt 的。那么在这个子电路里用一个 KVL， 我们知道 U 是等于 U1 加上 U2 等于 L1 加上 L2 dI dt， 它就可以写成 U 等于什么乘 dI dt， 这就是 LEQ 等于 L1 加上 L2。也是类似的，我们可以推导一下两个电感并联对外的等效电感。那么在这里，我们假设电感的初始储能或者说初始电流均为0。对于它来讲，有 I1 等于 L1 分之一乘以 U dt。对于它来讲，有 I2 等于 L2 分之一 U dt。我们在这个点上用一下 KCL， 就得到 I 等于 I1 加上 I2 是等于 L1 分之一加上 L2 分之一乘以 U dt 的，它就非常类似于 I 等于 LEQ 分之一 U dt。于是 LEQ 就等于 L1 加上 L2 L1 乘以 L2。类似于刚才两个电容串联分压，我们这里也可以讨论一下两个电感并联分流的情况。我们把这个题作为一个思考题布置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图式电路里算出 I1、I2 的数值，同时也探讨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类比于电容的电荷守恒，我们这里的磁链守恒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刚才我们比较详细的讨论了电容和电感的电压电流关系、储能、串联和并联。现在我们把它们的性质进行一下总结。对于电容来讲，微分关系是 I 等于 C du dt， 积分关系是 U 等于 U0 加上 C 分之一0到 Ti d 套，储能是 W等于2分之一 CU 平方。对于电感来讲是 U 等于 L dI dt，I 的积分关系是 I0 加上 L 分之一0到 T U d 套，它的储能是2分之一 Li 平方。大家看，如果我们把 C 和 L 互换 ，U 和 I 互换，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这两个式子完全是一样的，这两个式子完全是一样的，这两个式子完全是一样的。这个特点不仅仅在电容和电感里出现，同样也出现在电阻和电导。我们可以写成 U 等于 R 乘以 I， 也可以写成 I 等于 G 乘以 U， 也就是说，电阻和电导也可以进行互换。那么类似的，两个电容的并联等效为 C1 加上 C2， 两个电容的串联等效为 C1 加上 C2 分之 C1 乘以 C2， 两个电感的串联等效为 L1 加上 L2， 两个电感的并联等效为 L1 加上 L2 分之 L1 L2。 我们如果说把串联和并联也进行兑换的话，当然也要需要把电容和电感进行兑换，大家就可以发现这两个关系是一样的，这两个关系也是一样的。在电路里有这样一些特性，
也就是说，电容和电感之间、电压和电流之间、电阻和电导之间、串联和并联之间，它们如果进行互换的话，那么对应的这两个电路或者子电路之间构成对偶的关系。对偶在电路里有非常重要的应用，在目前来看，至少可以只记忆电容或者电感的一个性质，从而利用对偶的关系就可以得到另一个性质。今后我们还会讨论更多对偶的应用。在本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电压、电流、电荷和磁通这4个电路基本量之间的关系。大家知道，如果说电压和电流之间是代数关系，那么它对外表征的是电阻。当然，如果是线性的话，就是 U 等于 R 乘 I。对于一般情况的 UI 非线性关系来讲，我们有增量电阻等于 dU 比上 dI。那么类似的，如果说电荷和电压之间是代数关系的话，我们可以定义电容。那么如果说它们是非线性的代数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增量电容是等于 dQ 比上 dU 的。那么用对偶的观点，我们可以知道电流和磁通之间的代数关系决定了电感。我们也可以知道增量的电感是 dφ 比 dI 的。在这个4变量的空间中，我们探讨了这两个和这两个，现在唯一缺的就是这两个之间的关系。这就类似于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我们需要完成的是最后一环。那么在1971年的时候，蔡少棠先生提出了失去的电路基本元件，他管它叫异阻器，并且给出了很多异阻器的性质的讨论。在2008年的时候，惠普实验室 Williams 率领的研究团队找到了异阻器的实现方案。那么类似的，如果 Q 和 Φ 之间存在非线性的代数关系的话，那么德尔塔 M 是等于 dφ 比上 dQ 的。又由于 U 是等于 dφ 比 dt 的， I 是等于 dQ 比 dt 的，因此我们可以写成 dφ dt dQ dt 等于 U 比 I 的形式。这意味着增量异阻可以写成电压比电流的形式，所以这是异阻中的阻的表现。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进一步的推导发现，这里面的增量的异阻它是正比于电荷的，也就是说它正比于电流的积分。那意味着这个增量电阻的阻值它与历史上的电流有关系，这对应着我们刚才那个电容，类似于我们刚才的电容任意时刻的电压值与0时刻的电压值是有关的一样。所以这是它记忆的部分，把记忆的部分和电阻的部分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异阻器。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7讲，我们来介绍一下动态电路的基本特点。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动态电路。大家请看这样一个电路。在上一讲里，我们分析了电容的基本特性。如果说上下极板上各存储的有正负电荷的话，那么它会保持一个电压。但是在这个电路里，开关在 t 等于0时刻之前是向下合着的，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个通路，使得上极板的正电荷与下极板的负电荷进行中和。也就是说，
在开关合闸之前，如果说经过了很长时间以后，这个电荷就被中和了，也就是我们知道 UC 是等于0的。那么在 UC 等于0的同时，我们也知道电流一定是等于0的。我们现在假设这个开关在0时刻向上打到这一端，那么此时电路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情况。我们不妨假设达到这个状态以后，经过了很长时间，这个电路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稳态。根据我们第46讲的知识，大家就可以知道，电容对于直流电压来讲是开路的，也就是说，在开关合上很长时间以后 ，UC 是等于 US 的。当然，如果 UC 等于 US 了以后 ，I 也是等于0的。我们把这两种情况分别画出图来，那就是横轴总是 T， 纵轴分别是 UC 和 I。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换路之前 ，UC 是0；换路很长时间以后 ，UC 是 US。那么类似的，对于电流来讲，换路之前是0，换路很长时间以后也是0。那么一定是在换路的过程中 ，UC 从0值变成了 US 值，而电流从0值变化成某一个值以后，又变化成了0值。那么整个这个过程，我们叫做过渡过程。我们不妨将这个电路与此前学过的电阻电路进行比较。在电阻电路里面，随着激力的改变，所有元件支路量立刻进行了改变。但是在动态电路里面，由于电容或者电感是储能元件，能量的变化不可能是即时的，因此表征储能的 UC 或者 IL 必须随着时间进行变化，于是就有了动态电路。这个动态就是指的储能元件的储能随着时间发生改变的意思。那么总结一下这一篇，我们发现动态电路就是由一个稳态经过了换路以后，就是这个开关从下合到上面，达到另外一个稳态的过程。那么中间的这一段，我们管它叫做暂态过程，或者说过渡过程。通过此后几讲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过渡过程或者暂态过程是这样来完成的，这个过渡过程是这样来完成的。在继续下面的讨论之前，我们还需要强调一点，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之所以能够有暂态过程或者过渡过程的发生，是由于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电路有了储能元件。大家可以回顾一下，如果说这个电路是一个电阻电路的话，那么无论开关如何开通和关断，电阻上的电压只有可能是瞬时发生改变的，它是不可能随着时间有一个过渡性变化的。这是我们动态电路发生过渡过程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一定电路有某种改变，也就是说，要么是拓扑结构发生了改变，要么就是元件参数发生了改变。这是整个动态电路有过渡过程的两个根本的条件。那么要想求解刚才的过渡过程，类似于此前的电阻电路分析，我们也必须列写方程。列写电路方程的基本要素也是两个，元件约束和拓扑约束。但是在这里46讲我们介绍了包含电容和电感储能元件的元件约束是微分方程或者说积分方程，因此我们所列写的方程就不仅仅是代数方程，而必须是微分、积分或者微积分方程了。在这里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包含一个电容、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压源的例子。对于这样三个元件串联的例子来讲，很显然我们应该用 KVL
这样一个拓扑约束，也就是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等于从这儿到这儿的压降。于是 UR 加上 UC 等于 US。对于元件约束来讲，我们知道 UR 是等于 I 乘以 R 的，因为电压、电流在电阻上关联参考方向。对于电容来讲，我们知道 I 是等于 C dUC dt 的，这也是关联参考方向下电容的 UI 关系。我们把这三个方程进行联立，就可以知道 R 乘以 C dUC dt 加上 UC 等于 US。大家请看，这就是关于变量 UC 的一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方程的列写。这就是刚才那个电路所获得的方程，区别在于我们把 dUC dt 的 RC 项分别除到了方程的其他项上。那么除了这样一个电路之外，我们还可以列写比它更复杂的，比如包含2个储能元件的电路。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电容、一个电感和一个电阻相串联的电路。那么我们假设 t 等于0时刻来核闸，这个时候我们依据图上所给出的变量参考方向，可以知道 UC 加上 UL 加上 UR 是等于0的。那么对于 UR 来讲，它一定等于 R 乘以 I， 它一定等于 R 乘以 C dUC dt。对于 UL 来讲，它一定等于 L dI dt， 它也一定等于 L 乘 C d 方 U dt 方。于是把整个联系起来，就知道 LC d 方 U dt 方加上 RC dUC dt 加上 UC 等于0。类似于此前的习惯，我们把最高次导向设为1，那就是 d 方 U dt 方加上 R 比上 L dUC dt 加上 LC 分之1乘以 UC 等于0。那么对于这2个方程来讲，上面这个方程的最高次项是关于变量的1次导，下面这个方程的最高次项是关于这个变量的2次导。于是我们管它叫1阶，管它叫2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电路所对应的方程是2阶微分方程，那么这个电路就叫做2阶电路。类似的，1阶微分方程所对应的电路就是1阶电路。需要指出的是，有的时候包含2个储能元件的动态电路列写出来的方程也是1阶方程，也是1阶电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接下来我们就以一个数学的例子来给大家复习一下如何求解1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线性关系。所谓的线性常微分方程是指的变量的求导向和变量自身之间是一个线性关系。如果说这个线性关系之间的系数是常数的话，那么它就是常系数常微分方程。那么如果整个这个方程最高的次数是1次导，那么我们管它叫1阶。在完成了所有的定义之后，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方程的求解。那么大家请看，我们需要猜一下 xt 是怎样的表达式才可能使得对它进行求导以后，再加上它本身乘一个系数，最后是0呢？很显然，如果 xt 是一个多项式的话，那是不行的，因为对它的1阶导是1次项，那么再加上
这是不可能等于0的。那我们接下来再猜一猜 xt 如果等于 sin 能行吗？对它的一阶导是 cosine t， 那么 cosine t 加上2倍的 sin t 也是不能等于0的。接下来我们猜一猜，如果 xt 是等于指数项呢，也就是 xt 等于 a 乘以 e 的 lambda t， 那么这个时候 x 一撇 t 就等于 lambda a 乘以 e 的 lambda t， 那么整个这个方程就变成了 lambda a 乘以 e 的 lambda t 加上2倍 a 乘以 e 的 lambda t 等于0。那么我们知道 e 的 lambda t 一般是不等于0的，所以可以把它消掉。一般来讲 a 也是不等于0的，于是 a 也可以被消掉。因此这个方程就变成了关于 lambda 的一元线性代数方程，那就是 lambda 加上2等于0。我们很容易求得出来 lambda 是等于-2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 xt 等于 a 乘以 e 的-2t 一定是这个方程的解。于是我们就猜出了这个方程的解。那么在刚才的这个分析里面，这样一个方程我们管它叫做特征方程，这个方程的解我们管它叫做特征根。刚才的这个方程只有等号左边项有表达式，等号的右边项是0值，我们管这个方程叫做齐次方程。对于这样一个齐次方程来讲，我们现在求得了一个包含任意系数 a 的解，这个解是满足这个齐次方程的，我们管它叫通解。那么如果这个方程还有一个初始条件的话，我们假设 x0是等于1的话，把这个初始条件带到这里面去，我们就知道 a 是等于1的，于是就得到了关于这个一阶常系数线性代数方程在这样一个初始条件下的解，那就是 xt 是等于 e 的-2t 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的分析过程。刚才就是一个关于齐次线性常系数常微分方程的求解过程。但是有的时候方程的右边项有一个带 t 的表达式，这样的方程叫做非齐次方程。对于非齐次方程来讲，由于整个常微分方程是一个线性方程，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解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第二个部分是那么我们知道，如果说 x 是等于 x 一撇 t 再加上 x 2撇 t 的话，这个部分对于这个方程的贡献是使得左边项等于0，这个部分对这个方程的贡献是使得左边项等于右边项，因此这就是这个方程的解。那么之所以要进行这样的划分，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对齐次方程进行了很好的求解，我们很容易知道这个方程的解是 x 撇 t 是等于 a 乘以 e 的-2t 的。那么现在我们就需要求一个解，使得它满足这样一个方程。那怎么样的解才能满足这样的方程呢？我们要继续来猜，是什么样的一个 x 2撇 t 能够满足它的一阶导加上它2倍的自身等于 t 的平方呢？我们很自然的可以猜，这个 x 2撇 t 就是一个二次项，是等于 a 乘以 t 的平方加上 b 乘以 t 再加上 c。那么我们知道底 x 2撇 t 底 t 就是 2at 加上 b， 我们把这个和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就知道 2at 加上 b 再加上 2at 的平方加上 2bt 加上 2c
是等于 t 的平方的。那么我们进行参数比较，就一定知道 a 是等于 0.5 的。进行类似的参数比较，我们就知道 b 是等于负 0.5 的。接下来我们就知道 c 是等于 0.25 的。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x 两撇 t 是等于 0.5t 的平方减 0.5t 加上 0.25。由于有刚才的这个结果，我们就知道 xt 一定就是等于 0.5t 的平方减 0.5t 加上 0.25 再加上 a 乘以 e 的负 2t 的。这就构成了关于这样一个非齐次线性常系数常微分方程的一个通解。之所以称它是通解，因为这个解里面有一个待定系数。如果类似的，它也有一个初始条件 x0 是等于1的话，我们同样就可以得到 0.25 加上 a 是等于1的，就可以求得出来 a 是等于 0.75 的。于是就可以知道 xt 是等于 0.5t 的平方减 0.5t 加上 0.25 再加上 0.75e 的负 2t 的。于是就完成了整个非齐次线性代数常微分方程的求解。那么我们需要指出，在这样的一个最终的解里面，这两项 x 一撇 t 的这项，我们管它叫做通解；这个 x 两撇 t 的部分，我们管它叫做特解。那么我们用这一篇中的两个实际的微分方程为例，来比较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的求解过程。如果同学们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可以参考有关微分方程或者微积分的教材。我们补充的这些内容，对于电路原理动态部分的学习就是足够的了。那么作为本节的最后，我们来分析一下动态电路的暂态分析关键点是什么。首先，我们需要列写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那么列写常微分方程，我们依然是需要两步：拓扑约束和元件约束。只不过在这里，元件约束可能有 R， 也可能有 L， 也可能有 C。在后面，我们还会有 MOSFET， 还会有 OP-AMP。那么除此之外，根据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发现，我们除了列写方程，还需要给出这个变量在0时刻的值，这个我们在电路里叫做初值。下一讲我们将重点讨论如何求解初值。根据此前非系数常系数常微分方程的求解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求解特解的过程是相对比较麻烦的。在接下来的几讲里，我们会给大家介绍这个特解的求解就可以转换成稳态解，于是就大大简化了我们的电路分析。好的，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8讲，我们来讨论初值。在讨论初值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两个概念：零正和零负。我们接下来的讨论，假设电路在0时刻换路，那么我们定义0负时刻是换路此前的那一个时刻，零正时刻是换路刚刚发生的那个时刻。也就是说，我们人为的把0本来的这一个时刻拆成了两个片段。那么对于这样一条波形来讲，可以定义0负的值就是等于从负的方向趋向于0的极限值，零正的值就等于从正的方向趋向于0的极限值。当然，对于这样一个连续波形来讲，我们知道
F 零负是等于 F 零正的。但是在电路里可不一定 F 零负就等于 F 零正。在此前的第46讲里，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电容上的电流就有可能是这样的波形。假设这是某个电流的波形，同时也假设这个数值是1安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 I 零负是等于0， I 零正是等于1安，而不等于 I 零负的。我们这一讲讨论的初值就是要求出所有感兴趣支路量的零正值。这个零正值可能和零负值是连续的，也可能是不连续的。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与换路密切相关的一个定律，叫做换路定律。换路定律分成2个部分。首先我们来说关于电容。电容的电压电流积分表达式是这样的。在这个式子里，我们有意识地把所有零都写成零负，同时把所有的 t 都写成零正，这样这个式子就表征了从零负到零正这一个非常小的时间段内 UC 的变化，也就是大家请看这一项。如果说电容的电流像我们此前那讲里讨论的那样，在0时刻有一个跳变的话，不管这个跳变的高度是多少，从零负到零正的积分都是0。也就是说，在零负到零正期间，只要 I 值不是无穷大值的话，这个积分项都是0。所以 UC 零正是等于 UC 零负的。条件是 IC 在零负到零正期间不是无穷大值。当然了， UC 零正等于 UC 零负，同时也就意味着 QC 零正等于 QC 零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我们此前讨论过的电荷守恒。讨论完了电容，利用对偶的关系，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关于电感的换路定律，也就是如果零负到零正期间电感的电压不是无穷值的话，那么这个数值始终是0，因此 IL 零正永远是等于 IL 零负的。那么这对应的电感的磁链也守恒，普赛 L 零正是等于普赛 L 零负的。在讨论接下来的内容之前，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对 UC 零正等于 UC 零负进行一下讨论。大家请看，在换路的前后，电容电压保持不变。那么此时我们不妨用一个值为 UC 零负的电压源来替代这个电容。类似的，在换路前后电感电流保持不变，那么我们不妨用一个值为 IL 零负的电流源来替代这个电感。有了替代的概念以后，我们接下来使用换路定律来求解零正时刻任意支路量就方便多了。好，接下来我们用2个例题来具体的介绍如何求取任意支路量零正时刻的值。第一个题，大家请看，开关在0时刻打开，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开关打开之前电路是一个什么状态。对于直流电压来讲，电容是开路，因此在开关打开之前，电路是这样的。根据两电阻分压，我们知道这个的电压是8伏，也就是说 UC 零负是8伏。根据换路定律，我们知道 UC 零正是8伏。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根据 UC 零正等于8伏来求出零正时刻的 IC 值呢？从我们刚才的讨论，大家应该已经想到了，我们用换路定律把电容在零正时刻替换为8伏的电压源。我们来看，
很显然，对于这个电路来讲 ，IC 的零正是等于10-8比上10K等于0.2毫安的。于是我们就结束了关于这个电路的求解。在开始下一个题之前，我们需要提醒大家 ，IC 零负肯定是0，因为换路前电路已经达到了稳态，但是 IC 零正是0.2毫安的，所以我们需要强调这二者一般情况下是不等的。第二点，我们在零正时刻把电容替换成一个电压源，其原值就是其零正时刻的电压，这就使得零正时刻的电路变成了一个电阻电路。好，接下来我们看稍微复杂一点的题。这个电路是我们用电压表来测量一个电感线圈在直流供电下的电压。这个电压表的量程是50伏，这个电压表的内阻是10千欧。我们现在的条件是，在 t 等于0时刻，这个开关被打开了。我们想来计算一下开关打开之后零正时刻电压表上的电压。这个想法貌似挺奇怪，但是具有实际的意义。我们希望在开关打开以后，电压表上的电压不至于超过其50伏量程，从而损坏电压表。我们来实际计算一下。按照刚才那道简单的题得到的习惯，我们首先需要画出来换路之前那个时刻实际的电路图。对于直流电路来讲，电感相当于短路，这是我们在介绍电感的时候所阐述的内容。那么我们需要求出来 IL 零负是等于10比10等于1安培的。接下来我们要画出 t 等于0正时刻的那个等效电路图，那就是这个时候电感就要用一个1安培的电流源来进行替代。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很显然它的 UV 是等于负的1乘以10K 等于负10000伏的。这个数值对于你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意思，但是比较一下电压表的量程是50伏，大家就会发现开路以后电压表就会损坏。大家可能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与电感的特性有关系。由于电感上的磁链守恒，也就是说电感上存储的能量必须要有一个通路进行释放。如果说我们硬生生的把电感原来的供电支路给打开的话，那么于是就在电感的周围会形成高电压。那么电感上如果说接了有一个电压表的话，就会在电压表上形成高电压。如果说电感上什么都没有接的话，从电路原理的分析来讲，就会形成一个无穷大的电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仿真，这是关于刚才那个电路的仿真。大家请看，电压源的值、电压表的值、电感的电感值和电阻值都跟电路完全一样。示波器的通道 A 接在了电压表的一端，另一端接在了整个电路的 D 上，也就是接在了电压表的另一端。那么大家可能不太熟悉这样一个元件，这是一个键控的开关，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按了这上面显示的空格键，就会使得开关的连接状态发生改变。那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运行了电路以后，我们按空格在示波器上显示怎样的变化。现在这个状态是整个电路对电感供电，我们按了空格以后，就是这个开关打开，电感给这个电压表供电。我们运行电路，打开开关，停止电路，把波形拨回去看，用游标来看一下。大家请看，这个时候显示的通道1的电压值是负9点几 K， 这跟我们的理论分析基本吻合。我们刚才理论分析和数值仿真了这样一个电路，大家也许会想，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要告诉你，它可能是一个好事，也可能是一个坏事。怎么来说呢？从好的方面来说，我们不妨拿这个电感的特性来做一个汽车的点火开关。中间这个是很小的气息，在 t 等于0时刻开关打开，由于在电感上会产生很大的电压，使得气息中的空气被击穿，就有火花的产生，从而使得汽车被点火。这就是我们利用电感不能被开路所得到的益处。但是有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测量电感上的电流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工程师们也提出了实际的解决方案。在 t 等于0时刻开关打开，我们这个电路加入了一个二极管，由于电压是上正下负的，这个二极管是关断的，因此电压表测量的就是电感线圈上的电压。也就是说，这个二极管在这个时候对于测量是没有影响的。但是一旦开关打开了以后，大家请看，这个通路就构成了一个电感电流流通的通路，从而使得电压表上获得的电压是0，这样就保护了电压表。因此我们需要强调，对于任何一个电气现象来讲，我们可以利用它，也可以来防范它，这就是电路的魅力。最后我们需要总结一下求取任意支路量初值的步骤。首先我们需要求解换路之前的电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是一个电阻电路，也就是说所有的电容都是开路，所有的电感都是短路。我们所求取的对象就是换路之前电容的电压和换路之前电感的电流。接下来我们要求0正时刻的那个电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它一方面从拓扑结构上要符合换路以后电路的拓扑，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将电容替代成一个电压源，这个电压源的数值是它在0正时刻的值，当然它就等于0负时刻的值。根据我们刚才讨论的换路定律，类似的，我们要将电感替代为一个电流源，这个电流源的数值是它在0正时刻的值，也等于它在0负时刻的值，而这两个值我们在刚才是已经求得了。在完成这样的替代以后，整个的这个电路就变成了一个电阻性电路，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电路里求取任意的一个支路量在0正时刻的值了。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49讲，我们来讨论一阶电路的经典解法。我们的讨论从求解这个电路开始。假设换路之前电容的电压是 U0， 我们需要求解 UC 和 UR。 根据此前第47讲和48讲的知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分别列写 UC 和 UR 的一阶线性常系数常微分方程，并且求出 UC 零正和 UR 零正时的值。让我们开始吧。对于整个这个电路来讲，是电压源、电阻和电容的串联，因此一定是有 KVL 的，也就是这个等于这个。所以核心的公式应该是 UR 加上 UC 是等于 US 的。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列写关于 UC 的方程，就要把 UR 用 UC 来表示。我们知道 UR 等于 R 乘以 I。 接下来我们又知道 I 等于 C dUC dt， 于是我们就得到了关于 UC 的方程是 R 乘 C dUC dt 加上 UC 等于 US。 类似的，如果我们要列写关于 UR 的方程，就需要将 UC 用 UR 来表示。关于 UC 我们知道它等于 C⁻1 对 I 的积分，我们又可以把 I 写成 UR 比上 R， 于是这个方程就可以写成是 UR 加上 RC⁻1
对 UR 的积分等于 US， 这是一个积分方程，我们把它进行微分，就知道 dUR dt 加上 RC 分之一 UR 是等于0的。请注意 dUS dt 是等于0的。于是我们就完成了两个方程的列写。大家请观察一下，对于左边这个方程来讲，它的特征方程是 RC lambda 加上1等于0。右边这个方程的特征方程也是这样的。如果同学们对特征方程的概念不熟悉，不妨复习第47讲。有了共同的特征方程以后，我们就可以求解得出来特征根是等于负的 RC 分之一的。于是对于左边这个方程来讲，由于它是非齐次方程，因此它的 UC 一撇一定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t 比上 RC。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求这个非齐次方程的一个特解。大家请看，由于这个时候激力是一个常数 US， 因此我们就可以假设特解也是一个常数，假设它是 X。那么因此就有 X 等于 US， 于是就知道了 UC 两撇是等于 US 的。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就知道了 UC 是等于 US 加上 A 乘以 E 的负 t 比上 R 乘 C。对于右边这个方程，由于它是齐次方程，因此我们直接就可以写出它的通解是 UR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t 比 R 乘以 C 的形式。列写完了方程以后，要想完成整个支路量的求解，我们还需要知道 UC 零正和 UR 零正。因此我们需要画出这个电路在零正时刻的电路，那就是注意电容用一个电压源来替代，电压值就是其零正值。因此 UC 零正是 U0， 写出来是 US 加上 A 等于 U0 解得 A 等于 U0 减 US。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UC 实际上是等于 US 加上 U0 减 US 乘以 E 的负 t 比 R 乘 C 的。请注意，在动态电路求解里，我们始终需要指明这个表达式的时间区域，在这里是 t 大于等于0，或者更明确的也可以写成 t 大于零正。对于 UR 来讲，我们知道 UR 的零正是等于 US 减 U0 的，因此对于它来讲，有 t 等于0的时候 US 减 U0 等于 A。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UR 等于 US 减 U0 乘以 E 的负 t 比 R 乘 C， t 大于等于0，或者 t 大于零正。于是我们就完成了关于 UC 和 UR 的分析。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解。这是我们求解出来的两个表达式，我们在同一张图里把它们画出来。大家应该很熟悉，在电阻电路里，我们经常画横轴和纵轴分别是 U 和 I 的元件特性曲线。在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里，我们会经常画横轴是 t， 纵轴是某一个支路量的波形。大家要逐渐习惯这样的思路。我们现在开始。首先我们来画 UR 的波形。我们知道换路之前 UR 应该是一个零值，因此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里面假设 U0 是小于 US 的，那么因此在 t 等于零正时刻 UR 往上跳到了 US 减 U0 这样一个值，然后随着负指数衰减至0。
现在我们来画关于 UC 的波形。我们知道 UC 零负是等于 U0 的，因此我们要画出来小于0之前都是 U0。然后呢，在 t 等于0正的时候，它依然保持是 U0。当 t 趋向于无穷的时候，这一项趋向于0。于是 UC 趋向于 US。我们假设这个是 US。于是它以负指数的方式趋向于 US。这是 UC， 这是 UR。我们可以观察到，无论在任何一个时刻有 UC 加上 UR 是等于 US 的。同时，这两个支路量的求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们的指数项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化都是以相同的速度来进行着的。因此，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变量 tau 等于 R 乘以 C， 是 RC 一阶电路的时间常数。这是一阶电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来推导一下 tau 的量纲。通过推导，大家可以发现 tau 的量纲是秒，这跟 t 比上 tau 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以后就经常写成 e 的负 t 比 tau。接下来我们来做另一道题。在这道题里，开关在0时刻合上，我们需要求解流过电感的电流。我们首先需要画出换路以后的电路，那就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就知道 L 抵 I 抵 T 就是这个 UL， 再加上 R 乘以 I 就是这个 UR 是等于0的。这就是整个的 KVL， 这就完成了方程的列写。接下来我们要写它的特征方程，就是 L lambda 加上 R 等于0，于是求得出来 lambda 是等于负的 R 比上 L 的。于是这个其次方程的通解就是 I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R T 比上 L。接下来我们要求 I 零正。首先我们需要分析换路之前电流值，我们需要画出来换路之前的等效电路，就是请注意，在换路之前的稳态中，电感是短路线，因此 I 零负是等于 US 比上 R1 加上 R 的。根据换路定律，它也等于I 零正。因此，我们把这个带到这里面来 ，t 等于0的时候 ，US 比上 R1 加上 R 是等于 A 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 ，I 是等于 US 比上 R1 加上 R，E 的负 RT 比上 L 的。类似于刚才的，我们也可以定义一阶 RL 电路的时间常数为 L 比上 R。大家也可以回去分析一下，这个的量纲也是秒。因此，这个式子可以写成 I 等于 US 比上 R1 加上 R 乘以 E 的负 T 比 tau。把 RC 和 LR 一阶电路的时间常数分别表示为 R 乘 C 和 L 比上 R 有很多好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用统一的 E 的负 T 比 tau 来表示随时间衰减项。另外的一个好处可以通过这篇的讨论来获得。这就是刚才我们获得的关于电感电流的表达式，在这里 I 零是 US 比上 R1 加上 R 的。我们知道在换路之前是 I 零值，换路以后如果 t 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数值是0，于是它负指数衰减为0。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 t 取不同值的时候 I 的取值是怎样的。我们画出这样的一个表，我们取 t 在不同数值时，看这个式子的表达式的数值。
当 t 等于0的时候，这个式子表达式是1；当 t 等于套的时候，它是 e 的负1，是等于 0.368； t 等于2套的时候是 e 的负2， 0.135； t 等于3套的时候 e 的负3， 0.05； t 等于5套的时候 e 的负5， 0.007。我们算这样的数有什么意义呢？大家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进行，整个一阶电路的变化是先快后慢的过程。当然了，这个过程永远不会结束，但是从工程的观点来看，我们发现当 t 大于3套以后，整个的数值就变为原来的 5% 了；当 t 大于5套以后，整个的数值就变为原来的小于 1% 了。因此在工程中，我们一般认为3套到5套以后，整个的过渡过程就结束了。这就是我们定义套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也就是套的数值越小，整个的过渡过程越快。请注意，对于 RC 电路来讲，套是等于 R 乘以 C 的；对于 LR 电路来讲，套是等于 L 比上 R 的。那么我们在这里问一个思考题：在 RC 电路里，为什么 R 越大，或者说 C 越大，套就越大；而在 LR 电路里，为什么 L 越大， R 越小，套就越大？请大家关注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一阶动态电路的经典求解方法，它分成如下几步。首先，对于感兴趣的支路量来讲，我们要列写它的常微分方程。这个方程的列写无外乎就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拓扑约束，也就是 KCL 和 KVL， 另一部分是元件约束，也就是 RLC 的 UI 关系。接下来我们要求那个变量零正的数值。关于如何求零正值，我们在48讲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如果这个方程是一个齐次方程的话，根据方程我们就很容易的得到它的通解。但是如果这个方程是一个非齐次的方程的话，我们就还需要求一个特解，把这个特解和刚才齐次方程的通解加在一块儿，就得到了非齐次方程的通解。这个通解或者说这个通解都是有待定系数的。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用这个零正的数值代入这个通解，得到通解中的待定系数，从而完成整个方程的求解。在本讲的最后，我们来关于特解来进行讨论。这是刚才我们做过的两道题，我们分别求解了关于 UC 的方程，得到的解是这样的；关于 UR 的方程，得到的解是这样的；关于 I 的方程，得到的解是这样的。在第47讲里，我们给出了微分方程解的定义，也就是说，解的这个部分是齐次通解，解的这个部分是非齐次的一个特解。那么在那里，我们更多的是从数学的角度来出发。在电路里，我们更习惯于用激励和响应的方式来描绘。那么对应于 US 这样的激励来讲，我们把这个部分叫做整个电路的自然响应，把这个部分叫做整个电路的强制响应，把整个的这个解叫做这个电路的全响应。因此，类比于数学上微分方程的全解等于通解加特解，我们在电路里经常说全响应等于自然响应加强制响应。除了这个之外，大家可以发现，在所有这些支路量的自然响应里面，都有 e 的负 t 比套的成分。因此，我们就知道，由于所有的 RLC 都是正值，
套就大于0，因此我们的自然响应随着时间趋向于无穷大都是0。这就意味着数学上的非齐次方程的特解就是我们整个电路那个支路量在进入稳态以后的稳态解。我们不妨来验证一下这个观点。请看，对于 UC 来讲，这是非齐次的特解，或者说强制响应。开关合闸很长时间以后 ，UC 是等于 US， 它是稳态。对于 UR 来讲，当然这个方程是齐次方程，它就没有特解。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合闸很长时间以后，所有的电压都加在 UC 上，因此 UR 是等于0的。对于 I 来讲，这个方程也是齐次方程，它没有特解，也没有强制响应。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合闸很长时间以后，电感上存储的磁场能量都通过电阻被消耗掉了，因此电感电流的稳态值也是0。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如果说我们电路中所有的 RLC 值全是正值，更具体的来说，一阶电路的所有套值全是正值的话，我们所有的自然响应，或者说所有的齐次通解，随着时间的增加都会衰减为0。于是微分方程特解的求取就可以转化为整个电路稳态解的求取，这在电路求解里是容易的。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大家可能已经开始抱怨了，第49讲介绍的方法太数学化了。的确，电路分析的魅力就是在于将大家从繁琐的数学分析中解放出来，我们更多的从物理本质来看待整个电路的过程。这一讲讲授的3要素法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让我们开始吧。我们这里所说的3要素，就是用于求解一阶电路的3个数值量。大家很快就会发现，有了这3个数值量以后，不用列写微分方程，就直接可以得到任意支路量的解。而且更重要的是，这3个数值量的求解是通过分析电阻电路来完成的。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上一讲的内容。在上一讲里，我们用一阶电路的经典方法分析了这样的2个电路，它们分别是电压源电阻和电容串联电路，电阻和电感串联电路。我们求解了 UC， 我们列写它的方程，初值求解的值是这样的。我们也求解了 UR， 列写方程、初值和求解的结果。对于第2个电路，我们列写了 I 的方程、初值、求解的结果是这样的。在上一讲的最后一个部分，我们通过分析每一个解的自然响应，或者说通解部分，发现如果对于正值的 RLC 来说，一阶的时间常数总是大于0的，因此它们随着 t 趋向于无穷大总是趋向于0。于是在电路里，这样的微分方程的特解的求解就变成了稳态解的求解。接下来我们把这3个支路量的图画出来，它们分别是黄色的线表示 UR， 红色的线表示 UC， 棕色的线表示 I。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对于0正值，我们可以用第48讲介绍的换路定律来求解。变化的快慢，我们可以用套等于 R 乘以 C 或者套等于 L 比上 R 来求得出来。稳态解，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换路稳态后的电阻电路求得出来，也就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是这样。在这个电路里，电容在换路发生很长时间以后，激励是直流源的时候是开路。对于下面这个电路，稳态时电路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对于直流激励，稳态情况下电感是短路。求解这样的电路，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所有的稳态值。大家请看，对于任何一个支路量来讲，是不是我们求得了初值、变化速度和稳态值以后，就可以很方便的获得它们的表达式呢？这就是我们这一讲的
主要内容。请大家注意，我们这一讲所讨论的方法是整个一阶电路求解中最重要的方法。我们现在开始做一点点推导。这是一个一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我们假设 a 是大于0的。作为简单的情况，我们先设这个 x， 也就是激励的部分是一个常数。我们用类似于上一讲经典法的方式来分析。对于这个方程来讲，特征方程是 lambda 加上 a 等于0，特征根是 lambda 等于负 a， 因此其次的通解是 a 乘以 e 的负 at。 我们还需要求非其次的一个特解。对于常数激励来讲，我们不妨假设 u 两撇也是一个常数，比如是 y， 底 u 两撇 dt 是0，这个微分方程就可以写成 a 乘以 y 等于 x 的形式，因此 y 就等于 x 比上 a。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u 两撇是等于 x 比上 a 的。最终整个方程的通解是 u 等于 x 比上 a 加上大 A 乘以 e 的负小 at。 这就是我们上一讲的所有内容。在此前那页里我们介绍过了，如果小 a 是个大于0的值的话，那么随着 t 趋向于无穷大，这部分会趋向于0，也就是我们不妨设这个部分是它的稳态值，也就是写成 u 无穷。有了这个思路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电路的解写成 u 无穷加上 a 乘以 e 的负小 at， 再加上对于 RC 来讲，这个 a 是等于 r 乘 c 分之一的，对于 LR 来讲，这个 a 是等于 r 比上 l 的，因此我们把它统一的写成 u 等于 u 无穷加上 a 乘以 e 的负 t 比套的形式。大家请看，这个表达式和这个表达式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从数学的思路已经完全进入了电路的思路。在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待求解的量是 a， 我们用 t 等于0的时候来求取，也就是说 u 零正是等于 u 稳态再加上 a 的，因为 t 等于0的时候这个部分是1，于是我们求得出来 a 是等于 u 零正减去 u 无穷的。那么最终整个这个支路量就等于 u 稳态值再加上 u 零正值减去 u 稳态值乘以 e 的负 t 比套，这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大家请看，这里我们 u 是表示的任何一个支路量，它既可以是电压也可以是电流。我们只要知道了零正值、稳态值和时间常数值，就可以套用这个公式获得任意支路量的时域表达式。接下来我们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一点，在微分方程的激励部分不一定是一个恒定的常数，也就是说电路的激励不一定是直流。在后面的讨论里，我们可能会把它拓展到正弦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推导思路是类似的，只不过区别在于这个时候 u 的稳态值是带 t 的。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写成 u 等于 u 的稳态值带 t 再加上 a 乘以 e 的负 t 比套的形式。我们同样需要用 u 零正等于 u 稳态值在零正时候的取值再加上 a 来求解出 a。 这个时候求解出 a 是等于 u 零正减去稳态表达式在零正的值，于是我们的任何支路量就可以写成 u 等于 u 稳态带 t 的表达式再加上 u 零正减去 u 稳态值在零正时的值乘以 e 的负 t 比套。对比一下这两个式子，大家就可以发现
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在直流激励里面 U 稳态是一个数值，在以正弦激励为代表的时域激励里 U 稳态 T 是一个带 T 的函数。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有方法能够求得出来正弦激励下稳态解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很方便的获得一阶电路的时域表达式。因此，这两个式子请大家务必牢记，它们也不难记，我们不妨从两个方面来记忆。首先，这一项在 t 等于0的时候是1，因此我们需要保证所有这些项加在一块儿是 U0 正。其次，这一项在 t 等于无穷的时候是0，因此我们需要保证这一项是稳态值。掌握了这两点以后，这个公式的记忆就顺理成章了。最后我们需要强调一下，稳态值、零正值和套值就是一阶电路求解的三个要素。好，下面我们用三个例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三要素如何方便的来求解电路。对于上一讲分析过的这样一个简单电路来说，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快捷的用三要素求解出 UC、UR 和电流的时域表达式，已知电容电压的初值为 U0。好，我们分别来写 UC、UR 和 I 来说。UC 的零正等于 UC 零负是 U0。要想求得 UR 的零正值，我们需要画出换路后零正时刻的等效电路。可以看得出来 ，UR 的零正值是 US 减 U0， 这个电流是等于 US 减 U0 比上 R 的。接下来我们来求稳态值。要想求稳态值，我们也需要画出稳态时的等效电路。很显然，由于电容开路，所以 UC 的稳态是 US。类似的，由于电容开路，所以 UR 的稳态是0，同样 I 的稳态是0。接下来我们要求套值。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套很容易看得出来，就是 R 乘以 C，R 乘以 C，R 乘以 C。我们回忆一下，任何一个一阶电路支路量的表达式是稳态值加上零正值减稳态值乘以 e 的负 t 比套，于是 UC 就等于 US 加上 U0 减 US 乘以 e 的负 t 比 R 乘 C，UR 就等于0加上 US 减 U0 乘 e 的负 t 比 R 乘 C，I 就等于0加上 US 减 U0 比上 R 乘以 e 的负 t 比 R 乘 C。当然，它们都需要满足 t 大于等于0的时间限制。大家请看，这样是不是很方便，而且物理概念非常明晰呢？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在用三要素法来求解这个电路之前，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你想要列写关于 UR 的微分方程的话，还是比较麻烦的。我们不妨用三要素法来求解。我们先要求换路之前的稳态，画出等效电路来。请注意，在换路之前的那个稳态里，我们唯一需要求的是电容电压或者电感电流。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很容易求得出来 UC 零负是等于2伏的。为了求 UR 零正，我们需要画零正时刻的电路。在这样的电路里，一方面拓扑结构要进行改变，另一方面电容要用零负值来替代。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电阻电路。我们把 UR 标出来，在这个节点上用一下 KCL， 不难发现 UR
比上2加上 UR 减2比上1是等于1的。这个量是从这儿流出来的，这个量是从这儿流出来的，这个量是从这儿流进去的。对于这个方程，很容易求得出来 UR 的零正是等于2伏的。接下来我们要求稳态电路，画出稳态的等效电路来。大家请看，这依然是一个电阻电路，而且是1欧和1欧串，再和2欧并，然后再被1安电流分流。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用分流来写出来。最后我们要求时间常数套。对于这个电路来说，由于它只有一个储能元件电容，当然它是一个一阶电路，因此套等于 R 乘以 C， 这个 C 是4法。但是 R 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此前讲授过的戴维南定理。我们从电容的两端往外看，求出 Req 就是这个时间常数中的 R 了。因此为了要求这个套，需要画出从电容两端往外看的戴维南等效电路。求戴维南等效电阻的时候，所有独立源是要至0的，也就是电路是这样的。我们从 A、B 两端往外看，不难发现这个 Req 是1串上2再并上1是等于3/4欧的，因此套是等于4乘以3/4等于3秒的。把所有的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就知道 URT 是等于 UR 稳态加上 UR 零正减 UR 稳态乘以 e 的负 t 比套。代入具体数值就知道等于1加上2减1乘以 e 的负 t 比3等于1加上 e 的负 t 比3伏 t 大于等于0。于是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完成了这个相对比较复杂电路的分析。在开始下一题之前，我们现在不妨总结一下。为了求解这个电路，我们画了4个等效电路：零负电路、零正电路、稳态电路、求套的戴维南等效电路。我们可以总结几点：第一，所有的这4个电路全是电阻电路，因此我们在此前学习和复习过的节点法、回路法、叠加定理、戴维南定理等等电路分析方法就变得非常有效了。第二，我们求解这4个电路的过程，实际上是抓住了电路中任何一个支路量在刚刚换路发生以后，稳态时以及变化速度这3个关键要素，从而最终获得电路的解。因此整个的求解过程是物理特性非常鲜明的，这是3要素法最重要的特点。接下来我们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一点。这个题的电路拓扑和第一题没有什么不一样，是一个电压源和电容和电阻的串联，但是变化的是电压源不再是一个恒定值，而是一个周期性的激励。我们在这里始终假设电容电压的初值是0。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假设这个半个周期大 T 非常大， T 远大于套，就意味着什么呢？还记得我们在第49讲给大家介绍时间常数里强调的一个概念吗？一阶电路在3套到5套以后，整个过渡过程就结束了。如果大 T 远大于套的话，就意味着在0到 T 之间过渡过程结束了。大 T 到2倍大 T 是第一个过渡过程进入稳态以后重新开始的第2个过渡过程。那好吧，我们来分析从0到大 T 之间，用3要素来分析。UC 零正很显然应该是0， UC 稳态很显然应该是
100伏，套很显然应该是 R 乘以 C， 于是就写得出来 UCT 是等于100再加上0减100乘以 E 的负 T 比套，或者说整理为100乘以1减 E 的负 T 比套的。波形应该是这个样子，进入了稳态。在进入了稳态以后，我们不妨来算从 T 到2倍大 T 之间的 UCT 正是等于100伏，UC 无穷是等于0，因为从大 T 到2倍大 T 以后，整个的激力变成了0，于是这个电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当然，整个的电荷就会这样被放掉，因此稳态值是0，套当然还等于 R 乘以 C， 因此 UC 的表达式就写成100乘以 E 的负小 t 减去大 T 比上 R 乘 C。 请注意，这个地方是容易出错的部分，因为我们整个的时间轴是从这里开始的，因此需要写成小 t 减去大 T 的形式。那么类似的，我们把波形画出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周而复始。好，我们可以用一个实验来验证这个分析的过程。现在来看，在脉冲序列作用下 RC 动态电路的演示实验。这是实验电路，电阻为10千欧，电容为0.1微法，所以电路的时间常数为1毫秒。输入是实验箱上由虚拟示波器产生的方波信号，接在虚拟示波器的通道1，频率为100赫兹，周期为10毫秒。输出为电容两端的电压，接在虚拟示波器的通道2。这里这是由虚拟示波器显示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黄色波形为输入的方波信号，绿色的波形为电阻两端的电压。可见，在方波的正半周，电容电压由负值逐渐增加。由于电路的时间长度较小，所以电容最终增加到方波的正峰值，而在方波的负半周，电容电压由正值逐渐减小，直到达到方波的负峰值。在第二部分问题里面，其他都没变，只不过这个大 T 和套是接近了，从而不能够使得0到大 T 之间这个过渡过程完成了。那这就意味着上一个过渡过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下一个过渡过程就需要开始。在进行分析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仿真。好，我们现在就来开始进行这样一个仿真。在这个电路里，拓扑结构和分析的电路是一样的，电压源、电阻和电容串联。我们在这里给出了具体的数值，电阻是1K， 电容是10缪，因此 R 乘 C 是 0.01秒。对于电压源来讲，我们给出的是脉冲序列，它的伏值是10伏，它的周期是100赫兹，因此每一个周期是 0.01秒，或者说每半个周期的变化是 0.005秒。很容易知道这里面大 T 和套是接近的。对于示波器来讲，红线看的是方波波形，蓝绿线看的是电容电压波形。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大家请看，电容从0值开始起，被充电、放电、充电、放电、充电、放电，经过若干个周期以后，进入了一个稳态过程。这个稳态过程是什么呢？我们假设这是稳态过程的0时刻，从某一个数值开始起，被充电增加至某一个数值，经过半个周期，然后被放电达到相同的数值，经过了1个周期以后。类似的，从这儿也可以看作先被放电半个周期到达某一个数值，在下一个半个周期里被充电至相同的数值。好，我们现在把部分的仿真结果放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在零到大 T 之间，整个的电容电压从某一个带球的数值开始起，以负指数的方式在增加。但是由于大 T 和套是接近的，它不可能增加到稳态值，在大 T 的时候进行了换路。我们假设增加到的这个值是 U2， 那么由于在大 T 到2倍大 T 之间，整个这个电路是没有激励的，于是它要以负指数方式衰减。那么如果说整个这个电路进入了稳态，我们就知道从0开始起，经过大 T 增加到 U2 以后，再经过大 T 时间，一定会减少到 U1。如果说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说这个电路也进入了稳态。注意，这里的稳态是一个动态过程中的稳态，也就是每经过一个周期以后，起始点和终了点是一样的意思。那好吧，我们现在来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好，下面我们就来分析这样的一个稳态解。我们还是把整个电路分成2个部分，0到大 T 之间，这个时候 UC 0正是等于 U1 的，这是由这个数值获得的。很重要的是，这个时候 UC 的稳态值是什么呢？它是 U2 吗？还是100伏呢？请大家思考一下。这里的答案是100伏。因为在0时刻换路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大 T 时刻会换路，因此在0时刻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们只知道从 U1 开始起，在稳态时候会被冲到100伏，这一点很重要。当然套依然等于 R 乘以 C， 于是我们写出来 UCT 是等于100加上 U1 减100乘以 E 的负 T 比 R 乘 C 的。第2个部分是从大 T 到2倍大 T， 这个时候 UC 的大 T 正是等于 U2 的，这个是由这个获得了。类似于刚才的分析，在 T 时刻换路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在2T 时刻还要换路，因此在这个时候分析，我们只知道它的稳态值会变成0，因为在这个段里是没有激励的。类似的，套等于 R 乘以 C， 我们可以写出它的表达式是 UCT 是等于 U2 乘以 E 的负 T 减去大 T 比上 R 乘以 C 的。那么在这个表达式里有一个 U1 未知数，在这个表达式里有一个 U2 未知数。我们目前还没有用到稳态解的特性，也就是说，这样一个表达式在小 t 等于大 T 的时候，它的数值应该等于 U2， 也就是这样的100加上 U1 减100乘以 E 的负大 T 比上 R 乘 C 应该等于 U2。类似的，这样一个表达式在小 t 等于2倍大 T 的时候，它的数值应该等于 U1， 也就是这一点。也就是说 U2 乘以 E 的负 2T 减 T 比上 R 乘以 C 应该等于 U1。大家请看，虽然这个方程看起来很复杂，但是它是关于 U1 和 U2 的线性代数方程，我们很容易求得出来 U1 是100 E 的负 T 比 RC 比上1加上 E 负 T 比 RC， 也很容易求得出来 U2 是等于100比上1加上 E 的负 T 比 R 乘 C 的。把 U1 的数值带进去， U2 的数值带进去，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在结束本讲之前，我们需要强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周期性激励作用下的响应，它的稳态会表现出随着时间波动的波形。但是如果进入了稳态，那么在一个周期内，起始点和终了点应该表现出相同的数值。这是我们列写方程求解出关键点坐标的核心要素。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第4次关于仿真的介绍。我们来讨论如何用 multisim 来进行动态电路的时域仿真。我们在第47讲说过，一个动态电路
要想有暂态过程，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它需要有储能元件，因此我们首先需要给大家介绍如何向电路添加储能元件。首先点击这里，这里面有电容和电感，大家可以从这些元件参数中进行取值。比如我们已经在屏幕上放了一个电容，一个电感，再放一个电感。除此之外，其他的连接方式跟我们此前的讲授是完全一样的。构成动态电路暂态过程的另外一个条件是整个电路要有换路的过程，这个换路更多的是由开关来完成的。那么放置开关也是在 Basic 里面有 Switch， 这里面有很多种开关，我们在这上面给大家介绍了常见的几种。这是一种单刀单掷开关，它的控制是由键盘的空格键控制的。大家请看，单击了空格键以后，开关的状态发生了改变。当然，我们也可以改变键盘的按键，同时也可以设置导通电阻和关断电阻。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有流控开关，也就是流过3端和4端的电流大于某一数值以后，1端和2端导通，导通的电阻是这个值，小于某一个数值以后，1端2端关断，关断的电阻是这个数值。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有压控的单刀单掷开关，我们就不再赘述了。除了单刀单掷开关之外，我们还可以有单刀双掷开关，这是一个键控的单刀双掷开关，控制按键是空格。大家请看。除了这些开关之外，在第50讲我们介绍了，如果说一个方波信号它的周期远大于我电路的时间常数，或者说远大于我电路的动态过程长度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拿方波信号来做成一个电源和开关的连接。除此之外，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开关，就是延时开关。为了搞清楚延时开关究竟是如何工作的，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它由一个电压源和一个电阻来构成。为了看清楚开关每个接线端的编号，我们需要在屏幕选右键 Properties， 把 Footprint Pin Names 选上，缺省情况是没选上。大家请看，这是没有编号的。我们把它选上以后，点 OK 就可以看到这些编号了。那么这个延时单刀双掷开关的定义是什么呢？是一开始是1和2端连通，经过了 0.5 毫秒以后，2和3端连通，2毫秒以后继续恢复1端和2端连通。为了验证这个结论，我们来做一个仿真。在动态电路的时域仿真里，我们有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大家已经在第48讲见过，也就是用示波器来进行仿真。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种用菜单进行仿真，点击 Simulate Analysis Transient Analysis。 我们这个时候要看2节点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要设置起始时刻，也就是0时刻，终了时刻，比如说我们这里设的是5毫秒，其余选择缺省设置。输出端我们设2节点的电压，也就是要看电阻上的电压，选仿真。我们用游标来拉一下，大家请看，在 0.5 毫秒的时候，电阻上获得了电压，也就是 0.5 毫秒时从21连接变成23连接。在2毫秒的时候，电阻上没有了电压，也就是恢复成21连接。这就验证了关于延时开关的功能。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开关是压控的单刀双掷开关。
为了验证这样一个压控单刀双质开关的功能，我们使控制端的电压是0到3伏变化的方波，而整个电源是一个5伏有效值的正弦波。我们打开示波器，点仿真运行。大家请看，在方波信号有值区段内，正弦信号能够给电阻供电，也就意味着1端和3端连通。在方波信号为0值区段内，电阻没有电压，也就意味着1端和2端连通。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压控单刀双质开关里面有一个开通电压，在 Multisim 里这个电压的数值不是太准确。请看，如果说这个数值是很准确的，就需要输入信号达到5伏以后才能够开通，但是我们现在输入信号是3伏就已经能够开通了。为了验证这一点，我们不妨把它设置成50，再来做一下仿真。看到了吗？这个时候3伏永远不能够使得1、3两端连通。在介绍完了所有的元件之后，让我们来正式的进行仿真。好，我们现在用一个具体的动态电路来介绍时域仿真。这个电路包含了一个电压源、电阻和电容。开关是一个延时的单刀双质开关，在0时刻1、2导通，经过2毫秒以后2、3导通，经过1秒以后恢复1、2导通。我们故意设置的1秒钟非常长，从而使得整个电路的站态过程已经结束。为了验证这一点，大家请看，1K 乘1μ是1毫秒，也就是说整个电路的过渡过程大概在5毫秒以后就结束了，因此1秒是足够长的。我们点 Simulate Analysis Transit Analysis， 在这里我们从0开始起仿真10毫秒，因为整个电路的时间常数是1毫秒，所以10毫秒足够长了。输出我们设成3节点的电压，也就是电容的电压。开始仿真。大家请看，在2毫秒左右的时间，电路导通，然后电容的电压从0值开始起，逐渐上升到12伏。那么有的时候储能元件是有出值的，这时候怎么办呢？一种方法是我们用多个延时的单刀双质开关给电容来供电。另外一种更为简便的方法是，我们本身就可以设置电容电压的出值在这里。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给它设置成5伏，点确定。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做仿真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特殊的设置。比如说，这里初始条件就要选择成用户定义。我们再做仿真。大家请看，这个时候在0到2毫秒之间，就是我们一开始定义的5伏。这个时候电容上也给出了一开始的电压是5伏值。在2毫秒以后，电容电压被冲到12伏。好的，我们关于动态电路时域仿真的介绍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51讲。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电路的响应。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在第47讲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任何一个非齐次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的解，可以表示为通解加上特解的形式。在第49讲里，我们把通解和特解从系统的观点出发，进一步阐述为自然响应和强制响应。由于我们见到的一阶电路 RLC 都是正值，从而使得时间常数τ都是正值，进而在第50讲里，我们把任意支路量的解写成了稳态值加上自然响应的形式。所有的这些方法虽然
越来越倾向于电路化的表达，但是我们在这一讲里把整个这个解进行了重新的划分，大家很快就可以发现，这种划分更符合我们电路的思维习惯，也更有利于复杂电路的求解。这种划分是把整个的解分为零输入响应加上零状态响应。我们的讨论从一个简单的例题开始。对于这个题来讲，是一个电压源、电阻和电容的串联，已知电容有初值是 U0。我们用三要素法很容易的可以把它写成 UCT 等于 US 本态值加上 U0 减 US 乘 e 的负 t 比套的形式，这里面套是等于 R 乘以 C 的。这是我们在第50讲就已经很熟悉的内容。我们现在来看另外的两个电路。第一个电路我们称之为零状态电路，这里所谓的状态是指的动态电路中储能元件的能量，具体来说就是 UC 或者 IL。如果说状态为零，就是 UC 为零或者 IL 为零。那么因此对于上面这个电路来讲，它的零状态电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这同样是一个一阶电路，我们类似的也可以用三要素法来对它进行求解。求解的结果是这样的。在定义完了零状态电路以后，我们给出第二个电路，那就是零输入电路。我们知道动态电路之所以有暂态过程，是由于两个根本要素。第一个要素是电路中有储能元件，第二个要素是电路发生了换路。从根本上来说，动态电路的暂态过程是由于储能元件的能量发生了变化。因此，如果说这个电路是没有输入的，但是储能元件是有初值的，在开关 t 等于0合上的时候，它依然可以有暂态的过程。这同样也是一个一阶电路，我们可以用三要素来对它进行求解，结果就是对于零状态电路的解，我们称之为零状态响应；对于零输入电路的解，我们对它称之为零输入响应。大家可以发现，把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相加起来，就是我们整个电路的响应，我们称之为全响应。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们不妨从电路的叠加定理来考虑这个问题。刚才说过了，动态电路的暂态过程是由于有能量的变化，这个能量既可以由外加的独立源提供，也可以由内部事先预充的能量来提供。因此，我们不妨把一个既有外加独立源又有预充能量的电路划分成只有外加独立源或者说只有预充能量的电路。因此 ZSR 加 ZIR 等于 FR 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出的全响应等于零状态响应加零输入响应的结果。下面我们不妨来画一下这两个响应的波形。对于零状态响应来讲，很显然，由于初始状态为0，电容电压需要从0值开始起被充电到 US。对于零输入响应来讲，所有电路的能量都保存在电容的初始储能中，因此应该从 U0 开始起衰减为0。二者之和就是电路的全响应。大家请看，这个全响应的波形和我们用一阶三要素得到的结果所画出来的波形是一样的。大家请务必记住，电路的全响应等于零状态响应加零输入响应。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进行这样的划分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回顾一件事情。我们在第46讲讲授电容和电感的时候，介绍了它们的微分关系和积分关系。我们在这里回顾一下。对于一个电容来讲，电压和电流的微分关系很显然是线性的。
但是对于电压和电流的积分关系来讲，电压和电流不是一个线性的积分关系，由于有常数 U0 的存在。如果说在零状态情况下 U0 是等于0的， UT 是等于 C⁻1 对 I 的积分的，因此在零状态情况下，电压和电流的微分关系和积分关系都是线性关系。有了微分和积分的线性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用电路中的叠加定理对其进行分析和求解了。类似的，对于电感来讲，电压和电流之间是线性的微分关系，在零状态情况下，电流也是电压的积分线性关系。有了这个基础知识以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来看一个电路的求解。对于刚才这个零状态电路来讲，我们已经分析出来了 ，UC 是等于 US 乘以1减去 E 的负 T 比套的，这里面套是等于 R 乘以 C。可以发现，在零状态情况下，电容的电压和激力是一个线性关系。那么我们不妨验证一下。如果激力是 US， 那么响应当然是刚才求得的这个值。如果激力变成原来的2倍，响应也自然变成原来的2倍。如果激力变成2个激力之和，响应也很自然是各自激力的响应之和。于是我们就验证了激力和响应之间是线性的关系。在零状态情况下，激力和响应是线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就可以通过先求某一个电路零状态情况下的单位冲击响应，然后将激力与单位冲击响应进行卷积积分，从而求得任意激力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大家也许在想，我们列出任意一个支路量的微分方程以后，求特解的过程不就是根据右端项的形式猜出特解的形式，带进去比较系数就可以得到的吗？为什么还需要有零输入响应、零状态响应、冲击响应、卷积积分这一系列的复杂过程呢？大家不要忘了，我们求电路的响应，有时候激力是可以用显示表达式的。这个时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猜想出特解的形式，代入求待定系数。但是有的时候，激力是一个时域的波形，在这种情况下，卷积积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用卷积积分来求电路的零状态响应，就成为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了。关于单位冲击响应和卷积积分这2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我们在本课程里不会涉及，大家可以在信号与系统或者自动控制原理课程里学到，或者说参考电路原理的教材也可以获得这样的知识。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一阶电路有什么用呢？也许不少同学已经开始问这个问题了。从这一讲开始，我们将用3讲来介绍一阶电路在能量处理和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大家可以惊喜地发现，有了储能元件，有了3要素法，动态电路有如此广泛的应用。在一阶电路应用的第1讲里，我们来讨论 MOSFET。我们先复习一下。对于 MOSFET 来讲，如果 GS 之间的电压大于 UT 的话，那么 D 和 S 之间就可以近似的看成是一个2端元件，它们之间的特性关系如这条曲线所示。在这一讲里，我们更感兴趣将 MOSFET 应用于这一段，也就是一个电阻 R-on。我们在第25讲给大家介绍了用 MOSFET 来构成一个反向器，在这里 RL 的数值要取得比 R-on 大很多。反向器的符号是这个样子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用到缓冲器，缓冲器就是把2个反向器级连起来，它们从电路拓扑上就是这个样子，也就是把一个反向器的输出接到另一个反向器的输入，在整个的输入和输出之间就构成了一个缓冲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缓冲器的输入输出电压波形。输入是一个方波，由于第一极是一个反向器，因此第一极的输出是一个与输入反向的方波。这个输出也就是第二极的输入，因此对于第二极的反向器来说，它对 UO1 进行反向。于是我们观察 UI1 和 UO2 来说就是同相位的，于是就实现了缓冲器的功能。下面我们用一个仿真来给大家加深印象。好，我们现在来进行一个关于缓冲器的仿真。大家请看电路，这是一个方波信号，这是一个 2N7000 MOSFET， 上面加了一个数值比较大的上拉电阻，这是一个5伏直流源。这是第一级的反向器，类似的第二级反向器跟它的拓扑结构和元件参数完全一样。这两级反向器就构成了一个缓冲器。我们用了一个4通道示波器，通道 A 是红色线接信号源，通道 B 是蓝绿色线接一级输出，通道 C 是黑色线接二级输出。我们现在来看，在输入信号是100赫兹情况下，整个输入一级输出和二级输出的响应。我们运行仿真。为了能够把波形看得清楚，我们不妨把第二级的位置往下挪一下，同时把第三级的位置往上挪一下。大家可以看得出来，红色是输入，绿色是一级输出，白色是二级输出。也就是说，输入和输出之间保持了一个同相位的关系，很好的实现了缓冲器的功能。接下来我们把整个信号的频率变成100 K 赫兹，来看看会发生什么。我们继续进行仿真。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把时机调得小一点。大家来看一下，红色线是输入，蓝绿色线是一级输出，白色线是二级输出。大家可以看到，从输入的低电平变成高电平的时候，一级输出从高电平很快的变成了低电平。但是输入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以后，一级输出要在比较慢的时间以后才会变成高电平，这就使得输入和整个输出之间构成了一个传输延迟。大家可以看，这二者之间的差就是传输延时。在刚才的仿真里，大家应该已经发现，随着信号频率的增加，缓冲器变得不那么理想了。也就是说，输出不能够即时的跟随输入。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从 MOSFET 的结构入手。这张图我们在第24讲介绍 MOSFET 基本原理的时候说过，我们来回顾一下。当 G 和 S 之间加了一个正向电压的时候，在中间的山极氧化物的上下两侧会汇集有正负的电荷，电压的大小决定了下面负电荷的厚度。在这个时候，如果 DS 之间再加上一个正向的电压的话，那么 D 和 S 上的负电荷就可以通过这个导电沟道流通，从而形成电流。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有山极氧化物绝缘的作用，有了正 Q 和负 Q， 就有了电场，于是就有了电压。这就符合电容的定义 C 等于 Q 比 U。 于是在 G 和 S 之间和 G 和 D 之间就会存在两个电容。需要强调的是，正如我们第46讲指出的那样，电容有可能是我们人为刻意制造出来具有某个容值的电气元件，也有可能是制造时并不特别设计，但是是具有寄生参数的那个电气特性。当然还需要指出的是，在 S 和 D 之间也存在着一个电容。
因此整个 MOSFET 包含了若干个寄生电容。在这些寄生电容里面，影响最大的是 CGS。我们接下来的所有讨论需要考虑这个 CGS 的影响。我们首先来分析缓冲器当输入从0变成1时候，整个系统的变化。我们加上寄生电容的影响。在分析整个电路之前，我们需要先画出来换路之前电路是怎样构成的。大家请看，换路之前，由于输入是低电平，因此第一级反向器的 DS 之间是开路，从而导致第一级的输出是高电平，从而导致第二级反向器 GS 之间是高电平，从而使得第二级反向器 DS 之间是 R-on。由于在第二级反向器上是 R-on 和 RL 的分压，我们又知道 RL 是远大于 R-on 的，所以第二级反向器的输出，也就是缓冲器的输出是低电平，于是就实现了缓冲器的功能。我们现在来看，在0时刻输入从0变成了高电平以后，整个电路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个电压从0变成了5伏以后，我们假设这个电容的存在不会影响 UI1 从0变成5伏。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 UGS1 就一下子变成了5伏高电平，因此对于第一个反向器来讲，它立刻就使得 DS 之间导通，有一个电阻 R-on。但是这个变化是不是会使得第二个反向器的 GS 之间立刻就变成低电平，从而使得第二个反向器的 DS 之间变成开路呢？我们看，由于有 CGS2 的影响，使得 GS2 之间的电压不会发生计时的变化，于是我们就需要分析包含这些元件的一个电路。我们把这个电路画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一阶电路，我们可以用此前介绍的3要素法来对它进行分析。首先是 UGS2 零正，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在换路之前，由于这里是开路，使得 UGS2 的电压是 US， 因此 UGS2 零正等于 UGS2 零负是等于 US 的。其次，对于换路之后的这样一个电路来讲，我们来观察它的稳态 ，UGS2 稳态是等于两电阻的分压，因为这是一个开路，等于 R-on 比上 RL 加上 R-on 乘以 US。由于 RL 是远大于 R-on 的，因此这个数值近似为0。接下来我们要来算整个一阶电路的套，从这里看的 Req， 它就是 R-on 和 RL 的并联，因此套等于 C 乘以 R-on 并上 RL。我们又知道 RL 是远大于 R-on 的，因此这个数值就是 R-on。R-on 的数值大概是几十欧到几百欧，因此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时间常数，整个电路变化是会比较快的。我们用3要素法把整个 UGS2 的时域表达式写出来，那就是也就是说 UGS2 要从 US 出发，以负指数衰减到0，
当 UGS2 衰减到低于某一个数值以后，就会使得 DS 之间变成开路。因此，大家可以发现，由于有了寄生电容的影响，使得输入信号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以后，输出信号不再能够即时的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一个讨论里，我们假设大 T， 也就是整个信号的周期是远大于整个电路的套的，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内，整个的过渡过程都已经完成了。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另外一个过程，也就是说0时刻输入信号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为了便于分析，我们把时间轴改变了，这一点与此前那篇不同。类似的，我们还需要画出来换路之前这个电路所对应的等效电路。大家请看，换路之前，由于输入是高电平，从而使得第一级反向器 DS 之间是一个小电阻 R on， 由于 RL 是远大于 R on 的，因此在它上面的分压非常小，接近于0。这样就使得第二级反向器的输入是一个低电平，从而使得第二级反向器的 DS 之间是一个开路，从而使得第二级反向器输出是一个高电平，这样就实现了缓冲器的功能。我们现在来分析，在0时刻输入由高电平变成了低电平以后，也就是输入即刻进行了短路。类似于此前那讲，我们也假设输入短路了以后，使得 GS1 之间能够即时的变成低电平，也就是说这个 R on 立刻就变成了开路。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 UO1 立刻就能变成高电平，从而使得 DS 之间立刻就变成 R on， 同时使得 UO2 立刻变成低电平呢？我们看到，由于有 CGS2 的存在，这构成了一个一阶电路。我们需要分析它的时间过程，把这个电路画出来，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依然用3要素来对它进行求解。从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来，在换路之前，输入是高电平，这是 R on。UCGS2 的电压是 R on 和 RL 的分压是一个低电平，近似于0，因此 UCGS2 的0正是等于 UCGS2 的0负，是近似于0的。在这样的一个电路里，我们很容易发现稳态 UCGS2 的稳态是 US。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套等于 CGS2 乘以 RL。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刚才的那个套是 CGS2 乘以 R on 并上 RL， 这个数值是远小于这个数值的。我们类似的还用3要素把 UCGS2 的时域表达式写出来，它就是 US 乘以1减 E 的负 T 比套。也就是说 UGS2 要从0值出发，以负指数形式增加到 US， 当它增加到某一个数值以后，使得 DS 之间导通，从而使得 UO2 变成低电平。我们通过对比这2个不同时间段的套，就可以发现，输入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这个过程是慢的；输入从低电平变成高电平，这个过程是快的。因此，这就解释了在仿真过程中2次转换所带来的效应不一样。无论如何，由于有寄生电容的存在，使得缓冲器的输出不能够即时跟上输入了，从而就造成了数字系统的传输延迟。寄生电容的存在是制约整个数字系统速度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除了 MOSFET 的寄生电容 CGS 之外，我们可以知道2根并行的导线之间，由于中间是绝缘，同样也存在着
正 Q 和负 Q 同样也存在着电压，因此同样也存在着寄生的电容。而且根据第46讲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寄生电容的大小是反比于中间的间距的。也就是说，两根导线的距离越近，这个寄生电容就越大。这就对微电子学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人类研究微电子学的重要目标就是用越来越小的体积来越来越快地传输信息。所谓的越来越小的体积，就是使得两个导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寄生电容的效应就越来越显著。为了缓解这一矛盾，人们提出了很多不同的技术手段，具体的内容请大家参考微电子学的教材。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53讲，我们继续来介绍一阶电路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今天我们介绍3个应用，它们都是涉及到运算放大器和储能元件相互配合处理信号。第一个电路是微分器电路，大家请看，这是一个包含理想运算放大器的负反馈电路。输出端有一部分信号被引回了反向输入端，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电路里出现了电容元件。我们知道，负反馈运算放大器电路可以用虚短和虚段。根据虚短，这里是 D， 这里是 D， 这里就是 D。根据虚段，这是没有电流的，因此我们知道这个电流就是这个电流，而且这是零电位。根据刚才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 C 抵 UC 抵 T 是等于 UR 比上 R 的，而我们又知道 UC 是等于 UI 的， UR 是等于负的 UO 的，因此 C 抵 UI 抵 T 是等于负的 UO 比上 R，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得出来 UO 是等于负的 R 乘 C 抵 UI 抵 T 的，所以这个电路就是一个输出是输入信号的微分，这就是一个微分器。接下来我们把刚才微分器的电阻和电容调一个个，它当然依然是一个负反馈电路，我们还是用虚短和虚段来进行分析。这是 D， 这是 D， 这是 D， 零电位。根据虚段，这里没有电流，因此这个电流等于这个电流。我们就知道 UR 比上 R 是等于 C 抵 UC 抵 T 的。还是类似的，我们知道 UR 是等于 UI 的， UC 是等于负的 UO 的，于是 UI 比上 R 是等于负 C 抵 UO 抵 T 的，于是 UO 就等于负的 RC 分之一对 UI 的积分。这个电路实现了输出是输入的积分功能，因此称之为积分器电路。接下来我们讨论如何用运算放大器来构成脉冲序列发生器。这部分内容相对比较多，我们分成几步来做。首先，我们讨论用运算放大器来构成比较器。大家请看，这个运算放大器电路非常简单，我们只不过把它的同向输入端接地，反向输入端接到信号，没有任何反馈，输出端就直接接到输出。我们现在来分析它的输入输出电压关系曲线，也就是说，随着输入信号变化的时候，我们来看输出信号是如何变化的。由于同向输入端接的是 D， 因此只要同向输入端比反向输入端高，输出就是正饱和。也就是说，只要输入是负值，输出就是正饱和。从图上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一旦输入大于0以后，就是反向比同向高，输出就突然变成负饱和。在此之后，如果说输入减小了，只要输入依然是大于0，还是反向比同向高，保持输出是负饱和。
一旦输入减小到小于0，在运算放大器里边就是同向比反向高了，因此输出就变成了正饱和。这就是比较器输入输出的特性曲线。那么具有这样一个特性曲线的比较器有什么功能呢？我们来看，假设此时输入信号是一个正弦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比较器电路来判断信号是正值还是负值。根据刚才的输入输出关系，我们不难画出此时比较器的输出。只要输入为正的时候，输出就是负饱和；只要输入为负的时候，输出就是正饱和。大家请看，由于有比较器的功能，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实现检测输入信号是正值还是负值。只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们把同向输入端接地了，因此输出端的正负和输入信号的正负是相反的。有了比较器的概念之后，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运算放大器的正反馈。我们此前的所有讨论都是基于运算放大器是负反馈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信号从输出端被引回了反向输入端。但是在这个图里，我们有意识地把部分信号从输出端接到了同向输入端。那这会有什么效果呢？请看，如果说输出端有一个微小的正的电压信号的话，那么它其中会有一部分被引入到同向输入端。而我们知道，运算放大器放大的信号是 U 正减 U 负。由于有了一个很小的正的扰动，使得 U 正减 U 负被增加了。由于运算放大器的放大功能，使得 UO 被大大的增加了。这就构成了一个使得输出进一步增加的机制，从而很快就会使得运算放大器的输出变成正的饱和。如果说输出有一个微小的负的电压扰动的话，通过类似的分析，我们也可以知道运算放大器的输出很快就会变成负的 Uset。 因此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总是要么是正 Uset， 要么是负的 Uset。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包含理想运算放大器正反馈的电路虚短和虚段是否依然成立。在此前分析的负反馈电路里面，虚短之所以成立，是因为我们的输出是等于无穷乘以 U 正减 U 负的。由于输出是一个有限值，它在负 Uset 到正 Uset 之间的某一个值，而且放大倍数是无穷，所以我们需要 U 正减 U 负趋向于0，这就是虚短的根本原因。但是在正反馈的时候，输出要么是正 Uset， 要么是负 Uset， 所以在这里 U 正减 U 负就不等于0了。因此虚短在正反馈电路里是不成立的。虚段呢，我们知道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电阻是兆欧级。如果说我们用一个 K 欧级的电阻作为外接电阻的话，根据两电阻分压，就知道在这上面得到的电压几乎就是 US。 所以这个效果就跟运算放大器里面是开路一样。如果说我们在包含理想运算放大器的正反馈电路中始终坚持外接电阻是 K 欧量级，大家可以发现虚段的特性依然是成立的。因此分析包含理想运算放大器的正反馈电路，我们需要注意虚短不成立了，虚段依然成立。接下来我们就用虚短不成立和虚段成立这个特性来分析这样一个包含理想运算放大器的正反馈电路。请注意，一部分的输出信号被反馈回了同向输入端。类似于此前的，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输出和输入的
特性关系曲线。由于我们知道正反馈运算放大器输出要么是正 uset， 要么是负 uset， 我们不妨假设此时的输出是正的 uset。由于虚段的成立，这里没有电流，因此这个电路就构成了一个两电阻分压电路。在输出是正 uset 的时候，我们知道 U 正的电压是1/2 uset， 因此只要输入，也就是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小于1/2 uset， 输出就保持正的 uset。因此，它的输入输出关系特性曲线是这样的：一旦输入信号大于1/2 uset， 反向就比同向高。由于是正反馈的特性，输出非常快的就变成负的 uset。如果说输入继续增加，只能够使得反向比同向高得更多，保持负的 uset。在输出变成负的 uset 以后，同样还是这样一个两电阻分压电路，同向输入端就变成负的1/2 uset。这个时候，如果说输入在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只要输入大于负的1/2 uset， 就可以依然保持反向输入端比同向输入端高，从而维持输出是负的 uset。因此，但是，一旦输入信号小于负的1/2 uset， 就使得 U 正大于 U 负。根据正反馈的道理，使得输出信号很快的翻成正的 uset。这就是这样一个正反馈理想运算放大器电路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由于这样一个特性曲线的输出总是滞后于输入的，因此我们管它叫滞回比较器。还有一点我们需要强调，我们这里两电阻分压的阻值是一样的，因此这个转折电压是负2/2 uset 和正2/2 uset。大家可以调整两个阻值，使得这个转折电压数值发生改变。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讨论的，这个宽度我们叫做滞回宽度。大家经过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滞回宽度是可以通过调整这两个电阻的比例关系来实现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大家看一个关于滞回比较器的实验。这是滞回比较器的实验电路，主要由3个运放构成。第一个运放为电压跟随器，用于消除直流电源的内阻效应。第二个运放构成反向加法器，和这两个输入相加。第三个运放构成的就是滞回比较器。实验有2项内容，一是输入为直流电压，经电压跟随器到加法器的一个输入端，经加法器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以此来观察滞回比较器的输入输出结果。二是用板载的交流信号接入加法器的另一个输入端，经加法器到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以此来观察滞回比较结果。测量时，比较器的输入接虚拟示波器的通道1，比较器的输出接虚拟示波器的通道2。现在从虚拟示波器上看到的波形，就是比较器的输入直流电压和输出结果。此时输入电压为负，并且低于同向输入端的电压，这时比较器的输出为正。现在调节电位器逐渐增加输入电压，可以看到电压逐渐由负变正。当输入电压高于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时，比较器的输出反转，由正变为负。而当输入电压由正再逐渐减小，变为负值，当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再次低于同向输入电压时，输出再次反转，由负变为正。现在将输入改为交流电压信号，黄色的波形
为输入，绿色的波形为输出。可以看到，当交流信号逐渐增大，高于同向电压时，输出由正反转为负；而当输入电压由正逐渐减小，变为负，当它小于同向电压时，输出又反转为正。可见，该电路实现了比较器的功能。下面我们来做一个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器电路，这是一个包含正反馈的质回比较器电路，它们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都画在这里了。那么，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可以发现比较器的电路可以迅速的使得输出跟上输入，但是质回比较器的输出要滞后于输入。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研究质回比较器呢？大家来看这样一个例子。我们生活中检测到的信号可能是带有噪声的，因此如果说我们采用这样异常灵敏的比较器电路，它的输出可能就会是这样一个样子。大家请看，这样一个输出非常不利于我们根据输入来进行控制。但是如果我们用比较好的质回宽度对整个电路进行了调整以后，那么非常有可能就会使得输入信号在负到某一个值和正到某一个值以后，才会使输出发生改变。虽然输出信号比起输入信号有一些滞后，但是它从趋势上来讲，非常好的表现出来了输入信号的变化特征。因此，质回比较器是用来抵御噪声的非常重要的手段。所以，实际上市面上所售的几乎所有的比较器电路内部都包含了质回比较器。有了前面的这些准备知识之后，我们可以正式的来分析如何用运算放大器和储能元件来构成一个脉冲序列发生器了。大家请看，这个电路既包含正反馈电路，也就是一部分输出被反馈回了同向输入端，也包含负反馈电路，也就是一部分输出被反馈回了反向输入端。那么整个这个电路究竟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呢？关于这个内容，我们将在第88讲来进行讨论。大家在目前只需要接受它依然是一个正反馈电路就好了。根据正反馈电路，我们知道它具有虚段的特性，因此这里是没有电流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输出要么是正 U-set， 要么是负的 U-set。我们现在来假设它是正的 U-set， 因此同向输入端就是1/2 U-set。请注意，这时候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不是等电位。由于这里没有电流，因此这就构成了一个一阶 RC 电路。我们一开始分析的时候，不妨假设 UC0 负是等于0的，因此我们把这个电路画出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电路很方便的可以用3要素来求解，也就是 UC0 正是等于0， UC 稳态是等于 U-set， 套是等于 R 乘以 C， 也就是 UC 是等于 U-set 乘以1减去 e 的负 t 比套 ，t 大于等于0。从波形上来看，应该是 UC 从0开始起，逐渐趋向于正的 U-set。但是大家请注意，此时的同向输入端是1/2 U-set， 只要电容电压大于1/2 U-set， 就使得反向输入端电压大于同向输入端。由于整个电路是一个正反馈电路，就会使得输出立刻变成负的 U-set， 同时也就使得同向输入端的电压变成负的1/2 U-set。当然，这依然是一个一阶电路。我们把这个电路画出来，
还可以用三要素来求解。为了求解方便起见，我们不妨假设 UC 达到1/2UZ 的时候为0时刻，因此我们可以写得出来 UC 零正是等于1/2UZ 的 ，UC 的稳态是等于负的 UZ 的，套是等于 R 乘以 C 的。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UC 是等于负 UZ 再加上1/2UZ 再加上 UZ 乘以 e 的负 t 比套，它的波形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们当前是1/2UZ 向着负 UZ 被反向充电，但是由于此时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是负1/2UZ，只要这个电容电压低于负1/2UZ 的时候，就会使得同向比反向高，从而使得输出立刻就翻回了正的 UZ。这就是整个电路的分析过程。接下来我们用一个仿真和一个实验来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样一个电路是如何实现了脉冲序列发生的功能。大家请看，这就是我们用 Multisim 来搭建的一个脉冲序列发生器电路。这个电路和刚才进行理论分析的电路拓扑结构是完全一样的。这是一个运算放大器，这是它的正负供电。那么输出通过2个 EKO 串联分压，有部分的信号回到了同向输入端。类似的，输出通过 EKO 电阻和 E-μ 法电容进行分压，将一部分信号传到了反向输入端。示波器的 A 通道显示电容的电压，示波器的 B 通道显示运算放大器的输出。我们现在来执行仿真。大家可以看到，图中蓝绿色的是运算放大器的输出，它始终是要么正 UZ， 要么负 UZ。白色的是电容电压。大家请看，我们现在通道 A， 也就是电容电压显示的每隔5伏，通道 B， 也就是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每隔10伏。从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当电容电压增大到1半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压的时候，运算放大器的输出电压发生反转。这就和我们理论分析和实验中2个 EKO 电阻分压的结论是一致的。这是一个由运放构成的脉冲序列发生器，运放由正反馈形成质回比较器。RC 电路通过电容的充放电来改变运放反向输入端的电压。用虚拟示波器通道1来观察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也就是运放反向输入端电压的变化。通道2接发生器的输出端，通过改变电阻值来控制电容的充放电速度，从而可以改变脉冲序列的周期。现在看实验波形，黄色波形就是电容两端电压的波形，绿色波形就是输出的脉冲序列波形。可见，当输出为正时，电容开始充电；当电容值变到某一个正值，超过运放的同向输入端的电压时，运放的输出开始翻转。这时，电容开始放电，由正值逐渐减小。当它变为负，并且低于运放的同向输入端电压时，运放再一次翻转，输出为正，从而形成了脉冲序列。在本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下脉冲序列发生电路的周期。在稳态时，整个电路可以分成2个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电容电压从负的1/2UZ 上升到正 UZ， 但是由于质回比较器的作用，使得它只能上升到正的1/2UZ， 就发生了换路。
在这部分中，电容由正1/2U-set 被反向充到负 U-set， 但是类似的，由于质回比较器的作用，它只能被反向充到负1/2U-set 就进行换路。那么我们的输出是在正的 U-set 和负的 U-set 之间进行变化，于是输出就形成了一个脉冲序列的发生器。根据这个公式，我们知道 T 等于2/T 的时候 UC 是等于1/2U-set 的，于是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大 T 是等于2倍 REC 乘以 log3 的。根据这个式子，我们也可以得到当 T 等于大 T 的时候 UC 是等于负的1/2U-set 的，同样也可以得到关于周期的表达式。在结束本讲之前，我们还需要给大家一个定义，也就是占空比的概念。占空比定义为一个脉冲序列大于0值时的时间比上整个的周期时间。当然，有的脉冲序列是0和正值，有的脉冲序列是正值和负值，但是无论如何，它们的定义都是正值时间比上整个周期时间。好了，这一讲就到这里。前面2讲介绍的都是一阶电路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本讲我们介绍能量处理，也就是整流和展波。大家可以惊喜地发现，有了开关，有了能量处理电路，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将能量的各种形式进行变换，比如将12伏的直流变换成5伏的直流。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这里所指的能量的变换形式，主要是从交流与直流之间进行变换。这里面既包括从交流变换为直流，也包括从直流变换为交流，还有在直流的各种电压形式之间进行变换，还有在交流的各种频率之间进行变换。当然，在第4部分，我们可以从交流直接变成交流，也可以先把交流变成直流，再把直流变成交流。在我们这一讲里，主要来讨论如何将交流变成直流，以及如何在直流之间进行变换。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第42讲所讲授的全桥整流器。我们假设所有的二极管都是理想二极管，即半个短路和半个开路，同时假设输入信号是一个正弦波。基于第42讲的讨论，我们知道任何时候只有可能是第1、第4或第2、第3导通，因此电流总是正值，在负载上获得一个正值的电压，它们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电压脉动很大，不能够满足实际的需求。因此，如何改进桥式整流直流电压的性能，就成为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们在第46讲里讨论了电容是具有短时保持电压恒定的性质，因此很自然的想法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全桥整流负载侧施加一个比较大的电容，从而改进负载上 UO 的性能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讨论 US 大于0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第3和第2是开路的，因此可以不考虑它。这时候电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把整个波形画出来，这是没有电容的时候的波形。我们现在假设电容电压在 t 等于0时刻是某一个值，这一段大家可以先不考虑它。我们现在从负载侧来看，它左侧受到了电源电压，右侧受到了电容电压。如果说电容电压是大于电源电压的话，这个时候这2个二极管是打开的，此时是电容给负载供电。一旦电源电压增加到比电容电压大的时候，电源既给电容充电，也给负载供电。
当电源电压达到最大值了以后，电源电压要降低，同时电容也要给电阻放电。我们设置的电容值非常大，从而使得套值非常大，因此整个 RC 一阶放电非常缓慢，这样就使得电源的变化速度比 RC 的放电变化速度要快，从而很快就使得 UC 大于 US， 第一、第四继续保持开路，使得负载还是一个一阶的 RC 放电。接下来我们讨论 US 小于0的时候，我们知道 US 小于0，第一和第四始终是开路的，因此可以不考虑它们。这个时候电流是这样流的，在加入了大的电容值以后，我们来看，在 US 小于0的那个区段里，如果说负的 US 是小于 UC 的话，那么第二和第三是开路的。只有当负的 US 大于 UC 以后，电源才给电容充电，当然同时也给负载供电。此后的过程跟前面的分析是完全一样的了。大家请看，我们这样得到的一个负载电压波形，比起原来的一个脉动很大的波形有2点显著的改进。第一，负载获得的平均电压值增加了；第二，负载上电压的脉动减少了。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在我们的示意图里，这是一条直线，但是大家都知道一阶 RC 放电是一个负指数衰减。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用一条直线来代替那个负指数衰减的曲线呢？由于这个大的电容起到了对电压波形的平滑作用，所以它叫平滑电容。带了平滑电容以后的一阶桥式整流电路，我们曾经在第42讲给大家做过实验，在这里我们重温一下。现在我们做一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桥整流实验，它可以将交流变为直流。这是电路，输入为交流电压，输出是电阻两端的电压，经运算放大器隔离。用示波器分别观察不接入平滑电容和接入平滑电容2种情况下输入和输出电压的波形，通过开关来控制。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不接平滑电容的输入和输出电压波形。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输出是有较大脉动的直流。现在接入平滑电容，可以看到这时输出的波形较为平滑，是较为理想的直流。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直流到直流的变换器，包括升压、降压、升降压等等。我们在一阶电路里只给大家介绍一种降压斩波器。提到降压，很自然的一种想法是，我们用电阻分压，这样不就能够实现降压的功能吗？但是不要忘了，电阻上是需要消耗功率的，这种降压器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那么如果说不能够让电阻始终导通的话，大家可能会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呢？我们让一个开关和电源和负载相连，开关不断的开通和闭合，这样就使得负载上获得了类似于这样的一个直流电压。当然从平均的意义上来讲，它确实是降低了，但是类似于刚才的脉动非常大的直流电压一样，这个负载上的电压也脉动非常大，我们并不喜欢。刚才我们在平波电容那里利用了电容对电压的暂时维持作用，我们在这里是不是能够利用电感对电流的暂时维持作用，设计出这样一个电路呢？也就是说，如果电感值很大，在开路的时候使得电流始终能够流过 RL， 这样就能够保持负载的电压恒定。这种思路可行吗？这种思路是不行的。大家不要忘了，
我们在第48讲里讨论过，电感是不能够随意的把它开路的。大家还记得我们在48讲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吗？对，序流二极管，那就是这样。这就基本构成了一个 buck 展波器。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这样的一个 buck 展波器。请注意，与刚才的电路不同，我们这里用一个 MOSFET 来替代了开关。MOSFET 是电离电子电路中经常使用的开关器件。在分析这个电路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仿真。这个仿真电路和理论分析的电路拓扑结构是一样的，电压源、MOSFET、电感、电阻、二极管。需要指出的是，我们要想使得 MOSFET 在一段时间内导通，一段时间内关断，就需要在 MOSFET 的 G 和 S 之间施加一个方波信号。因此，我们把方波信号的一端接在了 G， 一端接在了 S 上。示波器的 A 通道正端接在 MOSFET 的 G 端，负端接在了 MOSFET 的 S 端。也就是说 ，A 通道显示的是 MOSFET 的驱动信号 ，B 通道正端接到了负载，负端接到了 D 端。我们利用了 Multisim 两通道示波器是隔离示波器的特点，可以同时的显示 MOSFET 的驱动信号和负载的电压信号。下面我们来运行仿真。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线是 MOSFET 的驱动信号，蓝绿色线是负载上所获得的电压信号。B 通道是每隔5伏，也就是说，平均来说，现在负载上获得了5点几伏的电压，相对还比较平滑，这比我们输入的直流电压12伏是降低了，因此这个电路实现了降压展波器的功能。从仿真中大家可以看到，负载上确实获得了比较平滑的直流电压，它的电压值比电源要低。我们现在把仿真的关键波形画出来。虽然我们在仿真中给出的是负载的电压，我们这里给出的是负载的电流，但是由于负载是一个电阻，因此电压和电流就差一个系数。在这个图上，黑色的线是负载上的电流，红色的线是我们给出的 MOSFET GS 之间的控制信号。也就是说，红色线为高电平的时候，整个开关导通；红色线为低电平的时候，整个开关打开。这很自然就把电路划分成了2个部分，我们分别来计算。第一个部分的等效电路是这样的。由于这个时候开关是导通的，在这个二极管上承载的是反向电压，因此这个二极管是断开的，我们在这里不画出来。这个电路是一阶 RL 电路，我们可以用3要素法来对它进行分析。根据这个图，我们知道 I 零正是等于 I1 的。那么 I 稳态值应该是多少呢？是 I2 吗？不是，这一点我们在第50讲里讨论了。0时刻换路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 T-on 时刻还会换路，我们只知道如果说0时刻换路以后，它的稳态应该是 US 比上 R， 套等于 L 比上 R。因此，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 ，I 是等于 US 比上 R， 再加上 I1 减 US 比上 R， 乘以 e 的负 t 比套的。这是第一个时间段0到 T-on 之间的电路以及分析过程。第二个时间段，从 T-on 到大 T， 或者说 T-on 到 T-on 加 T-off 这个时间段， MOSFET GS 之间加的是低电平，因此这里是开路，序流二极管工作，整个等效电路是这样的。我们假设二极管是一个理想二极管，也就是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电阻的，这依然是一个一阶 RL 电路，我们可以用3要素法来对它进行分析。也就是说 ，I-T-on 正是等于 I2 的，I 稳态
是等于0的，套是等于 L 比上 R 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 I 等于 I2 乘以 e 的负 t 减 t on 比上套。这两个方程各有一个未知数 I1 和 I2。类似于此前第50讲和第52讲我们的分析，可以知道求解这样方程的关键是它们已经进入了稳态，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电路来说 t 等于 t on 的时候，这个电流是等于 I2 的。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是 t 等于 t on 加上 t off 的时候，这个电流是等于 I1 的。根据这两个方程，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 I1 的数值和 I2 的数值了。求解出了这两个数值，整个电路就分析完成了。也许你觉得刚才的分析还是太数学化，那么我们现在用工程师更习惯接受的方法来分析这个电路。我们假设这个电感足够的大，因此就使得这个电流接近是一个常数。由于电流是一个常数，因此负载上的电压也是一个常数。接下来我们在 MOSFET 导通和关断的这两个子电路里来分别分析这样一个电路。第一个子电路是这样的，第二个子电路是这样的。如果说这个电路进入了稳态，那么我们一定知道，对于电感这样的一个储能元件来说，它在一个周期内吸收的总能量一定等于发出的总能量。我们看，在子电路1中，电感是吸收能量的；子电路2中，电感是发出能量的。我们来计算一下，在子电路1中，电感所吸收的能量。如果要算电感的吸收，我们就需要将电感设为关联的电压电流参考方向，就是这么来取。因此，它等于 US 减去 U 乘以 I 再乘以 T on。在第二个子电路里，如果说我们要想计算电感发出的能量，那就需要这样来设非关联的参考方向。于是我们知道，把这两个方程联立进行求解，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U 是等于 US 乘以 T on 比上大 T 的。这个 T on 比上大 T 就是我们在第53讲里定义的占控比。从这个式子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由于占控比一定是0到1之间的一个数值，因此输出电压总比输入电压要低，而且我们可以通过调整 MOSFET 的占控比来改变输出电压的大小。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个仿真。在刚才进行的那个仿真里，我们把输入的12伏变成了输出的大概5伏多一点。我们来看看此时 MOSFET 驱动的占控比是什么。大家请看，占控比是 50%。我们不妨把它改一下，比如变成 20%。我们再来运行一下仿真。这个时候，输出电压就降低了。类似的，我们把占控比变成 80%， 运行仿真。大家请看，现在输出电压就接近了10伏，因此占控比正比于输出电压的平均值。我们在这一讲里学习了如何从交流变成直流，并且利用平波电容来改善直流电压的性能。我们也学习了如何用电感和开关来将高的直流电压平滑地转变为低的直流电压。在以后的动态电路学习中，我们还会学习更多的电力电子电能变换的技巧。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课程里动态电路时域分析中比较特殊的几讲，我们分别讨论单位接跃函数以及单位接跃响应、单位冲击函数、单位冲击响应和卷积积分。这几讲可以把它放在1阶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之后，也可以把它放在2阶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之后来进行。
那么首先我们要讨论一件事儿，为什么要有这 A1 到 A4 这4讲的内容呢？我们来看，抽象的说，我们假设这个电路只有一个机理，而且是一个电压源，我们不妨设它是 ET， 这里面的 E 是 excitation 激励的意思。那么这个网络里面呢，可能包括了电阻、电容和电感，当然也可能还有很多受控源构成的复杂的动态电路。那在我们此前讨论的一阶电路或者二阶电路的时域分析里面，我们一般来说认为这个是一个直流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电容是开路的，电感是短路的。我指的是稳态的时候。但是我们在电气工程中所见到的激励不仅仅是直流，那么另一种非常常见的激励是正弦。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将在动态电路的正弦稳态分析里进行详细的讨论。具体来说，大家学完第64个知识点以后，就可以非常简明的知道对于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解了。因此这也不是难度。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是一个周期性的正弦，对于这种激励作用下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事实上它的难点主要在于稳态解。那么我们将在第90讲来详细的讨论周期性非正弦激励作用下动态电路的稳态解。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实际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如果一个激励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它从2秒开始起到3秒结束，它的这个表达式是 E 的 t 减1的形式。对于这样的激励来讲，包含 RLC 和受控源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用我们此前的工具就无能为力了。我们这 A1 到 A4 这4讲最终构成的卷积积分，就可以帮助大家来求解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激励作用情况下动态电路的时域解。大家也可能觉得这样一个激励是你老师为了追求效果特别编出来的一个激励，不具有说服力。那么事实上来讲，比如说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就是我现在说话的这个语音是一个激励，应用在我的麦克和声音处理电路上，比如说声音处理电路中某一个电容上的电压的响应是什么？对于这样一个也不是周期，也没有任何规律可言的语音信号所对应的响应是什么？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用卷积积分进行求解。也就是说，大家熟悉和掌握了 A1 到 A4 的全部内容以后，你就有把握宣称，对于任意激励作用下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你都会做了。好，接下来我们先从简单的内容开始。首先，我们需要定义单位阶跃函数。我们把单位阶跃函数称作 epsilon。所谓的单位阶跃函数是指的这样一个函数，它是非连续的，它在小于0的时候是等于0的，它在大于0的时候是等于1的。那么把它的函数图像画出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呢，不妨对这个单位阶跃函数做一个物理的解释。大家请看这个图像，它就像在 t 等于0的时候，这个函数上了一个台阶一样，所以它叫阶跃函数。而这个台阶的高度呢是1，所以它叫单位阶跃函数。那么有的同学可能会纠结，在 t 等于0的时候 ，epsilon t 等于什么呢？从我们这个定义式里并没有给出任何解答，在不同的教材里，这一点有不同的定义，在这里我们就不仔细讨论了。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往往感兴趣的是 t 大于0正以后的数值，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
t 大于0正以后 epsilon_t 是等于1，对于求解电路就没有任何问题了。那么有了 epsilon_t 这么一个概念以后呢，有一个潜在的好处，就是电路换路的表达就可以变得比较简单了。我们可以举2个例子。对于这样一个例子来说 ，N 是包含 RLC 和受控元的一个动态电路，在换路之前，整个这个电路接地了啊，也就是说所有能量储能元件的能量全部都被消耗光了，这是一个零状态的电路。那么在0时刻的时候，开关向上合闸，由独立电压源对电路供电。这当然是一种由单刀双致开关来控制的一个电路的换路过程。在知道了 epsilon_t 的定义以后，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这里往左，把整个的这个开关和这个电源统一的等效成一个电压源。这个电压源的电压值是什么？请大家想一想。很好，它就是 US 乘以 epsilon_t。大家可以发现了吗？在 t 小于0的时候，这个电压值为0，就相当于这是一条短路线。在 t 大于0的时候，这个电压值为 US， 就相当于 US 给负载供电。所以下面这个电路就等效为上面这个电路，也就是印证了我刚才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 epsilon_t 来简化表达某种电路的换路。类似的 ，t 小于0的时候，电流源是被短路着，那么 t 大于0以后，电流源给动态电路供电。我们也可以从网络往左看，把整个左边这部分电路等效成一个电流源，而这个电流源是 IS 乘以 epsilon_t。那么这二者是等效的。除了 epsilon_t 的定义之外呢，我们还经常会来表达 epsilon_t 的延时，也就是说，在 t 小于 t0的时候，这个函数值总是0；在 t 大于 t0以后，这个函数值突然的变成1。我们管这种函数叫做单位阶跃函数的延时，把它表征成为 epsilon_t 减 t0。这一点就是大家在中学阶段学习的一个函数的延时啊。我们在这里假设这个 t0是正值，减一个正值的延时，就相当于往右移动了 t0。那么类似的 epsilon_t 减 t0的定义就是 t 小于 t0的时候是0， t 大于 t0的时候是1。有了 epsilon_t 和 epsilon_t 减 t0的概念以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方便的用 epsilon_t 和 epsilon_t 减 t0来表示某些特殊的函数。大家请看，我们接下来举2个例子。这是一个窗函数 ，t 小于0的时候是0， t 在0到 t0之间是1，大于 t0的时候又变成0。那么我们怎么用 epsilon_t 和 epsilon_t 减 t0来表示这个窗函数呢？大家请看，我们不妨设这个函数是由2个函数相加构成的。第一个函数就是 epsilon_t， 当然这个函数和原来的 ft 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的不一样之处主要是 t 大于 t0以后，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函数，和原来的那个函数来中和，这二者之和就是原来的窗口函数 ft。那我们现在来琢磨一下，这个函数是什么呢？它就是 epsilon_t。那这个函数是什么呢？这个函数是 epsilon_t 减 t0的负值，所以是负的 epsilon_t 减 t0。于是我们就知道了，这个 ft 是等于 epsilon_t 减去 epsilon_t 减 t0的。这个结论很重要，我们会在以后的讨论中反复用到。接下来我们讨论更复杂的一个函数，在0到1之间，这是一个斜率为1的直线，大于1以后，这是一个水平的直线，它的高度是1。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函数呢，我们有几种不同的看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认为它是这样一个函数，
再加上这样一个函数。那这个绿线的函数是什么呢？它不就是刚才的那个0到1之间的这个矩形的函数乘以 t 吗？因此，根据我们刚才的知识，知道这个绿线的函数是 t 乘以 epsilon_t 减去 epsilon_t 减1，只不过把刚才的 t0这里换成了明确的1而已。而这个蓝色的函数是什么呢？很明显，它是 epsilon_t 减1。因此，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红色的 ft 它等于 t 乘以 epsilon_t 减去 epsilon_t 减1，再加上 epsilon_t 减1，这是这种观点。接下来呢，我们用另一种观点来重新的看待这样一个函数。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看成是这样一条线。当然，它在 t 大于1以后跟原来的函数就不一致了。那么为了使得它能够一致化，我们需要在 t 大于1以后叠加上另外一个函数。这个函数应该是向下的，而且斜率为1。这二者之和使得它的斜率为0，也就是说函数值保持不变。那我们来看这个函数对应着什么呢？很显然，它是 t 乘以 epsilon_t。那这个函数是什么呢？这个函数就是 t 乘以 epsilon_t 往右延时了1以后，再加上一个负值，所以它是负的 t 减1乘以 epsilon_t 减1。请注意，这个函数往右延时1，就意味着所有带 t 的部分都减1。所以根据这种观点 ，ft 同样的可以写成 t 乘以 epsilon_t 再减去 t 减1乘以 epsilon_t 减1。大家不难验证一下，这两种表达方式实际的结果是一样的。好，接下来我们利用单位阶跃函数的概念来求单位阶跃响应。需要强调的是，单位阶跃响应是指的单位阶跃函数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也会在后续几讲中反复强调。当然，这个题给出的就是零状态，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对于这个题来讲呢，它是一个 RC 的一阶，而且它的电路拓扑是 RC 和激励的串联，因此我们很容易用三要素就可以求得出来 ，UC 的稳态是等于1，UC 的0是等于0，套是等于 R 乘以 C。那么 I 的稳态是等于0，I 的零正等于 R⁻1，套是等于 R 乘以 C。所以我们很容易能够写得出来 ，UCT 是等于1减 E 的负 t 比 RC，t 大于0正 ，I 是等于 R⁻1 E 的负 t 比 RC，t 大于0正，这就完成了单位阶跃响应的求解。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同样也可以利用 epsilon_t。来把这样的表达式进行简化，写成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 ，UCT 可以写成1减 E 的负 t 比 R 乘 C 乘以 epsilon_t 的形式 ，I 把它写成 R⁻1 E 的负 t 比 R 乘 C 乘以 epsilon_t 的形式。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就是如果我们把一个支路量，比如电流，表示成 E 的负 t 乘以 epsilon_t， 和我们把这个支路量表示成 E 的负 t，t 大于0正，这两种形式有什么区别吗？好，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 A2 讲，我们来讨论单位冲击函数。在介绍单位冲击函数之前呢，我们先要讨论一下单位脉冲函数。所谓的脉冲呢，就是突然之间有，然后又突然之间消失的这样一种函数。比如说是这样的一个函数，它在0之前一直都是0，那么它在0的时候突然变成了德尔塔分之1，在
0到德尔塔之间的时候，一直保持德尔塔分之一，然后从德尔塔开始起，又突然的变成0，此后一直保持0。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脉冲函数。那么为什么它叫单位脉冲函数呢？是因为整个这个脉冲窗的面积是德尔塔分之一乘以德尔塔是等于1的，所以它是一个单位脉冲函数。利用 A1 讲所讨论的知识，我们就知道这样一个单位脉冲函数用 Epsilon-t 的形式就可以写成 Pt， 这里面的 P 是 pulse 的缩写的意思，是等于德尔塔分之一 Epsilon-t 减去 Epsilon-t 减大德尔塔的。当然，很显然，把这个式子一般化来讲，可以知道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对 Pt 做积分的值是1，也就是说它的面积是1。那么接下来，基于这样一个单位脉冲函数，我们来看一看，如果说需要保持它整个这个脉冲窗的面积始终是1，也就是保持它的单位性，但是呢，这个脉冲窗的宽度在不断的变窄，比如说变成2分之大德尔塔的话，那很显然它的高度就需要变成原来的2倍，于是它的高度就要变成德尔塔分之2，它就变成的又细又长的一个窗函数。当然，如果我们可以继续进步，把它变成4分之大德尔塔，那么整个这个函数就会变成这样一个形式，它的高度就会变成大德尔塔分之4。随着我们德尔塔越变越小，整个这个窗的面积保持不变的这个情况下，整个这个函数就会变得越来越尖。那么当德尔塔趋向于0的时候，这个函数的极限就成为了我们所谓的单位冲击函数。下面我们来进行一下推导。首先，我们依然要回忆一下单位脉冲函数的表达式 ，Pt 是等于德尔塔分之一乘以 Epsilon-t 减去 Epsilon-t 减大德尔塔的。而这个 Pt 的性质是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对 Pt 做积分是1。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让大德尔塔趋向于0，也就是说让大德尔塔分之一趋向于无穷，它依然能够保证在负无穷到正无穷的区间内 Pt dt 是等于1的。那么取了这样的一个极限以后，我们就会使得 Pt 函数就变成了单位冲击函数，我们称之为德尔塔 t。对德尔塔 t 的定义是这样的：德尔塔 t 有2个属性。首先，德尔塔 t 在 t 小于0和 t 大于0的时候都是0值，当然 t 等于0的时候是无穷大值。除此之外，为了表征它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做积分是1的一个属性，我们需要给出德尔塔 t dt 的积分是1。这2个属性合在一块儿，给出了关于单位冲击函数的完整定义。那么用图形来表示，在 t 轴上，如果说是德尔塔 t 的话，那也就是在不等于0的时候都是0，在等于0的时候是一个无穷大的值。那么我们无法表现出无穷大的值，我们只能画一个向上的箭头，在旁边注明一个1的数值。这个1的数值是指的它的积分值是1的意思。除此之外，我们对于这个积分还可以进行一点讨论。我们知道，对于德尔塔 t 来讲，只有在0时候取得非0值，因此这个积分也可以写成从0负到0正对德尔塔 t 的积分是1。接下来我们讨论几个关于单位冲击函数的性质。首先是它的延时性质。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单位冲击函数发生在 t 等于0的时候，当然实际上并不一定。在这里，德尔塔 t 减 t0 表示着整个这个函数向右移动了 t0，我们这里 t0是大于0的一个数值。对于这样的一个函数图形，可以写出它的表达式是这样的
德尔塔 t 减 t0是等于0，当 t 不等于 t0的时候，然后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对德尔塔 t 减 t0做积分是等于1。当然，这个积分是类似于此前，也可以写成从 t0 负到 t0 正对德尔塔 t 减 t0做积分是等于1的。除了平一性质以外呢，我们还要讨论其他的几个性质。比如，我们来看一个函数乘以德尔塔 t 会发生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函数画出来。我们假设这个函数在 t 等于0的时刻是连续的。我们也把德尔塔 t 画出来。对于德尔塔 t， 我们知道，凡是在 t 不等于0的时刻，它都是0，而且这个表达式是一个乘值，所以整个这个表达式在所有 t 不等于0的时刻全是等于0。那么在 t 等于0的时刻，我们假设这个函数是连续的，于是它是等于 f0， 因此这个函数表达式可以写成是 f0 乘以德尔塔 t。这个表达式很重要，请大家务必记住。那么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结论带到 ft 乘德尔塔 t 从负无穷到正无穷做积分，把这个式子带到里面去，我们可以发现 f0 是一个恒定值，因此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就等于 f0。这个结论也很重要。刚才的讨论是基于德尔塔 t 的，有了单位冲击延时的概念以后，我们同样可以得到 ft 乘以德尔塔 t 减 t0是等于 ft0 乘以德尔塔 t 减 t0的。类似的，从负无穷到正无穷 ft 德尔塔 t 减 t0，把这个结论带进来，经过一番推导，可以知道是等于 ft0的。作为本讲的最后，我们简单推导一下单位冲击函数和单位阶跃函数的关系。这两个函数的图形我们把它写在这里了。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把0这个时刻分成了0负和0正，0负和0正。我们来看一看，对于单位冲击函数来讲，从负无穷开始起做积分，积分上限取不同数值时，它所得到的结果是什么？首先，我们来讨论 t 如果说是小于0负的情况下，那在这种时候，对德尔塔 t 做积分是从负无穷到 t 对德尔塔 t 做积分。很显然，由于 t 小于0负，德尔塔在所有不等于0的时候都是0，因此这个结果是0。第二个，在 t 等于0正的时候，那么从负无穷到0正德尔塔 t dt 做积分，那么这个表达式它就等于从0负到0正德尔塔 t dt 做积分。根据此前几页的讨论，我们知道它是等于1的。第三 ，t 大于0正以后，那么从负无穷到 t 德尔塔 t dt 做积分是等于从负无穷到0正德尔塔 t dt 再加上从0正到 t 德尔塔 t dt 做积分的。这一项我们知道是1，这一项由于 t 大于0正以后，所有的德尔塔 t 数值都是0，所以它是0，因此它始终等于1。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积分结果，对德尔塔 t 做积分，当 t 小于0负的时候，积分值始终是0。随着 t 值从0负变成0正，这个数值从0变成了1，大于0正以后，这个数值始终保持是1。大家发现了吗？这个表达式恰巧就是单位阶跃函数的表达式。t 小于0负的时候始终是0，t 变成0正的时候突然变成1，大于0正的时候始终是1。那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从负无穷到 t 对德尔塔 t 做积分是等于 epsilon t 的。把这个过程反过来，可以发现
对 epsilon t 求导是可以得到德尔塔 t 的。关于这一点，有的同学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因为我们在微积分里学过，一个函数有导数的前提是这个函数是连续函数。那么 epsilon t 在这个点是不连续的，我们怎么能够谈它的导数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两种解释。首先，从数学的角度来说，大家未来也许会学一门课程，叫做一般函数，或者说泛函数。在这门课程里，一个不连续的函数也是可以有导数的。那么其次呢，在物理世界或者说电路的世界里，我们看从零负到零正有一个单位的阶跃的话，我们知道导数是描绘变化率的。那么对它进行求导，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一个无穷大的变化率，那么也可以体现成为一个它的导数是无穷大的数值。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 A3 讲，我们来讨论单位冲击响应。我们定义的单位冲击响应，就是在单位冲击函数德尔塔 t 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为什么一定要定义零状态响应呢？这个问题我们留待第 A4 讲来讨论。大家在这一讲里只要接受这个定义就好了。我们将用3个例题来讨论如何求单位冲击函数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那么首先这个例题是很简单的，一个单位冲击的电流源给一个零状态的电容供电，我们需要求这个电容的电压和流过电容的电流，电压和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对于单位冲击响应，我们会给大家介绍3种求解方法。首先，第一种求解方法我们称为零负到零正求积分。这种方法是我们列写这个电路的微分方程，然后对于这个方程从零负到零正求积分。我们具体来看这个电路。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我们知道 IC 是等于德尔塔 t 的，是等于 C 抵 UC 抵 t 的。这是这个电路能够列出来的唯一的一个方程。对于这个方程，我们把它在零负到零正做积分，就得到零负到零正对德尔塔 t 求积分等于 C 乘以零负到零正对抵 UC 抵 t 做积分。这里面抵 t 抵 t 消掉了，整个这一项就变成了 UC 零正减 UC 零负。而我们又知道这是一个零状态，所以这一项是0。对于左边来讲，在此前的讨论中我们知道这个积分项是1，因此我们就知道了1等于 C UC 零正，于是我们就知道 UC 零正是等于 C 分之1的。对于这个题来说呢，它很特殊，就是只有在零负到零正期间，这个电流源有一个无穷大的数值。那么大于零正以后，这个电流源就变得开路了。也就是说，这个 UC 零正在大于零正以后，就始终保持这个数值。那因此，它的波形应该是这样的：小于0的时候应该是0，在0的时刻突然变成了 C 分之1。那么很显然，刚才我们知道了 IC 是等于德尔塔 t 的，所以它的波形是这样的。那我们利用这个结果来探讨一下，这样的一个单位冲击函数对于这样一个电容来讲带来了什么呢？它零负的时候电压是0，零正的时候电压突然跳变成了 C 分之1，这就意味着 QC 的零负是0，QC 的零正是 C 乘以 C 分之1是等于1。对于这个题来讲，这个单位冲击函数就是把单位电荷在零负到零正的那一瞬间搬移到这个电容的上下极板上，这就是我们对单位冲击函数一个物理的解释。第二种方法我们称作观察法。我们知道
电容上电压和电流的积分关系是这样的 ：UC 零正是等于 UC 零负再加上 C 分之一从零负到零正对 IC 做积分的。那么由于是零状态，所以这一项始终是零，没有问题。我们现在就需要知道，在零负到零正期间，这个 IC 是否是有冲击的。如果是有冲击，那么就用这个式子来计算；如果没有冲击，那么这个积分项也是零，所以 UC 零正也等于零。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知道在零负到零正期间 IC 是否有冲击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就类似于此前讨论非线性电阻电路的分段线性法的时候那样，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假设然后来检验。我们假设什么呢？我们假设在零负到零正期间，这个 IC 是没有冲击的，也就是说，这个 UC 是能够保持在零负到零正期间恒定的特性的。由于 UC 零负是等于零的，那么根据我们的假设，在零负到零正期间要保持零值恒定，那也就是一个零值的电压源。于是整个电路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这个电路里面 IC 很容易求得出来，是等于德尔塔 T。于是我们的假设就是错误的，在零负到零正期间 ，IC 是有一个冲击值的。那么根据这个表达式，我们可以知道 UC 零正是等于 C 分之一零负到零正对德尔塔 T 做积分是等于 C 分之一的。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跟第一种方法一样的一个结论。当然了，通过这样的假设，我们也可以得到跟第一种方法一样的对 IC 的结论。这是第二种方法。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种方法。我们对单位接跃响应求导。为什么我们求导单位接跃响应就能够得到单位冲击响应呢？我们需要推导一下。对于这样一个零状态电路来讲，单位接跃函数作用下得到的响应，我们假设是 ST 的话，那么单位冲击函数作用下所得到的响应，我们假设是 HT。我们知道德尔塔 T 是 Epsilon T 的导数，我们想要知道 HT 是不是 ST 的导数。现在我们来推导，我们依然利用这样一个单位脉冲函数，类似于 A2 讲的讨论，我们把这样一个单位脉冲函数拆成两个单位接跃函数之和，于是很容易的写得出来 PT 是等于德尔塔分之一乘以 Epsilon T 减去 Epsilon T 减大德尔塔的。那么 PT 就是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它得到的响应，我们假设是 HPT 的话，由于整个系统是一个零状态的，我们根据第51讲所讨论的内容，知道这个系统是一个线性系统，也就是说，两个激励作用下所得到的响应是这两个激励的响应之和。因此 Epsilon T 作用得到的响应是 ST， Epsilon T 减德尔塔得到的响应是 ST 减德尔塔。当然，它们乘以一个系数以后，响应也要对应的乘以一个系数。于是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和这样的形式。也就是说，这个窗函数的响应就是这个。那我们知道了，这个单位脉冲函数当德尔塔趋向于零的时候的极限就是单位冲击函数德尔塔 T。那么很显然，这个 HPT 当德尔塔趋向于零的时候的极限就是单位冲击响应。因此有这样一个结论。我们把这个式子带到这个结论里面去，你就会发现可以写成这样的样子。这是什么呢？这不就是一个标准的对 S 求导的一个表达式吗？因此我们就可以写成 HT 是等于 ds dt 的。这就验证了我们的猜想。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能够求得出来单位接跃响应 ST 的话，对这个单位接跃响应求导，就可以得到单位冲击响应 HT。那么具体回来，对于这个题来说，我们要求单位接跃响应的话，就需要把整个电路换成这样的。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IC 是等于 Epsilon_t 的，我们也可以知道 UCT 是等于 UC 零负再加上 C 分之一零负到 t IC 底套的，当然是零状态，所以这一项是零。把这一项带到这里面去，我们就可以方便的求出来，它是等于 C 分之 t Epsilon_t 的。那好，整个这两个是我们求得的 ST。现在我们要求 HT 了，那我们首先要求 ICHT 是等于对 Epsilon_t 求导，很显然它是德尔塔 t。接下来我们要求 UC 的 HT， 是要对上面这个 t 比上 c 乘以 Epsilon_t 来求导。注意，这个表达式里面有两个带 t 的项，因此我们要用分布求导，于是就可以写成两项之和，也就是 C 分之一 Epsilon_t 再加上 C 分之 t 乘以德尔塔 t。对于这一项来讲，它就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 Ft 乘以德尔塔 t。大家还记得等于什么呢？等于 F0乘以德尔塔 t。这里面的 F0就是0，所以这一项是0。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等于 C 分之一 Epsilon_t 的。大家不妨把这个结果和此前那页的结果进行比对，你就会发现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接下来我们用这三种方法来同时求解稍微复杂一点的电路。这个电路依然有一个单位冲击电流源，依然有一个零状态的电容，只不过呢，比刚才复杂之处是多并联了一个电阻 R。我们首先用零负到零正求积分的方法。那么要想列写这个电路的方程，势必要在这个节点上列写 KCL。因此我们就知道了 C 底 UC 底 t 加上 UC 比上 R 是等于 IS 等于德尔塔 t 的。这是我们关于这个电路能够列出来的唯一的一个方程。把这个方程从零负到零正求积分，我们就知道 C 乘以零负到零正的积分底 UC 底 t 底 t， 再加上 R 分之一零负到零正对 UC 做积分，等于零负到零正对德尔塔 t 做积分。我们知道这个项一定是1。类似于此前的讨论，由于这是一个零状态，我们肯定也知道它是等于 C 乘以 UC 零正的。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一项。这一项是什么呢？关于 UC 这个函数从零负到零正做积分。在这里我们需要稍微思考一下，有可能 UC 这个函数在零负到零正是一个无穷大值，具体来说就是一个冲击函数值吗？大家不妨想一想，是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 UC 是一个无穷大，或者说是一个冲击函数的话，那么 IC 底 UC 底 t 就是比这个冲击函数变化更剧烈的一个函数。而我们在电路里面是不描述这样对德尔塔的求导的。我们所能够接受的最快的变化，就是像上一个例子里那样，由德尔塔导致的单位电荷的搬移，使得电容的电压能够发生瞬时的跳变。当然，类似的电感的电流也可能发生瞬时的跳变。也就是说，在实际的电路中 ，UC 是可能跳变的，或者 IL 是可能跳变的，但是 UC 和 IL 不可能是一个无穷大的值。那么也就是说，在零负到零正期间，这是可能会跳变的，但是它的积分面积肯定是0。因此，我们就有了 UC 零正是等于 C 分之一的。那么大于零正以后呢，整个这个电流源就相当于一个零值电流源，就是开路了。这个电路就变成了一个零输入电路。需要说明的是，这个电路的作用状态是 t 大于零正以后。那么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很容易用三要素可以求得出来 ，UCT 是等于
c 分之一 e 的负 t 比 r 乘以 c t 大于0正 ，ICT 是等于负的 rc 分之一 e 的负 t 比 r 乘 c t 大于0正的。到这个地方，我们并不能说求解完了。对于这个题来讲，这两个表达式仅仅是 t 大于0正，而在0负到0正期间，我们知道 uc 从0值跳变成了 c 分之一。利用电容上电压电流的微分关系，我们知道 IC 是等于 c 底 uc 底 t 是等于德尔塔 t 的。所以我们可以画出来电容电压的波形，是从0值开始起，跳变到了 c 分之一，然后以负指数的方式衰减为0。而 IC 呢，是在0的时刻有一个单位冲击函数，到0正了以后呢，是从负的 rc 分之一负指数衰减为0。这就是我们通过0负到0正积分所求得的结果。第二种方法是观察法，我们假设从0负到0正的时候，电容电压保持恒定，也就是一个短路线。我们来看，对于这个题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等效电路。很显然，在这个电阻电路里面，我们知道 IC 是等于德尔塔 t 的，因为它把整个电阻短路了，所有电流都流过它。那也就是说，我们假设错了，因此 uc 0正是等于 c 分之一 IC 底 t 是等于 c 分之一的。那么这个分析跟我们刚才的讨论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样的。那么 t 大于0正以后，这依然是一个零输入响应，它整个分析过程跟刚才是完全一样的，我们就不赘述了。对于第三种方法来讲，我们需要求单位阶跃响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画出它的单位阶跃电路来。我们知道 uc 的无穷一定是等于 r， 于是就可以写得出来 uct 是等于 r 乘以 e 减 e 的负 t 比 r 乘以 c 乘以 epsilon t 的。那么类似的 IC 0正应该是等于1的， IC 的无穷应该是等于0的，所以 ICT 应该是等于 e 的负 t 比 r 乘以 c 乘以 epsilon t 的。这两个表达式就是单位阶跃响应的 ST。我们需要用 HT 等于 ST 的导数来求解 UC 和 IC 的单位冲击响应。我们分别来求 UCT HT 是等于 R 乘以1减 e 的负 t 比 r 乘 c epsilon t。大家可以发现，这依然是两个带 t 的函数，我们需要分别来求导。前一项是等于什么呢？前一项是等于 c 分之一 e 的负 t 比 r 乘以 c epsilon t， 后一项是等于 r 乘以1减 e 的负 t 比 r 乘以 c 乘以德尔塔 t。这又是一个 ft 乘以德尔塔 t。对于这个函数来讲 ，f0 是0值，所以它等于0。于是 uct 的单位冲击响应就是这个表达式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求 IC 的单位冲击响应，它是 ICT 是等于对 e 的负 t 比 rc epsilon t
求导，它是2个带 t 的函数，于是我们分别写出来，是等于负的 rc 分之一 e 的负 t 比 rc 乘以 epsilon t， 再加上 e 的负 t 比 rc 乘以德尔塔 t， 这又是一个 ft 乘德尔塔 t， 它等于 f0 乘德尔塔 t， 而这个函数的 f0 是1。于是对于 IC 来讲，它的单位冲击响应就是德尔塔 t 再加上负的 rc 分之一乘 e 的负 t 比 rc 乘 epsilon t。 大家不妨把这3种方法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把第一种方法二者之和相加，就是第3种方法。所以这3种方法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从求解角度来讲，第2种方法毫无疑问是最简便的。如果说你想用第3种方法，那么势必在利用 ST 来求 HT 求导的时候，需要带着 epsilon t， 也就是说在全时间轴上进行求导，而且求导的过程中经常要利用到 ft 乘德尔塔 t 等于 f0 乘德尔塔 t 这样一个特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2阶的例子。你可能会觉得求解2阶的单位冲击响应是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呢？同样的，你也可以列出方程，从零负到零正求积分。你也可以求2阶的单位阶跃响应，对于2阶的单位阶跃响应，在全时间轴上求导数。这2种方法我们留给大家作为课后的思考题。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用观察法。回忆一下观察法，我们假设电容在零负到零正期间具有保持电压恒定的能力，假设电感在零负到零正期间具有保持电流恒定的能力，而由于我们所分析的电路又都是一个零状态电路，因此我们的假设是在零负到零正期间，电容是一个零值电压源，也就是短路，电感是一个零值电流源，也就是一个开路。因此在零负到零正期间的时候，这个电路实际可以等效成为这样一个电路。很显然这是一个开路，对于这个开路来讲，我们能求出来 UL 是等于德尔塔 t 的， IC 是等于0的。因此我们分别用电感和电容的 UI 积分关系式就可以知道， IL 的零正是等于 IL 的零负再加上 L 分之一零负到零正对 UL 做积分。由于这是一个零状态，所以它是零值，就等于 L 分之一等于25安。类似的 UC 零正是等于 UC 零负再加上 C 分之一零负到零正对 IC 求导。由于这是一个零状态，所以它是零值，又由于刚才的分析 IC 在零负到零正期间也是0，所以整个这个函数都是0，也就是说 UC 零正是0。那么在 t 大于零正以后，整个这个单位冲击电压源就是一个零值了，于是这个电路就变成了这样一个 RLC 串联的零输入响应。我们知道 UC 零正等于0，我们也知道 IL 零正是等于25安。关于这个题如何判断它是过阻尼、欠阻尼、临界阻尼还是无阻尼，以及在给定初值的情况下如何求解出 UC， 这是2阶电路的主要内容，我们在这里就不赘述了。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可以发现，观察法可以适用于求解1阶、2阶乃至更高阶的单位冲击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 A4 讲。我们在从 A1 讲到 A3 讲的辅助准备完成之后，今天终于迎来了这一部分最关键的一个概念——卷积积分。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为什么需要卷积积分，
以及有了卷积积分以后，我们能够实现怎样的功能。首先，我们需要重温一下零状态响应的重要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51讲进行过讨论。我们来看这样一道题，这是一个电压源、电阻和电容串联的电路，电容电压的初值为0，也就是零状态。我们感兴趣的支路量是 UC。那么应用三要素很容易求得出来，当激励是 US 的时候，响应是。那么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下，当 US 变成原值的2倍以后，同样的利用三要素，我们很容易的知道，响应也变成了原来的2倍。类似的，如果说激励变成了2个激励之和的话，我们也是利用三要素，很容易知道响应也是原来2个响应之和。这说明了什么呢？第二个性质说明的是线性的其次性，第3个性质说明的线性的可加性。也就是说，对于零状态来讲，这个电路的激励和响应之间是具有线性关系的。这一点对于我们今天的讨论来讲非常重要。接下来我们的所有讨论都基于整个电路是零状态的。如果这个电路是非零状态，也就是 UC 或者 IL 有初值，那么我们将把它拆开，先求其零输入响应，再求其零状态响应，然后再求其全响应。这一点我们也在51讲进行过讨论。接下来我们假设这个电路是零状态的，但是呢，这个时候的激励已经不是一个直流电压源，而是任意的激励 excitation 了。比如它就是这样一个任意的波形，这就是我在 A1 讲里讨论的，这就可能是一个任意波形的激励，比如我现在说话的声音。那么我们怎么求这个激励在零状态电路中的响应，也就是说这个 UC 呢？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时间上进行划分，也就是说我们把整个感兴趣激励的时间轴从 t 等于0开始起，划分成若干个离散的小段，每一段的长度是德尔塔 tau。当然，这个德尔塔 tau 的长度是随着我们计算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计算能力越强，这个德尔塔 tau 就越小。我们认为在每一个时间段之间，也就是说从0到德尔塔 tau 之间，这个激励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值。从德尔塔 tau 到2倍德尔塔 tau 之间，这个激励是另一个恒定不变的值。于是呢，整个这个激励就可以看成是若干个脉冲函数以及脉冲函数的延时之和。怎么来理解这件事呢？大家请看，这样一个若干个具有平顶的波形是可以近似原来那个激励的，只要我们的德尔塔 tau 足够小就可以。那么如何看待这若干个具有平顶的波形呢？我们不妨把第一个平顶单独摘出来，当成一个脉冲波。比如说就是这样，这个脉冲波早在我们第 A1 讲就对它进行过讨论。那么第二个平顶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延时的脉冲波，延时了德尔塔 tau。当然这2个脉冲波的高度是不一样的，一直到 dk 个脉冲波，我们认为它延时了 k 倍德尔塔 tau， 当然它的高度也跟此前的是不一样的。于是我们就用时间轴离散的方法，把整个的激励看成了若干个平顶的波形，然后再将这若干个平顶的波形看成了若干个延时的脉冲波。由于在零状态响应时，输入输出关系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整个电路的激励是若干个延时的脉冲波的话，那么整个电路的响应是这若干个延时脉冲波所得到的响应之和。整个这个流程我们在第 A3 讲已经进行过讨论了。那么我们在今天呢，把整个这个过程，当德尔塔 tau 趋向于0的时候取一个极限，就得到了所谓的卷积积分。通过卷积积分就可以求任意激励作用下电路的响应了。这就是整个我们后面推导的思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详细的推导卷积积分的过程。对于一个线性的零状态电路来讲，如果说激励是一个单位冲击函数，
那么响应是单位冲击响应。我们现在要求的是激励是任意波形的时候，响应的 RT 是怎样的。基于刚才的讨论，对于任意波形的激励，我们可以把它划分成若干个平顶波，而这具有若干个平顶的波形，又可以看成是若干个脉冲波之和。比如说，对于第一个脉冲波来讲，我们认为它的高度就是在脉冲上升沿时刻这个激励的函数值，具体来讲就是 E0。那么基于 A1 讲的知识，我们很容易写得出来，这样一个脉冲波的函数表达式就是这样的。那么类似的，对于第二个脉冲波，它延时了德尔塔套，它的高度就是它的上升沿时刻所对应的激励的函数表达式。那么因此，它的函数表达式就是这样的。依次类推，对于第 k+1个脉冲波来讲，它的延时和它的函数表达式都可以写成是这样的。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设 k 从0一直到无穷大，把整个这些脉冲波写成一个通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顾一下，我们怎么把这样的脉冲波凑成这样的单位冲击函数呢？我们在第 A2 讲里讨论了这件事儿。只有单位脉冲波，当脉冲宽度趋向于0的时候，这个函数才是一个单位冲击函数。也就是说，单位脉冲波的宽度和单位脉冲波的高度乘积要为1的时候，这个德尔塔趋向于0的时候 ，PT 是趋向于德尔塔 T 的。那么对于我这样的一个脉冲波来讲，它的宽度是德尔塔套，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个函数上乘以和除以一个德尔塔套，使得它成为一个单位脉冲波。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表达式。式中的黄色部分就是我们特意凑出来的一个具有延时的单位脉冲函数，因此可以把它写成 PT 和 PT 的延时的形式。通过刚才的推导，我们把激励看成了无穷多个单位脉冲波及其延时乘以相应的系数的之和的形式。接下来我们来看每一个单位脉冲波都对应的一个响应，那么它们之和会是怎样的情况？我们假设单位脉冲函数所对应的响应是单位脉冲响应 HPT， 那么基于零状态线性系统的特点，单位脉冲函数乘以了一个常数以后，由于齐次性，它的响应也是乘以相应的常数。那么对于dk+1个单位脉冲函数来讲呢，它有一个延时，它也乘以了两个相应的常数。基于齐次性和非时变性，我们知道它的响应是这样一种情况。这里所指的非时变性，就是激励延时了 k 德尔塔套以后，响应也延时 k 倍德尔塔套。因此我们就知道了，这无穷多个单位脉冲函数之和所得到的响应是对应的无穷多个单位脉冲响应。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对于我们感兴趣的某一个时间点 t 来说，在 t 之前的那些单位脉冲函数所得到的响应，在它上面是如何进行叠加的。我们假设 t 时刻之前有 n 个脉冲波，因此激励就不再是无穷多个，而是有 n 个，从 k 等于0一直到 k 等于 n-1。那么它所对应的响应，我们用波形来示意说明。图中的虚线就是对应着原来的脉冲波。那么我们假设第一个脉冲波的响应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话，那么很显然，第二个脉冲波的响应是波形和第一个脉冲波的响应是一样的，延时了德尔塔套，幅值线性变化了。那么二者之和就是前两个脉冲波的响应。我们也知道第三个脉冲波的响应也是延时幅值变化，前三个之和就是前三个作用下整个的响应。依次类推，我们把 t 时刻之前所有 n 个单位脉冲波所得到的响应求和，就得到了在 t 时刻 n 个单位脉冲波所得到的响应。
因此，整个系统在 t 时刻的响应可以写成 n 个单位脉冲响应的线性组合的形式。当然，能够写成这个样子，利用了零状态线性系统的可加性的性质。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取极限了。我们假设从观察点 t 时刻往左看，分成了 n 段。那么现在呢，我们把 n 趋向于无穷大，这就使得德尔塔套势必趋向于底套。同样的，就使得 k 倍德尔塔套趋向于一个变量套。那么取了这样的极限以后，就使得我们原来的单位脉冲信号变成了单位冲击信号，原来的单位脉冲响应变成了现在的单位冲击响应。因此，我们这个响应就可以写成积分的形式了。积分的下限依然是0，积分的上限就是我们感兴趣的时间 t。于是积分的表达式就可以写成这样的样子。这是积分的下限，对应着这个；这是积分的上限，对应着这个；这是积分的第一项，对应着这个；这是积分的第二项，对应着这个；这是积分的变量，对应着这个。可以发现，整个这个 RT 就是原来的求和形式的响应，在 n 趋向于无穷大之后得到的极限表达式。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面有套也有 t。那么这个套呢，是我们积分的变量，而这个 t 呢，是我们感兴趣的时间点。也就是说，这个积分所最后得到的表达式是一个关于时间 t 的表达式。我们把这个表达式称作 e 和 h 的卷积积分，用 e 乘以 h 的形式来表示。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求出来的响应是 ET 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因为只有在零状态情况下才有齐次性和可加性，这是推导出这样一个积分的前提条件。好，接下来我们要分析一下卷积积分的性质。在这里，我们只给出卷积积分的4个性质的结论，关于它的证明，请大家参考相关的书籍。首先，F1T 卷上 F2T 是等于 F2T 卷上 F1T 的，也就是说，卷积积分这个运算是满足交换律的。其次，卷积积分和加法这2个运算之间是满足分配律的，也就是说，这个表达式等于 F1T 卷上 F2T 再加上 F1T 再卷上 F3T。第三，卷积积分之间是满足结合律的，也就是说，这个表达式是等于 F1T 卷上方括号 F2T 卷上 F3T。第四，任何一个函数卷上德尔塔 t 就等于这个函数自身。这4个结论对于后续的若干课程来讲非常重要。在电路分析里面，我们更多的使用的是卷积积分的交换律。接下来我们就用卷积积分来求解一个电路。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电流源、电阻和电容并联的简单电路，所有元件参数都给在这里面了。这是一个非零状态，激励是一个从0时刻开始起作用的一个指数衰减的电流源。我们要求电容电压的时间表达式。对于这样的题来讲，我们一般是采用4部曲。第一，我们把整个电路的全响应拆成零输入和零状态，我们可以先求出零输入响应。第二，为了求得这样一个激励作用下的零状态响应，我们先需要求单位冲击响应。第三，利用单位冲击响应和激励的卷积积分，我们可以求出零状态响应。第四，把零状态响应和零输入响应相加，可以求得全响应。好，我们先来求零输入响应。对于零输入来讲，这个电路是一个 RC 电路，我们用3要素来求。
我们知道 UC 零正是等于3伏的 ，UC 无穷是等于0的，套是等于 r 乘以 c 等于1秒的，因此 UCZIR t 是等于3乘以 e 的负 t 伏 t 大于0正的。接下来我们来求 HT 单位冲击响应，我们用 A3 讲里面的观察法来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画出0负到0正期间的等效电路。很显然，这时候的 IC 是等于德尔塔 t 的。利用 A3 讲的知识，我们就知道 UC 零正是等于 c 分之一0负到0正 IC dt， 因此就可以知道是1兆伏。那么大于0正以后，整个这个电路又变成了一个 RC1 阶零输入响应。类似的 UC 无穷是等于0的，套是等于1秒的，因此我们可以写得出来 HT 是等于 e 的负 t 兆伏 t 大于0正。第三，我们要通过卷积积分来求零状态响应，那也就是说 UC ZSR t 是等于0到 t e 的负2套，也就是说把激励写成 e 的套的形式，再乘以 e 的负 t 减套，这就是 HT 减套 d 套。那么这里面 e 的负 t 是一个常数，可以把它提出来，等于 e 的负 t 乘以0到 t e 的负2套和 e 的正套合并一下，得到 e 的负套 d 套，因此可以写成 e 的负 t 乘以 e 的负套从0到 t， 这一项是等于1减 e 的负 t， 所以整个这个表达式是等于 e 的负 t 减去 e 的负 2t 伏 t 大于0正。需要注明的是，这里面 HT 的兆伏和 ET 的缪安10的正6次方和10的负6次方消掉了。第四步，我们要求全响应，是等于 ZIR 加上 ZSR 的。因此，根据这一项和这一项，可以写得出来，是等于4乘以 e 的负 t 再减 e 的负 2t 伏 t 大于0正的。于是就完成了我们整个电路的分析。在本讲的最后呢，我们讨论一个特殊的情况。此前那页2个倍积函数都是从 t 等于0以后都有一个统一的表达式，但是在这页的2个倍积函数里面 ，f1t 是可以写成 epsilon_t 减去 epsilon_t 减1的形式的 ，f2t 是可以写成 e 的负 t 乘 epsilon_t 的形式的。大家可以发现，对于 f1t 来讲，0到1之间的值为1，大于1以后的值为0，因此需要针对 t 的不同时间段积分的项选取不同的值，这就导致我们需要进行更仔细的考虑。对于这类问题，我们有2大类的求解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我们就是把 f1t 和 f2t 的全时间轴表达式代入进卷积的式子里面，直接来求解。我们来看 ，RT 是等于0到 t epsilon 套减去 epsilon 套减1乘以 e 的负 t 减套乘以 epsilon t 减套 d 套。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一项就是 f1 套，这一项就是 f2 t 减套。那么由于这是一个对套的积分，所以 e 的负 t 可以看成是一个常数项，把它提出来就是乘以
0到 t e 的套 epsilon 套乘以 epsilon t 减套 d 套减去0到 t e 的套乘以 epsilon 套减1乘以 epsilon t 减套 d 套。下面我们分别来讨论这两项。对于这第一项来讲，我们先画出 epsilon 套的函数图像。很显然，它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再画出 epsilon t 减套，它在 t 减套大于0的时候是1，也就是说套小于 t 的时候是1，因此函数图像应该是这样的。这两个函数相乘的意思就是说，只有当这两个函数同时为1的时候，它的乘积的积分才有意义。观察这两项，我们发现，对于第一个来讲是这个，对于第二个来讲是这个。因此，这第一项的积分就可以写成从0到 t e 的套 d 套，结果就是 e 的 t 减1。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项 ，epsilon 套减1是什么呢？是这样一个表达式，它在套大于1的时候成立。那 epsilon t 减套，刚才我们分析过了，在套小于 t 的时候成立。那么把这两个合并起来，就需要套大于1小于 t 的时候整个函数成立。那再把这个结合到积分的上下限里面，我们就发现，实际上在这个时候从0开始起做积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对于这个表达式来讲，套从0到1之间是0，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从1到 t e 的套 d 套，也就是 e 的 t 减 e 的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两项合并起来。对于这个第一项来讲，它成立的条件是 t 大于套大于0就可以了。对于这一项来讲，它成立的条件是 t 大于套大于1才能够成立。因此，整个这个结果就分成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0小于 t 小于1的时候，它是只有左边这项，就等于 e 的负 t 乘以 e 的 t 减1，就等于1减 e 的负 t。第二部分是 t 大于1了以后，这个时候左边这项和右边这项同时都成立，因此有 e 的负 t 乘以 e 的 t 减1，再减去 e 的 t 加上 e， 就等于 e 减1乘以 e 的负 t。大家可以发现，这种方法需要仔细的分辨各种 epsilon 不同的表达式取值区间，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接下来我们用另一种方法，也就是说图解法来求解这个问题。我们把 f1 套和 f2 t 减套都画出来。首先我们画 f1 套，很显然它就是这样一个函数。接下来我们画 f2 t 减套的波形。首先最简单的情况是 t 等于0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 f2 的负套，很显然它就是这样一个波形。大家思考一下，随着 t 从0值开始起往正值方向增加的时候， f2 的 t 减套由这个波形往哪个方向移动呢？是的，它是向右移动。假设当前值为 t 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用图形的方式来观察卷积的上下限了。大家请看，对于 F1 套来讲，只在套等于0到1之间有非零值；对于 F2 t 减套来讲，只在套小于 t 的时候有非零值。因此，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 t 是小于1还是 t 是大于1的。如果说 t 是小于1的话，那很显然这二者都具有非零函数值的区间是从0到 t。因此，在0小于 t 小于1的时候，我们的积分上下限就应该是从0到 t， 1乘以 e 的负 t 减套底套等于 e 的负 t 0到 t e 的套底套，因此就等于1减 e 的负 t。第二，如果说 t 大于1的话，我们把它画出来。在这个时候 t 大于1的部分 F1 套是等于0的，因此积分的上下限被限制为了0到1。大家可以发现，这种方法利用图形化的方式，非常方便的能够确定积分的上下限。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这种卷积图解法就是把其中的某一个波形沿着纵轴翻卷过来以后移动，看两个波形重叠面积的上下限。因此，这也是卷积之所以得名的关键原因。大家不妨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当然，它们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方法一是利用几种不同的伊普西隆套的取值范围来确定积分的上下限。方法二是用图形的方式来确定积分的上下限。很显然，方法二是具有优势的。那么我们这里用的是 F1 卷上 F2， 根据卷积的交换率，这个结果等于 F2 卷上 F1。我们希望大家在课下能够自己用左边这个方法和右边这个方法来分别求一下 F2 卷上 F1， 应该可以得到与我们这一篇相同的结论。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一阶电路还是太简单了，所能够起到的作用有限。从本讲起，我们介绍二阶电路。大致的来说，二阶电路就是包含两个储能元件的电路。当这两个储能元件，一个是电容，一个是电感的时候，它们之间的能量就有可能进行相互的交换。大家很快就会发现，这种能量的交换会带来非常有趣的现象和实际的应用。在开始正式的介绍之前呢，我们还需要来学习一下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的求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一阶常微分方程吧。一阶常微分方程分成两种情况，也就是等号右端项为0的齐次方程和等号右端项为带 t 函数的非齐次方程。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齐次方程。我们假设 x 是等于 a 乘以 e 的 lambda t 的，因此 x 的导数就等于 lambda a 乘 e 的 lambda t。把这两个带到这里面去，我们就知道 lambda a e lambda t 再加上 2a e lambda t 等于0。a lambda t 可以被消掉，我们就可以知道 lambda 加上2等于0，因此 lambda 等于-2。所以 x 等于 a 乘以 e 的-2t 是这个方程的一个通解。当然，如果要想求出待定系数 a， 我们还需要给出这个方程的零值初始条件，比如说 x 0是等于2，我们把这个带到这里面，就知道 t 等于0的时候2是等于 a 的。于是整个方程的解就是 x 等于2乘以 e 的-2t。完成了齐次方程以后，非齐次方程就分成两个部分。x 一撇部分就是齐次方程的通解，根据上面的推导，我们知道是 a 乘以 e 的-2t。
x 两撇是非齐次方程的特解，它的形式要根据等号右端项的形式来写。比如对于 t 平方来讲，我们就得假设 x 两撇等于 b 乘以 t 的平方加上 c 乘以 t 再加上 d， 于是 dx 两撇 dt 就等于 2bt 加上 c。 把这两个条件都带到这个方程里面，我们通过对比 t 平方 t 和常数项的系数，就可以求得出来 b 等于什么， c 等于什么， d 等于什么。把这两个解加在一块儿，就知道 x 等于 x 一撇加上 x 两撇，在这里面 a 是一个待定系数。再利用初始条件，比如 x 零值等于2，就可以求出 a， 于是就完成了整个方程的求解。这就是一阶常微分方程求解的全部过程。对于二阶方程来讲，特解的求解跟一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在这里主要重点来讨论其次通解的求解。我们举3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大家请看，是图示这个样子。类似的，我们依然假设 x 是等于 a 乘以 e 的 lambda t 的，那么因此 dx dt 就等于 lambda a e 的 lambda t， d 方 x dt 方就等于 lambda 平方 a e 的 lambda t。 把这3个式子都带到左边这个式子里，我们就知道 lambda 平方 a e 的 lambda t 再加上3倍 lambda a e lambda t 再加上2倍 a e lambda t 等于0。我们把所有的 a lambda t 全部都消掉，就得到了特征方程是 lambda 平方加上3倍 lambda 加上2等于0。这是一个关于 lambda 的2次代数方程，这一点和一阶方程是不一样的。我们用配方法来求解，也就是这样的1、2。我们很容易的可以把这个式子进行因式分解，写成 lambda 加上1乘以 lambda 加上2等于0。因此它的两个解分别是 lambda 1等于负1， lambda 2等于负2。于是 a e 的负 t 和 b e 的负2t 一定都是这个方程的通解。要想完成一个二阶常微分方程的求解，我们需要除了方程之外给出另外的2个条件，也就是说 x0 等于某一个值和 dx dt 在 t 等于0的时候等于某一个值。因此我们就通常把 x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t 加上 b 乘以 e 的负 2t 写成其次通解的形式。这就是特征方程具有2个不等实根时其次通解的形式。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方程，前面的过程我们就不赘述了，直接写出它的特征方程，那就是 lambda 平方加上2 lambda 加上1等于0。这很容易就知道是 lambda 加上1的平方等于0。它的特征根是相等的实根，那就是 lambda 1、2是等于负1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当然知道 a 乘以 e 的负 t 是它的一个解，但是由于二阶常微分方程的求解是需要知道2个初始条件的， x0 是等于什么， dx dt t 等于0是等于什么的。因此我们还需要另外一个带着待定系数的通解。根据现在的条件，我们知道 e 的负 t 一定是满足这个方程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 t 乘以 e 的负 t， 我们对它进行求导，可以写得出来是等于 e 的负 t 减去 t 乘以 e 的负 t。 我们对 t 乘以 e 的负 t 进行2次导，就可以写成负 e 的负 t 减 e 的负 t 再加上 t 乘以 e 的负 t 的形式。把这3项都带到左边，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写成是这一项是2阶导，这一项是1阶导，这一项是自身。大家请看
这2项消掉了，这3项消掉了，因此它是恒等于0。所以我们就证明了 t 乘以 e 的负 t 也是这个方程的一个通解。于是对于具有重根的这种形式来讲，它的通解形式就是 x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t 再加上 b 乘以 t 乘以 e 的负 t 的形式。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情况，它的特征方程是 lambda 平方加上2倍 lambda 加上2等于0。我们来看这个二阶方程的德尔塔，也就是 b 的平方减 4ac 是等于4减8等于负4小于0的，它一定是有2个共轭的辅根。我们也可以用配方法来写，它就可以写成 lambda 加上1的平方加上1等于0。于是这2个共轭的辅根就可以写成 lambda 1、2是等于负1加减 j 的。请注意，在高中数学中，我们通常用 i 是等于根号负1来表示这个虚数的。但是由于在电路里，我们已经用 i 来表示电流了，因此我们用 j 是等于根号负1来表示虚数。所以对于这个方程来讲，它有2个共轭的辅根，因此我们知道 a 乘以 e 的负1加上 j 乘以 t 再加上 b 乘以 e 的负1减 j 乘以 t 一定是这个方程的通解。但是这个式子显得太过麻烦了，我们不妨用欧拉公式对它进行一下化解，它就可以写成 e 的负 t a 乘以 cosine t 加上 j sin t 再加上 b 乘以 cosine t 减去 j 乘以 sin t。再整理一下，就可以写成 e 的负 t 乘以 a cosine t 加上 b cosine t 加上 j a 乘以 sin t 减 b 乘以 sin t。这个表达式依然非常复杂，不便于应用。但是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复数形式的表达式。要想使这个复数形式的表达式代入这个二阶齐次常微分方程能够成立的话，就需要使它的实部和虚部分别都成立。我们现在来验证一下这件事儿。我们来看 e 的负 t 乘以 cosine t 是不是这个方程的一个解呢？我们对它进行一下求导，它就等于负 e 的负 t 乘 cosine t 减去 e 的负 t 乘以 sin t。我们对它进行2次求导，它就可以写成 e 的负 t cosine t 加上 e 的负 t sin t 加上 e 的负 t 乘 sin t 减去 e 的负 t 乘 cosine t。于是它就等于2倍 e 的负 t 乘 sin t。把这2个结果带到这里面，大家就可以发现 e 的负 t 乘 cosine t 是这个方程的一个解。类似的 e 的负 t 乘以 sin t 也是这个方程的一个解。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具有2个共轭辅根的方程的通解形式写成 x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t cosine t 再加上 b 乘以 e 的负 t sin t 的形式。当然我们也可以用三角恒等变换把它写成 k 乘以 e 的负 t 乘 sin t 加上 θ 的形式。在前者的表达式中 a 和 b 是待定系数，在后者的表达式中 k 和 θ 是待定系数，这2种表达方式是等效的。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可以发现，对于2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来说，它的解有3种可能的形式：不等实根、相等实根和共轭辅根。它们所对应的通解表达形式是不一样的。这个结果对于我们后面学习2阶电路来说非常重要。在完成了这么多冗长的数学推导以后，如果你还能继续学下去的话，那么我真觉得你是一个好学生。好，我们现在就来进入 RLC 串联2阶电路的分析。在第51讲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任何一个动态电路的时域响应可以划分为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
这二者的基本形式是完全一样的。因此，我们在这里就不妨用一个零输入的 RLC 串联电路为例来说明整个二阶电路的求解。类似于我们在一阶电路中的介绍，依然需要列写这个二阶电路的方程。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它是一个3个元件的串联，因此我们很自然的有 KVL， 也就是说 UC 是等于 UL 加上 UR 的。除此之外，关于电容，我们知道负的 IL 是等于 C 抵 UC 抵 T 的，在这里 IL 和 UC 是非关联参考方向。对于电感来讲，我们知道 UL 是等于 L 抵 IL 抵 T 的。另外，我们也知道 UR 是等于 R 乘以 IL 的。我们利用这4个方程进行各种各样的推导，就可以写出关于 UC、UL、UR 和 IL 的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比如说，对于 UC 来讲，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底方 UC 抵 T 方加上 R 比 L 抵 UC 抵 T 再加上 LC 分之一 UC 等于0。在这里，我们不妨定义 R 比 L 是2倍阿尔法。关于阿尔法，我们等会儿会给出定义。LC 分之一定义为欧米伽0的平方，因此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二阶常微分方程的特征方程写为拉姆达平方加上2阿尔法拉姆达再加上欧米伽0平方等于0的形式。类似的，如果你写出 UL、UR 和 I 的二阶常微分方程的话，你也可以发现它们具有相同的特征方程。这一点留给大家作为家庭作业来做练习。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为什么在一个动态电路中，我们以任何一个支路量为变量来列写常微分方程的话，它最终得到的特征方程都是一致的呢？这个结论提示我们，如果说我们只想知道这个动态电路支路量的变化速度，或者说变化形式的话，那么我们拿任何一个支路量来列写方程都是一样的。在大家刚才的练习过程中，应该可以发现，拿 UC、UL、UR 和 IL 来列写二阶常微分方程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同时，知道了这一点以后，我们也可以发现，如果整个这个电路是一个有初始条件也有外加激励的话，如果说我只想知道特征方程的话，那么这个激励的存在与否就没有意义了。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以零输入为例来讨论二阶方程的重要原因。好，接下来我们来分析这么一个方程。在这里面，2倍阿尔法是等于 R 比上 L 的，欧米伽0的平方是等于 LC 分之一的。它的特征方程是拉姆达平方加上2倍阿尔法拉姆达加上欧米伽0平方等于0。那么由于这是一个关于拉姆达的代数方程，它的解可能有几种不同的形式。首先，如果说阿尔法的平方是大于欧米伽0的平方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特征方程具有2个不等的实根，也就是说拉姆达1、2是等于负阿尔法加减根号阿尔法平方减欧米伽0平方的。根据我们此前关于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的学习，我们就知道这个方程的通解可以写成 UC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拉姆达 1t 再加上 B 乘以 E 的负拉姆达 2t 的形式。另外，如果阿尔法平方等于欧米伽0的平方，这个时候特征方程就具有相等的实根，可以写成拉姆达1、2等于负阿尔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解可以写成 UC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阿尔法 t 再加上 B 乘以 t E 负阿尔法 t 的形式。第三种情况是阿尔法的平方小于欧米伽0的平方，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方程具有2个共轭的辅根，分别是拉姆达1、2等于负阿尔法加减 j 乘以根号欧米伽0的平方减阿尔法的平方。根据此前的讨论，我们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
通解可以写成 UC 等于 K 乘以 e 的负阿尔法 t 再乘以 sin 欧米伽 dt 再加上西塔的形式。这个时候我们定义欧米伽 d 是等于根号欧米伽0的平方减阿尔法平方的。关于欧米伽 d， 我们等会儿也会给出它的定义以及它的讨论。第四种情况是比较特殊的，这个时候阿尔法是等于0的。在这种情况下，特征方程具有2个共轭的虚根，那就是兰姆达1、2等于正负 j 欧米伽0。类似于此前的讨论，我们知道它的通解可以写成 UC 等于 K 乘以 sin 欧米伽0 t 再加上西塔的形式。在这里 a b a b k 西塔 k 西塔都是通解的待定系数。对于这4种情况，我们分别定义它为过阻尼、临界阻尼、嵌阻尼和无阻尼。这里面的阻尼实际上指的就是电阻项或者说损耗项的存在对于整个动态电路能量转换过程阻碍作用的大小。过阻尼就是阻碍作用非常大，嵌阻尼就是阻碍作用不太大，临界阻尼就是这2种状态之间，无阻尼就是没有阻碍作用。接下来我们用4个数值问题来继续进行分析。大家请看，我们给出了电容是 0.01 法，电感是 0.04 亨，我们分别假设电阻是5410欧，来求解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由于此前的讨论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于一个动态电路来讲，任何一个支路量通解的形式都是一样的，因此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具有相同的变化形式。我们以电容电压为例，这是它的微分方程，我们把 C 和 L 的值代入，就写成这样的形式。这个方程的特征方程是这样的，那么它的 b 方减 4ac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因此我们接下来就对应不同的 r 来讨论它是大于0还是小于0还是等于0。首先对于 r 等于5来讲， b 方减 4ac 是大于0的，因此它有2个不等的实根，求解出来分别是负25和负100，因此我们就可以把它通解写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a1、a2 是待定系数。对于 r 等于4来讲， b 方减 4ac 刚好等于0，它具有2个相等的实根，因此它的通解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a1 和 a2 是待定系数。对于 r 等于1来讲， b 方减 4ac 是小于0的，因此它具有2个共轭的辅根，它的通解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k 和西塔是待定系数。对于极为特殊的 r 等于0来说，我们知道 lambda 1、2是等于正负 j50 的，因此它的通解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 ：k 和西塔是待定的系数。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别对这4种情况进行求解，再利用仿真来进行分析，同时讨论这4种不同情况能量的变化。在接下来的分析里，我们给出了电路的初始条件，也就是说我们假设在换路之前电容是有初值的，电感是没有初值的，因此这是一个零输入的动态电路的暂态过程。这个时候电阻是5欧，我们把刚才的通解形式写出来，就是这样的 ：UC T 是等于 A1 乘以 e 的负25t 再加上 A2 乘以 e 的负100t。我们需要知道 UC0 等于什么， dUC dt t 等于0等于什么。对于这个题来讲， UC0 负等于3，我们很自然的知道 UC0 正也等于3。但是我们怎么知道 dUC dt 等于0正时候的值呢？大家请看，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我们可以发现 IL 是等于负的 C dUC dt 的。我们把这个等式左端右端都分别取成0正，就可以知道 dUC dt t 等于0正是等于负的 C1 IL 0正的。由于 IL 0负是等于0的，
我们从而知道 IL 零正也是等于0的，所以 DUC dt 在 t 等于0正的时候也是等于0的。把这两个条件带到其次方程里，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 A1 加上 A2 是等于3的，负25 A1 减100 A2 是等于0的。可以求得出来 A1 是等于4的， A2 是等于负1的。因此 UC 是等于4乘以 e 的负 25t 减1乘以 e 的负 100t， 负 t 大于等于0。同时我们又知道 IL 是等于负的 c DUC dt 的，因此可以写得出来 IL 是等于 e 的负 25t 减 e 负 100t 安 t 大于等于0。接下来我们就用仿真来对它进行一下分析。大家请看，这是一个 RLC 串联的零输入电路，我们针对电阻分别等于5欧、4欧、1欧和0欧搭建了4个电路。右边这项是一个电流传感器，它的系数是每毫安对应的每毫伏，也就是说流过这个电流的任何数值都在这一端有相同数值的电压表现出来，也就是说14、10、6、3节点的电压就对应着流过整个电路的电流。那么我们刚才分析的是5欧情况下电容电压和整个电路的电流，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要来看在这个电路上12节点和14节点的电压。在这4个电路里，我们把所有电容的初值全部都设成了3伏，这一点跟刚才的电路是完全一样的。现在我们就用仿真来看一看12节点和14节点的电压。大家请看，我们在暂态仿真中，初值的获取选用了 user defined， 也就是说利用了电容的初值。从0时刻开始仿真，仿真 0.3 秒。输出电压我们设置为12节点和14节点的电压。运行仿真。红色线是14节点的电压，也就是电感的电流；绿色线是12节点的电压，也就是电容的电压。我们用标尺来拖一下。大家请看，整个电路可以分成2个时间段。第一个时间段是电容电压下降，电感电流上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电容上的能量既给到了电感，又给到了电阻。在第二个时间段内，电容电压继续下降，电感电流也在下降，最终所有的能量都被消耗在电阻上了。因此在第二个时段内，电容的能量给电阻，电感的能量也给电阻。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分析 R 等于4欧的时候的情况。这个时候 UC 的通解是这样的。我们此前的讨论已经知道了零正值是3伏， DUC dt 零正值是0，因此把它代入就知道求解出来。因此 UC 是等于3乘以 e 的负50t 再加上150t 乘以 e 的负50t 伏 t 大于等于0的。类似的，我们用 IL 等于负的 c DUC dt 可以知道 ILT 是等于75t 乘以 e 的负50t 安 t 大于等于0的。接下来我们依然用仿真来看一下这个电路。对于 R 等于4欧来讲，我们同样设置电容的初值为3伏，进行类似的仿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看的就是8节点和10节点的电压。其他情况都跟刚才完全一样。
大家请看，整个这个电路波形的样子跟刚才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也是分成2个段。在这个段里，电容电压降低，电感电流增加。这就意味着电容既给电感供电，也给电阻供电。在这个段里，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都降低，这就意味着电容和电感都给电阻供电。接下来我们来讨论 R 等于1欧的时候，这个时候通解是这样的。我们利用这2个初始条件，可以写出关于 k 和西塔的方程，是这样的。联立这2个方程可以求得出来，因此可以得到 UC 的解。类似的，我们用 IL 等于负 C dUC dt， 同样可以得到接下来我们依然用 multisim 来对它进行仿真。下面我们对电阻等于1欧的这个电路进行仿真。我们依然设电容电压的初值是3伏，在这里我们就要看4节点和6节点的电压。我们点仿真，大家请看，这个时候整个电路的过渡过程跟刚才过阻尼和临界阻尼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把网格标上，使得大家能够看得更清楚。首先是电感电流从0开始起达到最大值的这个时间段，这个时间段跟刚才是一样的，电容电压在降低，电感电流在增加，这就意味着电容的能量既给电感，也给电阻。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段以后，在第2个时间段内，电容电压继续下降，电感电流也下降，这就意味着电容和电感同时给电阻供电。但是与刚才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这个时候，电容电压达到0值以后会被反向充电，因此这是第3个时间段。在第3个时间段内，电感电流在降低，电容电压在反向增加。我们知道电容上存储的能量是1/2 CU 方，因此反向电压的增加也意味着电容在储能。在这个时候，电感除了在给电阻供电之外，还在给电容充电。当然，类似的，在第4个时间段内和第1个时间段就类似了，电容电压降低，电感电流增加，也就是说，电容又反过来给电感和电阻供电。大家请看，在嵌阻尼过程中存在着电容和电感之间相互的能量交换，因此就使得整个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表现出衰减的正弦震荡的波形。这个特点非常重要，我们在后续的第58讲中会讨论很多有效的利用嵌阻尼震荡使得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的波形可控的例子。在结束这个部分讨论之前，我们还需要给大家做一点介绍。在 RLC 串联2节嵌阻尼电路中，电感电流是先过最大值，再使得电容电压变为0值的。为什么呢？因为电感电流是最大值的时候，这上面没有电压，但是是有电流的，因此电容上要有一个电压，才能使得整个电路的 KVL 能够平衡。但是大家请看，在电容电压为最大值，或者说反向电容电压为最大值的时候，电感电流一定是0。这意味着电容电压为最大值，就是流过它的电流是0值，因此电感电流也是0。
如果说你掌握了串联 RLC 电路这两个不同的特点，非常有助于后续进行定性分析。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无阻尼的情况。这个时候的通解是这样的：我们把两个初值带进来，就有因此可以求解得出来。于是电容电压就写成根据电感电流，我们知道我们接下来还用 MultiSim 来进行一下仿真。我们现在来分析电阻值为0的时候的动态电路，同样的设电容初值为3伏。现在我们需要来看1节点和3节点的电压。大家请看，现在整个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都变成了无衰减的震荡波形。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整个电路中没有损耗项。那么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电容电压为最大值时，电感电流为0；电感电流为最大值时，电容电压为0。这个特点只在无阻尼震荡情况下存在。刚才我们已经用数值的手段详细地分析了过阻尼、临界阻尼、嵌阻尼和无阻尼4种情况下的 UC 和 IL 的理论表达式和仿真波形。那么这4种不同情况下，电容电压或者电感电流的变化速度是有一个怎样的比较呢？我们接下来依然用仿真来进行说明。为了比较过阻尼、临界阻尼、嵌阻尼和无阻尼4种情况下电容电压变化的速度，我们需要同时画出12、8、4、1节点的电压。我们进行仿真。大家请看，绿色的线是过阻尼，蓝色的线是临界阻尼，紫色的线是嵌阻尼，红色的线是无阻尼。由于过阻尼和临界阻尼情况下，整个电路不会发生震荡，因此它们的能量变化速度就显得比较慢。在嵌阻尼情况下，大家请看，能量变化就明显比前二者要快得多。当然，最快的情况是无阻尼震荡。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看电感电流的变化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画出14、10、6、3节点的电压。这个时候，红色线是过阻尼，绿色线是临界阻尼，蓝色线是嵌阻尼，紫色线是无阻尼。类似于刚才的讨论，大家可以发现，无阻尼变化速度是最快的，嵌阻尼其次，临界阻尼和过阻尼变化速度是最慢的。在实际应用中，无阻尼的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就更多的用嵌阻尼这种情况。嵌阻尼有2方面的应用。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能量变化速度比较快，因此我们就可以做出比较快的波形来。第二个方面，它涉及到电容电压和电感电流，或者说电场能量和磁场能量相互之间的充放电过程，因此我们就可以做出想要的电容电压波形，或者说想要的电感电流波形来。具体的应用，我们将在第58讲进行讨论。在本讲的最后，我们来讨论2阶嵌阻尼动态过程的几个参数。
我们以 UC 为变量来讨论。在此前，我们定义了 R 比 L 是2倍的阿尔法 ，LC 分之一定义叫欧米伽0平方。由于它是嵌阻尼，因此它的 B 方减 4AC 是小于0的。我们给出了欧米伽 D 的定义，在这里对阿尔法、欧米伽0和欧米伽 D 我们给出定义。我们称阿尔法叫做衰减系数。大家请看，在 UC 的通解形式中，阿尔法是出现在指数向上的，也就是说，阿尔法的大小就决定了衰减的速度，因此称之为衰减系数。欧米伽 D 称叫衰减振荡角频率。通过刚才的仿真，大家可以看到，在嵌阻尼情况下，整个电路的波形是一个衰减振荡的波形，这个波形的角频率就叫衰减振荡角频率。对于欧米伽0，大家通过刚才的无阻尼振荡波形就可以看得出来，是没有阻尼的情况下，或者说具体来说是没有电阻的情况下，整个电路振荡的角频率。由于有这样一个式子，因此我们可以画出关于这3个变量的直角三角形，就是这样的形式。在这里，我们还给大家提2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 ，R、L 和 C 这3个数值分别对应于阿尔法、欧米伽0和欧米伽 D 的大小是怎样的一个关系？第二个思考题，我们想让同学们来研究一下 R、L 和 C 是怎样的变化的时候，是使得整个电路从过阻尼变化到临界阻尼，再变化到嵌阻尼，再变化到无阻尼的情况。如果同学们对这2个思考题有深刻的理解，会极大的帮助你了解2阶动态电路。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56讲。我们在上一讲讨论了串联 RLC 2阶电路的基础上，这一讲来讨论并联 RLC 2阶电路。大家请看，这是一个零输入的 RLC 2阶电路。由于它是并联的，因此我们在列写方程的时候，需要在这个节点上应用 KCL。于是我们就知道 IR 是等于 IL 加上 IC 的。除了拓扑约束之外，我们还需要应用3个元件的元件约束。对于电阻来讲 ，IR 和 UC 是非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我们知道 UC 是等于负的 R 乘以 IR 的。对于电感来讲 ，IL 和 UC 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 UC 是等于 L 抵 IL 抵 T 的。对于电容呢 ，UC 和 IC 是关联参考方向，因此 IC 是等于 C 抵 UC 抵 T 的。我们把这4个方程联立，就可以推导出以任意支路量为变量的2阶常微分方程。我们现在以 IL 为例，推导出来的方程就是这样的：底方 IL 抵 T 方加上 RC 分之一抵 IL 抵 T， 再加上 LC 分之一 IL 等于0。类似于此前第55讲，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量定义为2倍阿尔法，把这个量定义为欧米伽0的平方。于是我们得到了关于它的特征方程，那就是兰姆达平方加上2阿尔法兰姆达，再加上欧米伽0的平方等于0。接下来的讨论可以和第55讲非常类似，但是我们就不进行这样的讨论了。为什么呢？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46讲里引入了关于对偶的概念吗？在那个时候我们说，电容和电感是对偶关系，电阻和电导是对偶关系，串联和并联是对偶关系。因此 RLC 的串联2阶电路就和 RLC 的并联2阶电路是一个对偶关系。我们不妨把这2个电路的方程和特征方程都写出来。对于 RLC 串联电路，我们在第55讲讨论过了。以 UC 为变量的方程是底方 UC 抵 T 方加上 R 比上 L 抵 UC 抵 T，
再加上 LC 分之一 UC 等于0。这个方程的特征方程是兰姆达平方加上 R 比 L 兰姆达加上 LC 分之一等于0。对于左边的 RLC 并联电路来讲，刚才我们以 IL 为变量列写了它的方程，是这样的：底方 IL 底 t 方加上 RC 分之一底 IL 底 t 再加上 LC 分之一 IL 等于0。它的特征方程是这样的：兰姆达平方加上 RC 分之一兰姆达再加上 LC 分之一等于0。大家对比一下这两个方程，把右边这个方程的 R 换成 G，L 换成 C，L 换成 C，C 换成 L 的话，那是不是就变成了左边的这个方程呢？类似的，我们把左边的方程中所有的 R 换成 G，C 换成 L，L 换成 C 的话，就变成了右边的方程。这就是我们刚才不再继续推导 RLC 并联二阶电路的诸多结论的重要原因，因为我们只要熟练地掌握了 RLC 串联二阶电路过阻尼、临界阻尼、嵌阻尼和无阻尼的4种条件，就可以顺利地利用对偶定理，把这些条件直接映射到 RLC 并联的二阶电路中了。大家可以发现，对偶定理在电路中有非常深刻的应用。好了，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在此前几讲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了，二阶电路的分析比一阶电路还要复杂。但是我们在一阶电路里给大家介绍了3要素法，简化了数学过程，强调了物理背景。在今天的这讲里，我们将继续这样的旅程，也就是将二阶电路的分析化简为若干个小的电阻电路分析。你会爱上这个过程的。我们将这种方法称之为二阶电路的直觉解法。我们这里所指的直觉解法，既包括对于简单二阶电路的直接解法，也包括类似于一阶3要素式的方法，利用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求解一系列电阻电路，从而得到二阶电路任意支路量的解，甚至还包括定性的画出二阶电路任意支路量的波形。让我们开始吧。我们先来做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题，大家请看，在这个电路里，电压源与5收电阻串联，然后与0.5亨电感和100微法电容并联。我们已经知道电感电流的初值是2安，电容电压的初值是0伏。现在需要求的是流过电阻的电流。对于这个题来讲，我们有很多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我们可以列写关于 IR 的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求 IR 的初值和 IR 一阶导的初值。大家不妨尝试一下。我敢保证的是，列写关于 IR 的二阶方程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儿。第二种方法，我们不妨列写关于 UC 或者 IL 的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在求解出 UC 或者 IL 的表达式以后，再通过元件约束 KCL 和 KVL 得到 IR 的表达式。这种方法比前一种方法相对简单一些，但是也比较麻烦。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比较直观的方法。我们在此前的讲授里，大家应该已经有这样的印象：对于一个动态电路来讲，零输入响应和零状态响应和全响应，它们随时间的变化形式和速度全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任何一个二阶电路它究竟是过、临、嵌、无这4种阻尼形式中的哪一种，我们只需要看它的零输入状态就可以了。有了这个非常重要的想法以后，我们把这个电路的零输入写出来，就是这样的。大家请看，这不就是一个 RLC 并联电路吗？我们在此前一讲里已经讨论了关于二阶 RLC 并联电路的特征方程是这样的：兰姆达平方加上 RC 分之一兰姆达加上 LC 分之一等于0。我们把 RLC 的阻值带进去，就知道这是200，这是2万。我们用一点简单的配方法就知道，它可以写成
lambda 加上100的平方，再加上100的平方等于0。因此很自然，这个特征根是一对共轭的复数，也就是 lambda 1、2等于负100加减 j100。这就决定了在这个电路里，任何一个支路量都是以嵌阻尼形式进行变化的。由于我们求解出这样一个实部是负100的共轭辅根，因此所有的暂态过程都会随着时间趋向于无穷，趋向于0。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IR 的通解表达式一定是 IR 的稳态加上 K 乘以 e 的负100t sin 100t 再加上西塔。在这个表达式里面 K 和西塔是待定系数。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求这个 IR 稳态。对于直流机理来说，电感的稳态是短路，电容的稳态是开路，因此我们可以画出来稳态式的等效电路就是这样的。很容易求得出来 IR 的稳态是1安，因此这个值是1。接下来我们要求初值。根据我们此前讲授过的换路定律，我们可以把零正时电路画出来。需要指出，这也是一个电阻电路。在这个电阻电路里，所有电感都用一个电流源替代，电流源的数值是其零正的电流值；所有电容都用一个电压源替代，电压源的数值是其零正值的电压。因此，我们画出零正电路，那就是由于零伏时电感的电流是2安，因此这里是一个2安的电流源。由于零伏时是0伏的电容电压，因此这是一个0伏的电压源，也就是一条短路线。在这个电路里，我们要求 IR， 很显然我们需要用 KVL， 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因此 IR 的零正是等于50比50等于1安的。除了 IR 零正之外，我们还需要求出底 IR 底 t 等于零正。还记得我们在第55讲里怎么求出底 UC 底 t 等于零正时的值吗？在那里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底 UC 底 t 是等于 c 分之1 IC 的。我们可以通过求解零正电路求出 IC 的零正，从而得到底 UC 底 t 的零正。这个思路实际上也可以帮助我们来求解底 IR 底 t 的零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用 UC 和 IL 来表示 IR 的话，那么底 IR 底 t 就可以表示成底 UC 底 t 或者底 IL 底 t 的组合的形式。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我们不妨画一个换路以后将电容替代为电压源，电感替代为电流源的等效电路。需要指出的是，这里面的 IL 和 UC 都是待求解的变量，但是无论它们怎么随着时间变化，都可以替代成电流源和电压源。在这样一个电路里，我们可以写成 IR 是等于50减 UC 比上50的，因为我们在这里用一个 KVL 再加上欧姆定律就可以知道了。对于这样一个式子，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求导，也就是底 IR 底 t 是等于负的50分之1底 UC 底 t， 因此就等于负的50 c 分之1 IC 的，也就是说，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刚才的零正电路里来求这个 IC 的零正值。我们很方便的在这里用一个 KCL 就能够知道，这是1安，这是2安，因此 IC 的零正是等于负1安。于是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底 IR 底 t 的零正是200安每秒。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通解表达式来讲，我们可以应用2个条件，也就是 IR 的零正是等于1安的，
dIr dt 的零正是等于200的。求解出来 k 的数值是2， 西塔的数值是0，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求解。大家请看，我们这种求解方法只需要这个电路的零输入电路是一个已知的 RLC 串或者 RLC 并的话，那么它的任意支路量的响应形式就可以很方便的写出来。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求解一系列的电阻电路完成了任意支路量的求解。这是一个很方便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普适的。大家请看，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如果说我们想要求这个 IR 的零状态响应的话，我们把刚才这个思路进行拓展，画出整个这个电路的零输入电路，它就是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 RLC 串联或者 RLC 并联，因此我们不知道它的特征方程以及特征根是怎样的形式。那么对于这样的电路怎么来求解呢？是我们需要直接来列写关于 IR 的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吗？不是，我们接下来的几个视频会告诉你更简单、更通用的方法。为了获得这种一般性的求解方法，我们需要给大家先介绍一点新的概念，也就是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关于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大家会在以后的信号与系统或者说自动控制原理课程里面进行详细的介绍。我们在这里只给大家进行一点简单的概念性的介绍。在这样的一个二阶电路里，我们不妨设 UC 和 IL 作为状态变量。状态这个词在我们的动态电路里已经出现过好多次了。比如说，我们此前引入过零状态的概念。我们在那里说过，所谓的零状态是指的储能元件没有初始储能的情况，或者说 UC 和 IL 等于0的情况。在那个时候，我们就隐含地表示了，实际上动态电路的时域过渡过程是由 UC 和 IL， 或者更直接地说，是由电容上的电场能量和电感上的磁场能量的变化来决定的。因此，我们用 UC 和 IL 来作为整个电路状态的表达变量也是合适的。那么设 UC 和 IL 作为状态变量以后，怎么来列写所谓的状态方程呢？与我们此前列写的二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不一样，状态方程是列写关于状态变量的一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组。具体来说，我们就需要写出来dUC dt 和dIL dt 是如何随着 UC 和 IL 以及它们是如何随着外加激励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怎么求 dUC dt 呢？在这里我们很自然的会想到 dUC dt 是等于 C⁻1 IC。类似的 dIL dt 是 L⁻1 UL。这就是我们用来列写状态方程非常重要的思路。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用电容电压、电感电流和外加激励的线性组合来表示电容的电流和电感的电压。对于图示的这样一个电路来讲，如果说我们要求解 IC 的话，必须要在这里写 KCL， 也就是这样的 IC 是等于 IL 减去 IR 的。我们又很方便的用 UC 比上 R 来表示 IR， 于是就实现了将 IC 用 UC 和 IL 的线性组合来表示的结果。类似的，如果说我们要表达 UL， 必须要在这样的路径里用 KVL， 于是就是 UL 是等于 US 减去 UC 的。这两个方程都是用 UC 和 IL 以及激励的线性组合来表示了 IC 和 UL。接下来我们把这两个式子带进来，就得到 dUC dt 和 dIL dt 用 UC、IL 和 US 的线性组合来表达。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方程整理成矩阵的形式，就是这样的，我们称之为状态方程。那么所谓的输出方程是指的在一个电路里，我们设任何一个支路量为输出量。
用状态变量和外加激励的线性组合来表示输出量。比如说，在这个题里，我们就可以设 IR 作为输出变量。对于这个题来讲非常容易，因为 C 和 R 是并联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写得出来 IR 等于 UC 比上 R 的，这就完成了整个的输出方程。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把它写成矩阵的形式，就是这样的。这称之为矩阵形式的输出方程。对于状态方程来讲，我们可以把它用更规范的方式写成 x 点等于 ax 加上 bu， 这里面的点是微分的意思 ，a 和 b 都是矩阵 ，u 是外加激励。对于输出方程来讲，我们更一般的形式是 y 等于 cx 加上 du。类似的，这里 y、x、u 都是矢量 ，c、d 都是矩阵。我们需要指出的是，状态方程是一阶常系数线性常微分方程组，而输出方程是线性代数方程组。有了这个基础知识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如何列写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了。关于这一点，在后续的课程里有非常多的讨论，我们仅基于电路分析来进行一点简单的介绍。在这里，我们推荐大家利用替代定理来列写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在图示的这个一般性的电路里面，方框里面可能是包括电阻和各种的受控元，它们没有储能元件。我们把所有的独立元和储能元件都画在外面了。根据刚才的介绍，我们知道状态方程是由状态变量和独立元的线性组合来表示状态变量的微分。因此，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想到，把电容替代成一个电压源，把电感替代成一个电流源。虽然这个电压源的电压和这个电流源的电流都是带球的，于是整个这个电路就变成了一个电阻电路。我们如果能够求解这个电阻电路，从而获得 IC 和 UL， 也就是流过电压源的电流和电流源上的电压的话，我们就知道 IC 是等于 C 抵 UC 抵 T 的， UL 是等于 L 抵 IL 抵 T 的。因此，我们就会很方便的用 UC、US、IL、IS 的线性组合来表示抵 UC 抵 T 和抵 IL 抵 T 了。具体来说，我们来看这样一个 RLC 串联的电路。用刚才的方法把这个电路进行改化，就得到这样的一个等效电路。我们需要做的是用 UC、IL 来表示 IC 和 UL。很显然 ，IC 是等于负的 IL 的 ，UL 是等于 UC 减去 IR 乘以 R 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把 IC 写成 C 抵 UC 抵 T，UL 写成 L 抵 IL 抵 T 的形式，从而把它整理成为抵 UC 抵 T 抵 IL 抵 T 等于0负的 C 分之一 L 分之一负的 R 比上 L 乘以 UC IL 的形式。于是就完成了整个状态方程的列写。至于输出方程，比如说我们设 UR 是输出量的话，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替代以后的电阻电路，很方便的就可以写出来 UR 是等于 R 乘以 IL 的，这就实现了输出方程的列写。想必同学们已经在琢磨了，我们讲了半天的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和我求解二阶动态电路有什么关系呢？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大家请看，对于这个 RLC 串联的二阶电路来讲，我们知道它的特征方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lambda 平方加上 R 比 L lambda 加上 LC 分之一等于0，这个是我们熟悉的。通过我们刚才列写这个 RLC 串联二阶电路的状态方程，大家可以知道状态方程是这样的一个形式。对于这个 A 矩阵来讲，我们要想求它的特征根的话，
利用线性代数里面的知识，我们知道需要对这个矩阵求其 lambda i 减 a 的行列式。具体来说，也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个行列式来说，我们可以把它进一步展开，就得到了求这个状态矩阵特征根的二阶方程。大家发现了吗？这个方程和我们刚才的特征方程形式完全是一样的，这不是一种巧合。之所以我们定义 UC 和 IL 是状态变量，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状态矩阵 A， 它的特征根反映了整个动态电路变化的所有本质特征。知道了这个重要的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对于二阶电路来讲，通过列写它的状态方程，从而求得系数矩阵 A 的特征根，得到整个动态电路的响应形式。那么求解任意二阶动态电路的另一个障碍，就是任意一个支路量一阶导在零正时刻的值。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输出方程来求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求 dir dt 的零正值的话，我们不妨设 ir 是一个输出量，用 UC 和 IL 的线性组合来表示它。具体来说，对于这个题可以写成 ir 等于 UC 比上 r。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 dir dt 是等于 r 分之一 duc dt， 因此它的零正值是等于它的零正值的。我们又知道 duc dt 的零正值是等于 c 分之一 ic 零正值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利用零正的等效电路求出 ic， 从而求出 dir dt 的零正值。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过的方法，只不过现在我们用输出方程以及对输出方程求导的方式进行了更规范化的描述。有了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这两个有力的工具以后，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对于刚才那个一般性的电路来讲，怎么能够规范的、方便的进行求解。有了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的帮助以后，我们下面就来看刚才这样一个电路如何求 IR 的零状态响应。为了获得状态方程，我们需要用替代定理把电容和电感分别替代为电压源和电流源，于是就需要画出等效电路，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电阻电路，我们要想求 IC 和 UL 有很多种方法，在这里我们不妨用节点法，设这是参考节点，于是这是一个唯一的变量。我们写出它的自电导是1加上3乘以 U， 这是左边从电阻流出的电流，右边从电源流进来的是1加上 UC 比上1再减 IL。 很容易，这个 U 就可以求出来是知道了 U 以后，我们就可以求出 IC。 要想求 IC， 就需要在这样的路径下写 KVL， 因此我们可以写出来 IC 是等于负 UC 加上 U 减1比上1的，因此是对于 UL 来讲就比较容易了，因为在这个电路里 UL 是等于 U 的。于是我们就完成了状态方程的列写，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除此之外，我们不妨以 IR 为输出变量来列写输出方程。对于我们已经求出来的 U 来讲， IR 只不过是3倍的 U 而已，因此有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 A 矩阵
求它的特征根。具体来说就是这样的。行列式展开，得到。我们知道这是一个相等式根，也就是说，于是我们知道了整个电路中任何一个支路量都是临界阻尼。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知道 IR 的稳态值。在这个电路中，稳态时候，电容是开路，电感是短路，我们需要画出稳态的等效电路。很显然 ，IR 的稳态是0。有了这两个基础知识，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IR 的通解形式是 A1 乘以 e 的负 t 再加上 A2t 乘以 e 的负 t 的形式了。接下来，我们需要通过 IR 的初值和 dIR dt 的初值求解出待定系数 A1 和 A2。要想求初值，我们需要画出刚才这个电路的零正等效电路。由于整个电路是一个零状态电路，因此电容用一个零值电压源，电感用一个零值电流源来替代。在这个零正电路里，我们很容易就求得出来 IR 的零正是等于1比1加上1/3等于0.75安的。为了要求 dIR dt 的零正，我们需要应用输出方程，对这个方程进行求导。我们知道 dIR dt 是等于0.75 duc dt 再减0.75 dIL dt 的。我们同时在等式两边取零正值，因此我们需要求出在零正时的 IC 和零正时的 UL。对于这个题来讲，很容易，零正时的 IC 是等于负0.75安的，零正时的 UL 是等于1/3的分压，等于0.25伏。在这个式子里，我们知道它是等于 C1 IC 零正的，它是等于 L1 UL 零正的。把刚才的 IC 零正和 UL 零正带进去，我们就可以求得出来 dIR dt 的零正是等于负 1.5安每秒的。有了这个初值和这个初值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们带到这个通解里面去，从而求出来 A1 是等于 0.75 A2 是等于负 0.75的。因此 IR 的表达式就可以写成 0.75 1减 t e 的负 t 安 t 大于等于0的形式。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大家请看，我们求解这个二阶电路任意一个支路量的过程，也是类似于此前一阶电路那样分析了一系列的电阻电路。因此我们也可以管这种方法叫做三要素法，只不过我们这里的三要素是更广义的三要素，也就是电路如何变化、稳态值和零正值。关于电路如何变化，我们用到了状态方程。稳态值是一个电阻电路，关于零正值需要求解变量的零正值和一阶导的零正值。一阶导的零正值我们用到了输出方程。因此大家只要将我们此前讲授的换路定理、状态方程、输出方程等基本概念融会贯通，对于二级电路来讲，任意支路量的响应都可以用这种规范性的方式求得出来，而且整个的求解过程是通过求解一系列电阻电路而获得的。这个求解过程物理概念非常清晰。
请大家对这种方法多多熟悉和掌握。作为本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我们来讨论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知道了初值和整个电路的变化形式的话，如何能够半定性的画出任何一个支路量的波形来？我们举几个例子。对于这样一个 RLC 二阶串联电路来讲，我们在第55讲里讨论了，电阻是5欧的时候是过阻尼情况，可以求得出来两个特征根分别是-25和-100。另外，又由于整个电路是一个零输入电路，因此任何一个支路量都是 A 乘以 E 的-25t 再加上 B 乘以 E 的-100t 的形式。要想半定性的来绘制任何一个支路量的波形，我们需要知道3件事儿。第一是初值，第二是初值的一阶导数，第三是稳态值。我们现在来举2个例子。对于电容电压来讲， UC 的零正很容易知道是3伏， dUC dt 的零正在这个电路里就是负的 C⁻1 IL 零正。我们知道 IL 零负等于0，所以它等于0。由于是一个零输入，所以 UC 的稳态值应该是0。因此我们知道 UC 是从3伏出发，一开始的导数是0，最终衰减为0伏的。它的半定性波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从3伏出发，一开始导数为0，逐渐衰减为0。如果我们感兴趣 IL 的波形也是类似的， IL 的零正是0， dIL dt 的零正，这时候就需要求 UL， 就要在这里应用一个 KVL， 因此它是 L⁻1 UC 减 RIL 零正零正。由于 IL 零正是等于0的，所以它等于 L⁻1 UC 零正是大于0的。类似的，我们也知道 IL 的稳态值是0，所以对于 IL 来讲，是从0出发，一开始先上升，然后再下降，最终衰减为0的。它的半定性波形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大家不妨用 Multisim 仿真软件来验证一下我们的半定性波形绘制。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给出的是过阻尼情况。从第55讲的讲授，大家可以知道过阻尼和临界阻尼的波形是非常类似的，因此我们就不再赘述了。对于电阻等于1欧时候的嵌阻尼情况，我们很容易求得出来，它的2个共轭辅根是这样的形式。基于相同的初值，我们也知道 UC 零正是等于3的， dUC dt 零正是等于0的， UC 稳态值是等于0的。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利用这2个特征根呢？我们不妨把 UC 的通解写出来，它是这样的。在这里 K 和西塔是待定的系数。我们在一阶电路里 UC 一定是等于 UC 的稳态加上 UC 的零正减 UC 的稳态乘 E 的负 T 比套的。我们在那里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3套到5套以后，整个 UC 趋向于0。大家发现了吗？对于2阶的衰减震荡嵌阻尼过渡过程来讲，它也是一个衰减的过程，因此这里面的 12.5 就非常类似于我们在1阶电路里面的套分之一。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的电路过渡过程是3倍的 12.5 分之一到5倍的 12.5 分之一，在这个区段内就会结束，也就是说是 0.24 秒至 0.4 秒之间就会结束。知道了这件事儿有什么意义呢？大家请看，这个 48.4
是衰减振荡角频率，它实际上是等于2派比上 t 的。用这个 48.4， 我们可以求出衰减振荡的正弦波形的周期来，也就是说，这个周期是等于2派比上 48.4， 是等于 0.13 秒的。因此，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整个衰减振荡的波形是2个周期到3个周期期间就结束了。于是我们就知道了 UC 是从3开始起衰减振荡，一开始的导数是0，最终衰减为0值，整个的衰减过程要2到3个周期来完成，因此它的半定性波形就是这样的。大家也不妨用 Multisim 仿真来验证一下我们的绘制。最后我们来看一看无阻尼情况。对于无阻尼情况来讲，我们可以求出它的自由振荡角频率，因此我们也可以求得出来它的周期。而且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个支路量都是一个无衰减的正弦波。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想要绘制 IL 的波形的话，那么这个正弦波的最大值是多少呢？由于这个电路是无阻尼的，因此任何时刻系统的能量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整个系统只有电容上存储的有电场能量，这个能量的数值是1/2乘以 0.01 乘以3的平方。而且在第55讲里，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电容电压为0的时候，电感电流为最大值，反之亦然。因此，我们就知道电感电流最大值时所取得的能量和系统一开始的能量是一样的，于是就得到1/2 0.04乘以 IL max 的平方。我们可以求出 IL max 是等于 1.5 安的。有了这个最大值，有了这个周期，再加上我们此前的讨论已经知道的电感电流从0开始起出发，一开始的导数是正值，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画出它的半定性波形是这样的。大家也不妨回去用 Multisim 来进行一下仿真验证。我们在这一讲里讨论了很多种的直觉求解方法，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以状态方程和输出方程为工具，给出了求解二阶电路任意支路量响应的系统性的方法。在求解出支路量的表达式以后，我们还介绍了如何绘制任何一个支路量的半定性波形的方法。这些方法都非常实用，在工程实践中有着广泛的用途，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和掌握。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58讲，我们来介绍二阶电路的应用。我们在这一讲里将给大家介绍3个非常精彩的二阶电路的实际应用。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二阶的汽车点火电路。我们在第48讲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基于一阶的汽车点火电路，在那里我们强制性的把电感线圈开路，从而使得与电感线圈并联的空气间隙上产生一个无穷大的电压，使得这个气息中的空气被击穿，产生电火花。但是在那里我们并没有介绍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与电感线圈并联的这个空气间隙获得无穷大电压的同时，这个开路的开关也获得了无穷大的电压。这就相当于我们每次给汽车点火都需要使得开路开关承受无穷大的电压。当然，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空气间隙被击穿，但是有时候会使得开路开关被击穿，这样就会使得汽车发生故障。因此，这种基于一阶电路的汽车点火电路实际中是不可行的。那么怎么办呢？二阶电路给我们提供了更方便的功能。大家请看，这是一个 RLC 串联的有输入二阶电路。我们一开始把电容短路，这依然是一个 RL 的一阶充电电路。当对电感充到指定电流以后，我们把开关开路，这就构成了一个 RLC 二阶串联电路。我们通过设置不同的 C 值和 L 值，就会使得
这个与电感并联的间隙上产生不同的电压。我们不妨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电路。在一节电路里面，空气间隙和开关上都必须承受无穷大的电压，但是在二节电路里面，空气间隙和开关上所承受的电压是我们可通过调整电路参数控制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设置电路参数，使得空气间隙始终被确保击穿，而我们的开关始终是安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来看一个仿真。大家请看，这是二阶点火电路的仿真电路，这是主电路 RLC 和电压源串联。我们设置了一个延时开关。根据此前的介绍，大家知道，在一开始的时候1和2连接，在0秒时2和3连接，1毫秒以后1和2连接。这就意味着整个电路开始的时候，电容是被短路的，经过1毫秒以后，电容被开路。为了检测开关两端的电压，我们在这里设置了一个压控电压源，从而使得4节点的电压就是开关两端的电压。除此之外，我们知道空气间隙是并联在电感两侧的，因此我们也希望知道1节点的电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4节点和1节点的电压随着时间的变化。大家请看，我们从0时刻开始仿真，总共仿真5毫秒。输出变量我们设1节点和4节点的电压。可以看出，由于我们设置的阻尼项，也就是电阻非常小，使得整个电路的衰减比较慢。不管是1节点还是4节点，都是一个缓慢衰减的正弦振荡波形。在当前的参数下，它们上面所承受的电压大概是600伏左右。接下来我们把电路参数改变，比如说我们把电感值从当前的20毫亨变换成100毫亨。我们进行相同的仿真。大家请看，现在1节点和4节点的电压都变成了1300多伏，这就实现了我们一开始的设计目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控制元件参数，使得与电感并联的空气间隙和开关两端的电压是可控的。我们控制这个电压，使得空气间隙确保被击穿，同时使得开关确保是安全的。接下来我们介绍第二个应用，那就是电磁炮。在介绍电磁炮工作原理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海军2012年发布的一段视频。Neighborhood. Bar.相对于传统火炮和火箭来说，电磁炮有其独特的优势。它比传统火炮的出膛速度高，因此射程远。比起火箭来说，它的造价低廉，因此电磁轨道炮得到了军方的高度重视。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电磁轨道炮的基本工作原理。大家请看，电磁轨道炮由电源给2个轨道来供电，电输和弹丸在中间提供了导电通道，电流的流向是这样的。这个电流非常之大，是几十千安、上百千安，甚至上兆安。有了这样一个电流以后，图示方向上就会产生
很大的磁场。这样一个流过电流的导体，在磁场中会受到向外的斥力，这就是电磁发射的基本原理。我们通过简单的推导可以发现，只要我们能够增加电流，就可以增加电梳或者弹丸的斥力，从而增加其加速度。于是从理论上来讲，电磁发射的加速度是没有上限的。在电磁发射领域，最关键的有2部分研究。第一部分研究是电梳和导轨接触面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更侧重于材料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是电源的研究，因为我们需要产生几十千安、上百千安甚至上兆安的电流。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之大的电流呢？我们来看电磁炮脉冲电源的基本拓扑是这样的。在图里面 IL 是流过电梳的电流，图中虚线部分我们称作脉冲形成单元，它由一个电容、一个电感以及电感的寄生电阻和一个主开关、一个蓄流二极管来构成。这个电路的工作分成2个状态。首先，我们给电容预充一个上正下负的正电压，在我们设定好的时刻使得开关闭合。由于此时二极管是承受反压，因此它不工作。这个电路的实际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 RLC 2阶的串联电路，我们通过精心设计的参数，使得它是一个嵌阻尼过程，因此电容上事先存储的电场能量就可以转换成电感上存储的磁场能量。从具体的电路参数来说，就会获得一个很大的负载电流。在第55讲我们介绍过，对于 RLC 2阶串联嵌阻尼电路来讲，电感电流经过最大值的时候，电容电压并不为0，经过最大值一段时间以后，电容电压为0。由于实际生产过程中承受很大电压的电容一般来讲不能够承受很大的反向电压，因此我们在脉冲形成单元中设计了一个蓄流二极管，也就是说，当电容会被反向充电的时候，蓄流二极管导通，从而使得整个电路变成了一个1阶 LR 放电电路。好，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仿真来揭示电磁轨道炮脉冲形成单元的基本工作原理。关于电磁轨道炮的仿真，我们分成2个电路。大家先看上面这个简单的电路，这就是我们理论分析过程中那个脉冲形成单元带负载的电路。我们把电容预充了10千伏的电压。关键的是这个延时开关，我们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是1和2连接，经过我们的参数设置，0秒以后2和3连接，1秒以后1和2连接。根据简单的参数计算，我们就知道1秒这个时间对于整个电路来说太长了，也就是说这个开关就是在0秒时候合上，在我们感兴趣的时间段内，这个开关不再动作。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流过负载，也就是 R2 的电流是怎样变化的。我们从0秒开始仿真，仿真10个毫秒。初始值的设置采用 user define， 我们选择 IR2。大家请看，在这个时候，从0秒开始起，整个电路是一个2阶嵌阻尼过程。在1个 PFU 作用下，负载的电流达到了40多千安。在经过最大值一段时间以后，整个电路进入了 RL 1阶衰减过程，负载电流不断衰减。但是大家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类似于陡波前缓波尾的脉冲波形是不太适合发射的。我们在理论分析过程中说过了，负载的受力是直接决定于电流的大小的，因此我们希望负载的电流能够有一个比较平缓的波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把若干个 PFU 进行了并联。大家请看，这是第1个 PFU， 我们设置它的初始储能是10千伏。
在0秒钟合上。这是第2个 PFU， 初始储能是3000伏，在 0.5 毫秒合上。这是第3个 PFU， 初始储能是3000伏，在 1.2 毫秒合上。这是第4个 PFU， 初始储能是3000伏，在 1.8 毫秒合上。所有这4个 PFU 都并联的给 R4， 也就是负载来供电。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在经过了这4个不同的初始充电电压，也就是初始储能和不同的延时触发以后，各个不同的 PFU 和整个负载的电流是一个怎样的波形。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分别来看 L5、L1、L3、L4 和 R4 上的波形。其他的仿真参数和此前的一样，我们看 L1、L3、L4、L5 和 R4 上的波形。大家请看，这就是第1级、第2级、第3级、第4级不同级延时触发各自级的电流波形。红色线就是整个负载所获得的电流波形。通过我们设置不同级电容的初始充电电压，也就是初始储能，以及设置不同的延时，可以使得负载上获得比较平缓的波形，这是实际发射所希望的。第3个应用例子是升压展波器。我们在第54讲给大家介绍了降压展波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5伏直流电压变换成为3伏的直流电压。在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如何从3伏直流电压变换成5伏的直流电压。这个电路是一个2节电路，它需要有电感、电容、二极管、开关。这个开关有2个工作状态 ，DS 之间是短路或者开路，它取决于 GS 之间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因此，我们可以分别的把这2个工作状态的子电路画出来，就是这样的。在 DS 之间是短路的时候，这个二极管承受反向压降，因此它是一个开路。整个这个电路可以划分成2个互不相干的子电路。在 GS 之间是低电平的时候， DS 之间是开路，这个时候二极管导通，整个电路是这样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用54讲介绍的工程观点来分析负载，也就是电阻 R 上所获得的电压。在工程观点里，我们认为电感非常大，从而使得这个电流是一个恒定值；电容也非常大，从而使得这个电压也是一个恒定值。第一个电路状态，我们假设持续的时间是 T on； 第2个工作状态，我们假设持续的时间是 T off。如果这个电路进入了稳态，那么对于这个储能电感来讲，它在 T on 时间内所存储的能量，就等于 T off 时间内所释放的能量。好，我们现在来计算一下。如果要想计算 T on 时间内存储的能量，就需要对电感设这样的参考方向。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内，电感存储的能量是 US 乘以 I 再乘以 T on。在第2个时段内，我们要想计算电感所释放的能量，那因此就需要在电感上设非关联的参考方向，也就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电感的电压需要通过这个路径来获得，因此在 T off 时段，电感所释放的能量是 U 减 US 乘以 T off 再乘以 I。我们把这2个时段电感所吸收的能量和电感所释放的能量相等，就可以推出 U 是等于 US 乘以 T 比上 T 减 T on 的。再把右边分子分母都除以大 T， 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得到等于 US 乘以1比上1减 D， 这里面的 D 就是占控比 T on 比上大 T。 也就是说，占控比越大的话，负载所获得的电压就越大。下面我们还是用仿真来验证一下这个推导。大家请看，现在屏幕上给出的电路就是我们理论分析的升压展波器的仿真电路。
示波器的 A 通道给出的是 MOSFET 的 DS 之间的电压，示波器的 B 通道给出的是负载上的电压。我们现在来看一看示波器触发的占控比，这里给的是50%，我们进行仿真。大家请看，输入电压是5伏，我们 B 通道是每隔10伏，也就是说，在50%占控比情况下，输出获得了比较平滑的8伏到9伏的电压。接下来，我们把占控比改成80%，再进行一下仿真。大家请看，占控比增加了以后，输出电压变成了13伏到14伏的样子。通过这个仿真电路，我们可以发现，升压展波器很好的实现了对直流电压的增加。经过前面的讲授，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二阶电路的3个实际应用。二阶电路的应用还有很多，我们将在后续几讲里不断的给大家介绍。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在前3周里系统的介绍了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从本周起，我们开始介绍动态电路的正弦稳态分析。为此，我们要在第1讲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正弦量。首先，正弦量是有3要素的。我们以一个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为例。一般情况下来说，这个电压和电流可以表示成图示的形式。从这个表达式可以看出，电压和电流的3要素分别是幅值，对于电流来讲，幅值是 Im； 对于电压来讲，幅值是 Um。请注意，这个下标的 M 分别是指的 maximum 的意思，也就是最大值。第2个要素是角频率。在我们电路原理的课程里，讨论的电压和电流都是相同频率的，也就是说，它们的角频率都是欧米伽。角频率和频率有这样的关系，欧米伽等于2π乘以 f。角频率与周期的关系是欧米伽等于2π比上 t。除此之外，还有一点我们需要说明的，在正弦量的这个部分，我们叫做相位。大家可以发现，相位本身是时间 t 的函数，也就是说，角频率是相位对时间的变化率。这一点知识，大家将在未来的通信信号处理里反复讨论。正弦量的第3个要素是出相角。对于电流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ψi； 对于电压来讲，可以把它区别的写成 ψu。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既可以用正弦来表示正弦量，也可以用余弦来表示正弦量。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电路书中，我们都采用的是正弦，但是在西方的绝大多数教材里采用的是余弦量。通过我们此后的几讲，大家可以发现，无论采用正弦量和余弦量，我们对正弦稳态分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正弦量再加上90度以后就是余弦量，所以采用正弦量还是余弦量来表示一个正弦激励，这二者本质上是无所谓的。接下来我们对正弦量的出相角进行比较仔细的讨论。这是一个电流正弦量的波形图，大家请看，如果说这个 psi 是0度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出相角为0度的正弦，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正弦量。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是 I 等于 Im sin 欧米伽 t 的形式。如果这个出相角是90度的话，那么它的波形就是这样。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写成 I 等于 Im sin 欧米伽 t 加上90度。实际上来讲，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它本身就是一个 Im cosine 欧米伽 t。这也就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说法，
正弦量和余弦量的区别就是相差了90度。第三种特殊的情况是这样的，表面上来讲，大家把这个波形既可以写成 IT 等于 Im sin 欧米伽 t 加上270度，也可以写成 Im 乘以 sin 欧米伽 t 减90度。这二者当然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在电路原理课程里，一般来讲，我们都统一规定出相角的绝对值小于180度。大家此后都统一约定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而不采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讨论完了正弦量的三要素以后，我们接下来讨论两个同频正弦量的相位差。我们以一个电压正弦量和一个电流正弦量来表示。在此前的讨论里，我们说过这个部分是相位。如果说两个正弦量具有相同的频率的话，那么它们的相位之差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值。我们定义两个同频正弦量的相位差就是它们的相位之差。对于图中给出的这两个正弦量来说，它们的相位差等于 ψu 减去 ψi。大家请看波形，根据我们此前的讨论，大家可以知道，这时候的 ψu 是一个大于0的数，这时候的 ψi 是一个小于0的数。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波形来讲， ψu 减 ψi 是大于0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电压领先电流，或者说电流滞后电压。当然，有的时候这个相位差 phi 是小于0的，这个时候我们说电流领先电压，或者说电压滞后电流。接下来，我们教大家从波形图来看出谁领先谁。从这个波形图，我们并不需要判断出某一个正弦量的出相角是大于0还是小于0，就可以直接看出谁领先谁。这里面的关键是我们要抓住同相位点。对于电压来讲，它的0度相位点在这里；对于电流的0度相位点在这里。我们从时间轴的负往正走，先遇到的是电压的0相位点，再遇到的是电流的0相位点，因此可以判断电压是领先电流的。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判断电压的90度相位点和电流的90度相位点，也是我们先遇到电压，再遇到电流。当然，大家也可以说，电流的0相位点在这儿，电压的0相位点在这儿，因此我们先遇到的是电流，后遇到的是电压。这样说当然没有本质问题，因为所有的正弦量都是以360度为一个周期的。但是通过我们下一页的讨论，大家就可以发现，我们人为规定了相位差的最大值，因此在这个图里面，我们只能说电压是领先电流的。接下来我们讨论3种特殊的相位关系。首先是同相，从波形图可以看得出来，电压和电流在相同的时间内通过同相位点。第二种情况称之为反相。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电压通过的是0度相位点，而电流通过的是180度相位点。类似的，这个时候电压是0相位点，这个时候电流是负180度相位点。第三种情况，我们说电压领先电流90度。当然，从本质上来说，你也可以说电流领先电压270度。但是，类似于我们此前关于出相角的讨论，我们的出相角和相位差都把它最大值限定在180度之内。这一点请大家牢记。作为本讲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周期量的有效值。首先，关于周期量有效值的定义是这样的：假设 IT 是一个周期量，请注意，我们这里并不需要它是一个正弦量，只要是一个周期变化的量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判断 IT 给一个电阻供电的时候，在它的一个周期内给电阻提供了多少能量。也就是说，这个能量从式子上可以写成从0到大 T IT 的平方乘以 R dt 来做积分。当然，对于每一个给定的 I 的波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能量计算出来。但是这种分析方法稍显麻烦，我们不妨用另外一个直流的电流来表示这样一个周期量在一个周期内
对电阻的能量贡献。接下来假设有这样一个等效的直流电流量，它在相同的一个周期大 T 内对这样一个电阻所提供了相同的能量。也就是说，虽然这个直流量是没有周期的概念的，我们依然来讨论它在0到大 T 内对这个电阻所提供的能量。大家很显然就可以知道，这是等于 I 方乘以 R 乘以大 T 的。我们要想用这个直流量来表示这个周期量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二者进行相等，因此就可以推得出来，这个直流量是等于周期量的平方做积分除以 T 再开根号的。由于用来表示周期量在一个周期内对电阻提供能量数值大小的这个直流量，是我们进行了开根号运算，根号里面的部分是我们进行了平均值运算，在根号里面的平均值部分，我们又对电流进行了平方，因此这个运算又叫做 RMS。 我们的讨论是基于电流的，当然类似的对电压也有相同的讨论。大家通过记住 RMS 的意思，就可以很方便的记忆周期量的有效值。之所以称之为有效值，就是从这个电流或者电压对电阻供电使得电阻发热的效果相同这个角度来出发的。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例题。这个电压波形是一个周期量，它的周期大 T 等于3。那么根据定义，我们要算它的有效值，或者说 RMS 值，就是这样的。U 是等于根号1/3在0到3内对 U 的平方做积分。我们知道在0到3之内 U 可以分成3段，0到1是1， 1到2是2， 2到3是0，因此这个积分也可以分成3部分，1/3 0到1 1的平方 dt 加上1到2 2的平方 dt 加上2到3 0的平方 dt。 经过简单的数值运算，大家可以知道这个有效值是 1.29 伏。在本讲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正弦量的有效值。对于一个幅值、角频率和出像角都给定的正弦量来讲，我们可以用公式来计算它的有效值，那就是 I 是等于根号 T1 0到 T I m 平方 sin 平方 omega t 加上 psi dt 的。当然我们可以把常数 im 平方拿出来，那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应用一下三角恒等变换， sin 平方等于1/2减 cosine 2倍的 omega t 加上 psi。 我们知道在0到 t 的范围内对 sin t 做积分等于0，因此在0到 t 的范围内对 sin 2t 做积分一定也是0，所以这个部分在0到 t 内做积分一定是0值，因此整个式子就变成了 im T1 0到大 T 对1/2做积分。很显然这个结果是 im 比上根号2，或者说可以写成 0.707 倍的 im。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把正弦量的最大值写成根号2倍的有效值，这一点非常重要。有了这个讨论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正弦量原来是最大值、角频率和出像角写成根号2倍的有效值、角频率、出像角的形式。因此此后我们讨论的3要素是有效值、角频率和出像角。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本讲我们将介绍重要的
能量处理系统、电力系统。电力系统是迄今为止人类构造的最复杂的系统，涉及到千家万户。在这一讲里，我们将介绍电力系统的发展历程，然后重点介绍中国电力系统的现状。从智能电网的迅猛发展可以看得出来，它给学科交叉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让我们开始吧。在介绍当前的电力系统之前，我们需要简单回顾一下早期电力系统的发展史。在电力系统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存在着直流和交流系统之争。应该指出，直流系统是由爱迪生首先发明并且建造起来的。他在1882年的时候，在纽约城建造了首个直流的中心站，并且向多个家庭提供直流供电，以便于他们进行照明。但是在几年之后，西屋和特斯拉这两位工程师发明了多项感应式电动机、多项感应式发电机和变压器。他们在几年之后成功的在尼亚加拉瀑布建立了3项交流发电系统，并且向几十公里以外的水牛城供电。在同年，另外一位工程师 Steinmetz 提出了交流电力系统的分析方法，从而解决了交流电力系统的分析问题。由于交流比较容易利用变压器来提高电压等级，从而降低输电损耗，因此在此后的发展中，交流逐渐替代了直流。但是在本讲里，大家可以发现，由于电力电子器件的兴起，直流和交流之争远远没有结束。图中是一个电力系统从远端向城市供电的简单示意图，下面这个部分是一个交流系统的示意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里面有3根线，可以表示它是3项交流供电。它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发电厂、变压器和输电线。接下来我们分别给大家展示这几部分的照片。这是上海外高桥发电厂安装的900兆瓦发电机的照片。大家看这个照片，实际上并不知道它的实际体积有多大，它只不过是被一个铁壳子封装起来了而已。那么我们通过下面的照片就可以告诉大家它实际是有多大的。这是刚才那个铁壳子里面的旋转部分，我们叫做转子的实际照片。这是刚才那个铁壳子里面固定部分，也就是定子的实际照片。这里面有几个工人，大家就可以知道整个发电机体积是非常庞大的。刚才介绍的是火力发电，也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烧煤产生水蒸气，用水蒸气以非常高的速度来推动发电机的转子在定子中进行旋转，从而切割磁力线产生电能。有的时候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一次能源并不是煤燃烧产生的水蒸气，而是水从一个水库中从高的势能转换成低势能的时候产生的动能。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通道把水引过来，推动水力发电机发出电能。这张照片就是我2003年的时候在尼亚加拉瀑布拍摄的特斯拉的照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特斯拉和西屋在尼亚加拉瀑布建造了人类第一个水力发电厂。这是实际的水力发电机的照片。与火力发电不同，水力发电都是直着的，也就是说它的旋转都是这个方向的。而我们刚才给出的火力发电，它的旋转是这个方向的，也就是说它是水平旋转的。这是水力发电机的定子和转子的照片，大家可以通过对比转子齿轮数的多少来发现水力发电机和火力发电机的显著差别。由于我们在火力发电中水蒸气的速度比水力发电中水流的速度要高得多，因此这二者的叶片数量差距非常大，它们的旋转速度差距也非常大。第二个部分是变压器，这是一个220千伏的单向变压器的照片。这两个端是输入电压，这两个端是输出电压。这是220千伏到500千伏的3向变压器，这3个端
是3项的输入，后面挡住了的是3项的输出。交流电力系统的第3个部分是传输线，相信这些传输线在大家平常的交流中已经见到过了。这种方式是最常见的，3根传输线平行分布。这种传输线是把3根传输线用倒三角形的方式来分布，我们称之为紧凑型输电。它比起左边这种方式来讲更加节省占地，因此整个输电线路的造价要低。刚才我们介绍的是下面这个部分，交流发电、输电和供电系统。随着电力电子装置的发展，我们能够生产出更大功率的电力电子器件，因此就诞生了高压直流系统，也就是 HVDC（High Voltage Direct Current）。高压直流系统有2个非常核心的单元，也就是整流部分和逆变部分。关于整流和逆变，我们在此前几讲里已经给大家进行了基本的介绍。大家请看，这就是我在广州换流站拍摄的一张实际照片。这是一个从云南向广州进行正负500千伏高压直流输电在广州端的变电站的照片。照片中还有一个人，大家可以看到其他的设备体积都非常庞大。在电力系统中，动辄电压就是几百千伏、上千千伏，线路上传输的电流动辄是1000安培、几千安培，甚至上万安培。那么这么大的电流、这么高的电压有其特殊性。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看2个视频。第一个视频是这样的输电线，我们管它叫4分裂，也就是说把1根输电线切成4根进行传输。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大家将在电磁场课程里进行学习，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交流系统来讲，有所谓的屈肤效应，也就是说电流主要是沿着导线的表面进行传输，因此我们不妨把里面那些传输电流很少的部分取出来，这样就构成了分裂输电线。另外，除了交流系统的屈肤效应之外，对于其他的交流和直流系统都在不均匀电场下有放电现象。我们给的第一个视频就是用红外摄像机拍摄的干塔的绝缘子附近的电晕放电现象。接下来的第2个视频是油载开关开路的实验。大家在中学阶段做实验的时候，也许整个电路的开通和关断就通过一个开关就可以完成了，但是在1000安培甚至更高的电流时，我们就非常难以在导通电流的情况下进行电路的开和闭。下面这个视频就给出了这样一个实例。除了高电压和大电流所带来的特殊现象以外，在目前电力系统中有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就是智能电网。我们知道电能是产生出来，以某种方式进行传输，在城市附近进行分配，从而给用户进行使用的。在以往的电力系统中，整个的电能都是以单方向进行传输的。但是由于有很多新的发电形式，比如说风电、太阳能发电，同时也有很多新的储能形式，比如说电动汽车和家庭的储能装置的出现，使得我们在用户端可以向配电端进行能量的传输，这样就会使得能量的产生、传输、分配和使用更加高效。当然，为了使得能量的双向传输变得可能，需要我们有非常高效率的数据采集和通信系统，以及更加智能的电力系统的监控、调度、控制和机电保护系统。图中的左边是我们所谓的电力系统的1次侧，也就是高电压、大电流侧。图中的右边是电力系统的2次侧，也就是低电压、小电流信号侧。大家通过这个智能电网的示意图可以发现，电力系统是把能量处理
和信号处理在一次侧和二次侧进行完美融合的最大的人造系统。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电力系统的发展。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自1980年以来到最近，中国电网的装机容量，也就是安装的发电机的发电容量，有了非常显著的增加，在2012年达到了1147 吉瓦。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2012年整个的统计数据。整个装机容量是1147 吉瓦。在2013年的时候，中国电网的装机容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其中水电装机和风电装机都是世界第一。从用电角度来讲，2012年整个用电 4.96T 千瓦时，也是排名世界第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有13亿的人口，因此平均下来算，每个人每年用电是3815千瓦时。我们不妨对比一下，法国在2000年的时候有6000万人口，它的社会总用电量是 0.5T 千瓦时。我们可以算出它的人均年用电量是8333千瓦时。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当前的总用电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距离世界发达国家人均年用电量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电网的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截止目前为止，除了总装机容量和总发电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之外，中国电网还有几个世界第一。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发电站，也就是三峡水利发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 22.5 吉瓦。中国拥有世界最高电压等级的交流输电线路，是1000千伏交流，同时拥有世界最高电压等级正负800千伏的高压直流输电。这张图给出的就是中国电网的简单示意图。黑色的粗线就是刚才说明的1000千伏的交流输电线路，红色粗线就是正负800千伏的 HVDC 输电线路，紫色粗线是750千伏输电线路。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密布的500千伏交流输电线路。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1讲，我们引入一个新的概念，向量，英文是 phasor。向量的意思就是能够代表相位信息的矢量，也就是 vector with the information of phase。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人造的词呢？我们要从这个问题来出发。大家请看，对于这样一个正弦激励下的 RL 阶电路来讲，我们要求电流 UR 和 UL 的稳态响应。对于这个动态电路来讲，我们很容易的列出它的方程是这样的 ：L dI dt 加上 Ri 是等于 US 等于 UM 乘以 sin 欧米伽 t 加上普赛 U 的。这一点和我们此前3周讲授的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没有任何不一样。我们知道电流的时域表达式是等于电流的稳态解加上 A 乘以 E 的负 t 比套。A 乘以 E 的负 t 比套就是这个微分方程的其次通解，其中 A 是待定系数，这个套对于 RL 电路来讲是 L 比上 R 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感兴趣的就是它的稳态解。在此之前，我们讨论过激励是 t 的多项式表达式，以及激励是常数时稳态解的情况。那么对于激励是正弦时，我们可以设稳态解是 I 稳态 t 等于 A 乘以 sin 欧米伽 t 加上 b 的形式。这其中的 A 和 B 需要我们把它们带到这个方程里面去，对照相应的系数来获得。在代入之前，我们需要对它进行微分 dI 稳态 dt 是等于 A 欧米伽 cosine 欧米伽 t 加上 b 的。我们把这个项和这个项都带入刚才这个方程，就可以得到 LA 欧米伽 cosine 欧米伽 t 加上 b 再加上 RA sin 欧米伽 t 加上 b 是等于
sin omega t 加上普赛 u 的。对于左边这项来讲，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化解。首先把 a 拿出来，接下来我们把这两项分别乘以和除以 r 平方加上 omega l 平方开根号，也就是这样的。在得到了这个表达式以后，我们需要把这一项变换成为 sin omega t 加上什么的形式。当然，通过我们刚才的变换，很显然我们需要把它变成是一个 cosine 量，把它变成是一个 sin 量。那么这个 cosine 量和这个 sin 量的角度，它就应该是 arctangent omega l 比上 r。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写出来 a 乘以根号 r 平方加上 omega l 的平方乘以 sin omega t 再加上 b 再加上 arc tangent omega l 比上 r 是等于 乘以 sin omega t 再加上普赛 u 的。我们对比相应的系数，比如说幅值部分、角频率部分和出像角部分，就可以知道 a 是等于 比上根号 r 平方加上 omega l 平方的， b 是等于普赛 u 减去 arctangent omega l 比上 r 的。于是我们就完成了对电流 I 稳态解的求解，可以写得出来。知道了电流的稳态以后，要想求 UL 的稳态，我们知道 UL 等于 L 抵 I 抵 T， 把它代入其中，就可以写出来是 L omega UM 比上根号 R 平方加上 omega L 的平方乘以 sin omega T 加上普赛 U 减 arctangent omega L 比上 r， 再加上90度。之所以这里要加90度，是因为求导以后它变成了余弦，我们统一用正弦来表示正弦量。接下来我们要求 UR 的稳态。当然，我们得到了电流的稳态以后，可以用 R 乘以 I， 也可以用 KVL， 也就是说 UR 是等于 US 减去 UL 的。我们采用下一个方法，通过比较繁琐的三角恒等变换，可以知道它是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求解。大家觉得这个过程还满意吗？貌似我们完成了它的求解，但是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求解过程是比较麻烦的。整理一下，它有3个麻烦。第一个麻烦是我们求电流时那个微分方程特解待定系数的求解是比较麻烦的。第二个麻烦是我们求电阻电压时需要进行正弦量的加减，利用三角恒等变换。第三个麻烦是我们求电感电压的时候需要进行正弦量的微分，或者说在别的情况下需要进行正弦量的积分。也许你觉得对于这个简单的题来讲，这点麻烦不算什么，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电路。我们在第60讲给大家介绍了电力系统的简单知识，这是中国一个初级变电站的接线图，每一个红线代表着一个电源，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正弦的电压源，这是另一个正弦的电压源。每一个蓝线意味着某一个负载，
这个负载一般情况下可以用一个 RL 电路来建模。大家请看，这里面总共有10个输出，也就是说可以有10组 RL 负载，每一个黄线也代表一个负载，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 RL 负载。也就是说，这个最简单的变电站，它意味着有2个电源同时给13个负载来供电，每一个负载都可以建模成一个 R 和一个 L 的串联。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想分析出这个最简单变电站上电压电流的分布，就需要列写并且求解13阶的微分方程。大家想想，我们怎么可能比较方便的求解出这些微分方程的特解中的待定系数？怎么可能比较方便的进行相应正弦量的加减，比较方便的进行相应正弦量的微分和积分运算，从而获得整个电路各个节点的电压和各个支路的电流呢？何况这还是一个最简单的变电站。如果我们想要知道整个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电网中电压和电流的运行情况，采用刚才的那种方法完全是不可思议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在第60讲给大家介绍了 Steinmetz 这个工程师，他最杰出的贡献就是提出了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稳态分析的向量法。我们重新用 Steinmetz 的思想来审视刚才分析的这个简单的电路，我们寻找到了3个支路量：电流、电感电压、电阻电压。大家请看，这3个支路量的幅值各不相同，出向角也完全不一样。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角频率完全一样。这个发现貌似没有什么特点，因为对于一个线性电路来讲，如果说激励就是一个频率的话，那么电路中所有的响应都是同一频率。但是我们仔细的想一想，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和电阻电路的分析主要的区别在哪里呢？对于正弦量来说，我们需要同时寻找到它的3个要素，也就是有效值、角频率和出向角，才完成了一个支路量的求解。但是对于电阻电路中任何一个支路量来讲，我们只需要找到它的幅值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发现在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解都以相同的频率变化着的话，那么我们在寻找解的过程中，关于角频率的求解就是没有必要的了。因此 Steinmetz 创造性的提出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数值能够同时表示一个正弦量的有效值和出向角呢？大家也许已经想到了，我们中学阶段学过的复数就具有这样的功能。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简单的复习一下复数的基本概念。首先是复数的表达方式。复数是在负平面上面的一个点，负平面可以用实轴和虚轴画出一个坐标来。复数常见的表达方式有2个，在直角坐标系下，我们可以用大 A 等于小 a 加借 b 来表示， A 和 B 分别是在负平面上一个点在实轴和虚轴上映射的长度。另外一种方式是，我们从原点出发，画一条指向 A 的射线，那么这条射线的长度我们称为 A 的模，这条射线与实轴的夹角我们称为 A 的向角西塔。因此我们就得到了复数在极坐标下的表达式，也就是 A 等于 A 的模乘以 E 的 j 西塔。请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西塔是指着 A 从实轴出发逆时针的旋转西塔角度。有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也可以把复数从 A 的模乘以 E 的 j 西塔简写成 A 和角西塔的形式。复数的这2种表达方式是一一对应的，它们的映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接下来我们来考虑一下复数的简单代数运算。首先，对于加减法来讲，大家请看，很显然用复数的实部和虚部的表达方式是比较容易来计算的，也就是说2个复数相加减就对应着它们的实部相加减和虚部相加减。其次，对于乘除法来讲，用极坐标方式来表示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两个复数相乘意味着它们的模相乘，相角相加。之所以是相角相加，我们可以写得更清晰一点，是这样的 ：e 的 j 普赛1乘以 e 的 j 普赛2是等于 e 的 j 普赛1加上普赛2的。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写为角普赛1加普赛2的形式。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旋转因子。假设现在有一个复数，我们讨论这个复数乘以1的 j 普赛，我们把这个复数表示成极坐标的形式，也就是说它等于 a 的模再乘以 a 的相角，我们假设这里面 a 的相角是西塔，再乘以1的 j 普赛，于是利用刚才复数相乘，我们就知道它等于 a 的模乘以 e 的 j 西塔加上普赛。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复数乘以1的 j 普赛以后，就等于这个复数模不变，相角逆时针增加普赛度。那好，下面我们用欧拉公式来看几个特殊的普赛。首先，普赛等于2/派，我们可以把它展开，那就是我们知道 cosine 2/派是等于0的， sin 2/派是等于1的，于是它就等于 j。知道了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一下，任何一个复数如果乘以 j 的话，就等于这个复数乘以 e 的 j 2/派。根据我们刚才的讨论，就知道任何一个复数乘以 j 就等于这个复数逆时针的旋转了90度，就是这样的。类似的，我们用欧拉公式来展开 e 的负 j 2/派，它就是 cosine 负90度也是0， sin 负90度是负1，因此这个结果是负 j。类似的，我们知道负 j 乘 a 等于 a 乘以 e 的负 j 2/派，这意味着 a 逆时针旋转负90度，或者说 a 顺时针旋转90度。第三个特殊的情况是 e 的正负派，这就意味着我们知道 cosine 的正负派都是负1， sin 的正负派都是0，因此它是等于负1的。这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复数乘以负1，就等于这个复数乘以 e 的 j 正负派，那就意味着它顺时针或者逆时针转180度。这一点跟大家的直观感觉是完全一样的。经过了这个讨论，大家就可以发现正界、负界和负1在我们的复数世界里都是旋转因子。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有了刚才的复数基础知识之后，我们怎么用复数来表示正弦量呢？大家请看，我们不妨先引入一个复函数，也就是这样的，我们设 at 是等于根号2 i e 的 j 欧米伽 t 再加上普赛的。我们用欧拉公式对它进行展开，就得到这样的形式：根号2 i cosine 欧米伽 t 再加上普赛，再加上 j 根号2 i sin 欧米伽 t 再加上普赛。大家发现了吗？我们刚才研究的正弦量正是这个复函数的虚部。这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正弦量根号2 i sin 欧米伽 t 再加上普赛，都等于我们相应的那个复函数的虚部形式。知道了这一点有什么帮助呢？我们可以更仔细的把这个复函数写成这样的形式。大家请看这一项，首先它是一个复数，其次它既表示了正弦量的有效值，又表示了正弦量的出相角，因此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复数来一一映射的表示这个正弦量。我们不妨把它记作 i 点儿。类似的，对于一个电压来讲，
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个复数 u 点来表示它。这里的 i 点和 u 点就是我们定义的 phasor 向量。我们在此讲一开始的时候说过，向量就是有相位信息的矢量。大家请看，这首先是一个矢量，它有模有相角，其次相角中表示了对应正弦量的相位信息，因此称作向量。那么为了简便起见，把它简写为 i 相角 u 相角的形式。下面我们来做2个例题，我们需要把正弦量的时域表达式转换为它们的向量表达式。对于它来讲，幅值是 141.4， 我们知道它等于根号2乘以100。它的出相角是30度，因此整个对应的向量是等于。对于它来讲，大家要熟悉，它是等于根号2乘以220的。之所以是220，是因为在中国，家用墙上插座的电源电压是220伏，这里的出相角是负60度，因此电压所对应的向量是等于220负60度，单位分别是伏和安。第2个例子是反过来，给出了一个电流的模、出相角和频率，我们要给它的时域表达式。根据映射关系，我们知道此时这个电流是 IT 是等于根号2 50 sin 2派乘以50 t 再加上15度安的。大家请看，有了前页的一映射关系以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将一个正弦量的时域表达式和它的向量表达式进行映射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向量的代数运算是如何操作的。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同频正弦量的加减法。如果说没有向量，2个正弦量进行加减的话，我们需要进行比较繁琐的三角恒等变换，这也就是我们刚才用来求解 UR 时 KVL 的难度所在。但是我们现在进行一点变换，对于这个正弦量来讲，它是等于第2个正弦量是等于这其中的 U1 点是等于 U1 psi 1的 ，U2 点是等于 U2 psi 2。好了，现在我们来计算它们之和。我们知道取虚部和加号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计算的。接下来我们可以推得，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能够方便的用 U1 点和 U2 点算出 U1 点加上 U2 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利用刚才的映射关系求得 U 的时间表达式了。接下来我们来讨论正弦量的微分和积分。对于这个正弦量来讲，我们还是把它对应的复函数写出来，那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来算它的微分。我们知道取虚部和微分是可交换的，也就是这样。在被求导的部分里面，根号2i 是一个常数，因此求导仅针对 ej omega t 来展开，得到大家发现了吗？这个 j omega i 点就是 di dt 所对应的那个向量，这就意味着对一个正弦量求导的话，
那么就对应着那个正弦量的向量乘以 j 欧米伽 i 点。我们接下来在负平面中把 i 和 dI dt 的对应的向量画出来。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设欧米伽是等于1的。假设电流所对应的向量是这样的，那么 dI dt 所对应的向量是 j 乘以 i。根据我们此前的讨论 ，j 就是旋转因子，它意味着 i 这个向量逆时针的旋转90度。把刚才对 i 微分的讨论进行一下推广，我们就可以知道，对 i 的积分就对应着 i 的向量除以 j 欧米伽，或者说我们通常写成负 j 乘以欧米伽分之 i 的向量。我们还把对 i 的积分所对应的向量画在这个负平面上，同时假设欧米伽等于1的话，我们知道负 j 也是一个旋转因子，它意味着顺时针旋转90度，那就是这样的。在本讲的最后，我们重新来回顾一下本讲一开始时讨论的那个问题。我们需要求正弦激励下 I、UL 和 UR 的稳态解。我们得到的这个方程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把所有的正弦量用对应的向量来表示。大家请看 ，UST 就对应着 US 点 ，IT 就对应着 I 点 ，dI dt 就对应着 j 欧米伽乘以 I 点。那么我们把相应的方程写出来，就是这样的 ：UM 比根号2 psi U 是等于 R 乘以 I 点，再加上 j 欧米伽 L 乘以 I 点。进行整理一下，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 R 加上 j 欧米伽 L 乘以 I 点的。大家请看，这是一个关于变量 I 的负系数代数方程，这与我们刚才所分析的关于变量 IT 的实系数微分方程求解难度是很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直接就可以写得出来 ，I 点是等于 UM 比根号2 psi U 角 R 加上 j 欧米伽 L 的。如果我们想写得更仔细一点，可以把 R 加 j 欧米伽 L 写成 R 的平方加上欧米伽 L 的平方角 arc tangent 欧米伽 L 比上 R。因此，类似于刚才的，我们就可以写出它对应的向量是 UM 比根号2 R 平方加上欧米伽 L 的平方 psi U 减去 arc tangent 欧米伽 L 比上 R。如果我们想要写出电流的时域表达式的话，那只需要把这个模乘以根号2，那就是 IT 是等于 UM 比上根号 R 平方加上欧米伽 L 的平方乘以 sin 欧米伽 t 再加上 psi U 减去 arc tangent 欧米伽 L 比上 R 的。大家不妨对比一下，这个结果和我们前面得到的结果完全是一样的。在前面我们要想得到 UL 的话，是需要对正弦量进行微分运算的。而我们知道，对正弦量进行微分意味着向量域中 j 欧米伽乘以这个正弦量，也就是说 UL 点是等于欧米伽 L UM 比上根号2根号 R 平方加上欧米伽 L 平方 psi U 减 arc 欧米伽 L 比上 R 再加上90度的。需要指出，这里面的这个加90度就是这个正 j 带来的。那么有了这个 UL 点以后，我们也可以很方便的利用刚才讨论的一映射关系写出 UL 的时间表达式。接下来我们还是用 KVL 来写 URT 是等于 US 减 UL 的。我们已经知道了 UL 的向量，也知道了 US 的向量，只需要在计算器中把这两个负数进行相减就可以了。虽然现在用表达式看来它们是比较复杂的，但是在计算器中
把它们转换成实部和虚部的形式以后，它们的相减就是很简单的了。这一点我们留给大家作为一个课后的思考题。大家请看，如果说对于一个动态电路来讲，激力是正弦量，我们要求它的任何一个支路量的稳态解的话，我们管这种情况叫做正弦稳态分析。在我们列写出电路的微分方程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所有随时间变化的量转换成向量，也就是说从微分方程得到了代数方程。因此我们在此前讨论电阻电路时候所得到的所有经验就可以使用了，只不过区别是在那时候变量的系数是实系数，在这里变量的系数是负系数。当然这一讲里我们还需要列出整个电路的微分方程，才能够得到对应的代数方程。在此后的2讲里，我们将直接根据这个电路得到这个代数方程。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2讲，我们来讨论向量形式的电路约束。在上一讲的结束，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可能使得我们不列写动态电路的常微分方程，然后再用向量把它转换成负系数的代数方程呢？我们知道，一个电路方程的列写需要应用2种约束，也就是拓扑约束和元件约束。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就来详细的讨论在时域里适用的拓扑约束和元件约束，在向量这样的大背景下，也就是向量域下是怎样的形式。我们首先来看拓扑约束。拓扑约束包含2个部分，也就是 KCL 和 KVL。大家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如果说我们把 KCL 的所有电流全部换成向量的话，那么很自然，向量形式的 KCL 就可以写成所有的流入某个节点的向量值电流和为0。类似的，如果我们把时域形式的 KVL 约束中所有的电压转变为电压向量的话，那么向量形式的 KVL 就可以写成在一个回路中所有电压形式的向量之和也为0。这就是关于电压和电流向量形式的 KCL 和 KVL， 它就是整个电路的拓扑约束。大家请看，这是关于 U 点和 I 点的线性代数方程。接下来我们讨论每个元件的元件约束。首先是电阻。我们知道在时域里 UT 等于 R 乘以 IT 的，我们把 U 变成 U 点，把 I 变成 I 点，因此在向量域中就有 U 点等于 R 乘以 I 点，它依然是一个关于 U 和 I 的线性代数方程。因此我们可以在向量域中画出它的等效电路，那就是 R、U 点和 I 点。由于 U 和 I 之间是一个实系数代数关系，我们可以知道，如果电流的向量是这样的话，那么电压一定跟它同相位。接下来我们讨论电感。如果说把电感的电压用向量来表示的话，它就是 U 点。但是如果说把电感的电流用向量来表示的话，那么整个对电感电流的微分就是 J 欧米伽 I 点。因此整个在电感上电压和电流之间的微分关系就变成了向量域中 U 点等于 J 欧米伽 L 乘 I 点。这是电压和电流的虚系数代数关系。于是根据这个方程，我们就可以在向量域中写出 U 点和 I 点的约束，只需要把这个 L 变成 J 欧米伽 L， 就可以使得它满足 U 点等于 J 欧米伽 L 乘 I 点。也就是说，我们在向量域中认为电感变成了一个虚系数的电阻。如果说我们知道电感的电流是这样一个向量的话，根据我们此前讨论过的旋转因子 J 的定义，也就是说 J 乘以某一个向量是使得这个向量逆时针旋转90度。因此我们知道电感的电压向量是超前电流向量90度的。这一点我们以后会经常用到，非常重要，请大家熟记。
除此之外，通过分析这个方程，我们可以发现，欧米伽 L 部分表征了在电感上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为了区别此前电阻对电流的阻碍作用，我们管它叫做电抗。由于它是由电感引起的电抗，所以我们管它叫做感抗。而且我们还发现，一个电感的感抗，它是角频率的函数。我们不妨把这个函数关系画出来，那就是随着角频率的增加，感抗是线性增加的。这就意味着，在频率等于0的时候，一个电感在正弦稳态下对应着是短路；在频率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一个电感的感抗趋向于无穷大。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电容。由于电容和电感是一对对偶的元件，因此我们很多对电感成立的结论对电容也就自然成立了。我们把电容的电流转换成向量，把它的电压也转换成向量。我们知道 dU dt 就对应着 J 欧米伽 U 点，因此在电容上，电压和电流的虚系数代数关系是 I 点等于 J 欧米伽 C 乘 U 点。我们经常会把它反过来写成 U 点等于 J 欧米伽 C 分之 I 点，或者进一步写成等于负 J 欧米伽 C 分之1乘以 I 点。类似于刚才电感的讨论，我们把负欧米伽 C 分之1定义为电容的容抗。抽取欧米伽 C 分之1部分，主要是为了和电感一样表征对电流的阻碍作用，但是呢，又为了和电阻区别，所以我们管它叫抗。之所以这里面抽取了负号，是为了表征和电感的不一样，因此大家请熟记，电容的容抗是负欧米伽 C 分之1。由于这里的电压和电流满足虚系数的代数关系，因此类似于电感，我们也可以画出电容向量域里的电路模型，那就是大家请看，在这样的模型里，电容就变成了一个虚系数的电阻。那么，如果说一个电容上的电压向量是这样的，根据我们此前讨论的 J 旋转因子的作用，我们就知道它上面的电流是领先电压90度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请大家熟记。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绘制一下电容容抗随频率变化的曲线。由于容抗是负值，因此我们在这里写成这样的形式：频率趋向于0的时候，整个容抗是一个无穷大值；在频率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容抗趋向于0，也就是它是一个倒数型的曲线。有了前面讨论的拓扑约束和元件约束以后，我们来回答前一讲的问题：如何将一个动态电路不列写微分方程，就可以直接得到它的负系数代数方程？我们来看，对于这个动态电路来讲，我们要想分析它，需要利用 KCL、KVL 和元件约束。我们现在来列写方程。在这个节点上，我们知道 IL 是等于 IC 加上 IR 的。在这个回路中，应用 KVL， 我们知道 US 是等于 L 抵 IL 抵 T， 再加上 C 分之1对 IC 做积分的。在这个回路里，我们知道 C 分之1对 IC 做积分是等于 R 乘以 IR 的。这就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方程。把这些方程进行各种各样的变换，我们就可以得出任何一个支路量的微分方程，从而进行求解。我们现在来看，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电路转换成向量域的形式，那就是这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电路中，我们在这个点同样有 KCL， 也就是 IL 点是等于
IC 点加上 IR 点的。在这样的一个回路里，同样有 KVL， 那就是 US 点等于 J 欧米伽 L IL 点再减去 J 欧米伽 C 分之一 IC 点。在这样的一个回路里，同样有 KVL， 那就是负 J 欧米伽 C 分之一 IC 点等于 R 乘 IR 点。大家发现了吗？这三个方程是关于未知量 IC、IL 和 IR 的负系数线性代数方程。我们此前电阻电路中讨论的所有技巧和方法都可以用来求解这样的电路。于是我们就把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转换成了负系数代数方程的列写和求解问题。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3讲，我们引入两个新的概念，阻抗和导纳。其实在此前的62讲里，我们已经对这两个概念有所接触了。还记得在那时候，我们为了区别电阻上电压和电流的实系数代数关系，我们引入了电感上电压和电流的虚系数代数关系，并且定义那为感抗了吗？阻和抗都是用来表征对电流的阻碍作用，把它们合在一块儿，也就是说把实数和虚数合在一块儿就是一个负数，就构成了阻抗。与阻抗对偶的，我们当然还有导纳，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讲的核心思想。好，现在我们来分析这样一个一端口电路，端口里面包括 RLC 和受控元，整个电路工作在正弦稳态下。对于这样一个电路，应用电阻电路的知识，我们知道可以用加压求流，或者说加流求压的方法，能够求得出来 U 是等于什么乘以 I 的。又由于在里面的电阻有 U 等于 R 乘以 I， 电感有 U 等于 J 欧米伽 L 乘以 I， 电容有 U 等于负 J 欧米伽 C 分之一乘以 I。 因此经过种种的变换以后，这里面的这个数应该是一个负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定义为 Z， 这个 Z 就是我们定义的阻抗。通常来讲，它是有实部和虚部的。这里面的实部我们称之为电阻，这里面的虚部我们称之为电抗，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它表示成模和相角的形式。这个模我们称之为阻抗的模，这个角我们称之为阻抗角。因此我们就可以获得所谓的阻抗三角形，它就是这个三角形就是阻抗的实部虚部表达方式和模相角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很容易理解。接下来我们以 RLC 串联为例，来说明这样一个一端口网络的阻抗特性。从图示我们可以知道 Z 是等于 R 加上 J 欧米伽 L 减 J 欧米伽 C 分之一的。我们把实部和虚部各自合并一下，就得到 R 加上 J 欧米伽 L 减去欧米伽 C 分之一。这里面我们依然把它写成阻抗的模和阻抗角的形式。在不同的 LC 取值情况下，这个相角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欧米伽 L 大于欧米伽 C 分之一，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phi 是大于0的，而且我们知道 U 是领先 I 的，我们称这个时候电路是感性的。也就是说，这个电路既表现出电阻的特性，也表现出电感的特性，但是不是纯的电感，因此称之为感性。第二种情况是欧米伽 L 小于欧米伽 C 分之一，这个时候 phi 是小于0的，这个时候电流是领先电压的。类似的，我们称这个时候电路呈现为容性。
第三种情况很特殊，欧米伽 L 等于欧米伽 C 分之一，这个时候 phi 等于0，这个时候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我们称之为谐振。关于谐振，在此后的几讲里我们会详细的讨论。下面我们来把整个一端口网络各个支路量的向量画在一起。假设这个电流向量是这样的话，根据电阻上的电压电流关系，我们知道 UR 一定和电流同相位。至于 UR 和 I 谁大谁小，这取决于电阻的阻值是大于1还是小于1，这一点我们目前不太关心。在电感上，电压是领先电流90度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UL 是这个方向的。而且我们知道，在电容上，电压是落后电流90度的，因此我们画出来 UC 是这个样子的。我们知道，在端口上 U 是等于 UR 加 UL 加上 UC 的，因此我们需要把这三个电压向量加起来。大家可能熟悉的是基于向量相加的平行四边形法。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电压向量。但是在电路里，我们更习惯于采用首尾相接的方法，也就是这样。我们画出了电流向量，我们以后把这个水平的向量称之为参考向量。画出了电流向量以后，我们首先画出 UR， 接下来我们画 UL。UL 一定是垂直向上的。我们此前 UL 的起点在原点，我们用首尾相接的方法是把 UL 的起点画在 UR 的终点，也就是这样。类似的，因为整个的 U 是等于 UR 加 UL 加 UC 的，因此我们把 UC 的起点画在 UL 的终点，就是这样。从而我们就可以直接得到 U 的向量。大家对比一下这两种方法，你会发现右边这种把所有支路量的向量画在一起的方法比左边要显得简明。因此大家应该逐渐熟悉这样的绘制方法。这种图我们称之为向量图。向量图是求解正弦稳态电路非常有效的工具，大家一定要充分掌握和体会。刚才我们绘制的是欧米伽 L 大于欧米伽 C 分之一的情况。如果欧米伽 L 小于欧米伽 C 分之一，那么它的向量图就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欧米伽 L 等于欧米伽 C 分之一，那向量图应该是这样的。大家请看，在这里面 UL 和 UC 的数值取决于 RLC 的参数。正弦稳态中，我们会经常发现某一个支路量，比如说这里面的 UL 和这里面的 UC， 它的数值大于整个端口上的电压数值。这种情况在电阻电路里是不存在的。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个实验。这是电阻、电感和电容的串联电路，用来观察其正弦稳态现象。输入为相载的正弦信号，输出为电容两端的电压。虚拟示波器通道1接输入信号，通道2接输出。现在看示波器显示的波形，黄色的波形为输入的波形，绿色波形为输出的波形。此实验说明，在正弦稳态电路中，当激力为正弦信号时，电容上的电压响应为同频率的正弦电压，同时电容电压的赋值略大于输入电压的赋值，这是动态电路的特点。在前一页里，我们介绍了阻抗三角形，那就是 Rx 和 Z 的模和
φ 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我们经常把这部分叫做 UR， 这部分叫做 UX。这一点在感性和容性的向量图中都有所体现。在这样的支路量定义方式下，我们也可以有 UR、UX、U 的方式画出向量图。当然，这里面我们隐含地认为电路是一个感性的。需要指出的是，这时候 U 领先 UR 也是φ角，因此这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刚才已经详细的讨论了阻抗是实数形式的阻碍和虚数形式的抵抗。接下来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得到导纳，也就是实数形式的导通和虚数形式的接纳。那么类似的，这个一端口网络是由 RLC 和受控元构成的。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在电阻上有 I 等于 G 乘以 U， 在电感上有 I 等于 J 欧米伽 L 分之一乘以 U， 在电容上有 I 等于 J 欧米伽 C 乘以 U。我们一样的可以用加压求流法，或者说加流求压法对它来进行分析，从而写得出来 I 是等于什么乘以 U 的。这个什么我们称之为导纳。类似的，它也可以写成实部加上虚部的形式，或者写成模和相角的形式，也是类似于此前我们可以画出导纳三角形。接下来我们以 RLC 并联为例，来具体讨论一个一端口导纳网络。我们知道这个时候 Y 是等于 G 加上 J 欧米伽 C 减去欧米伽 L 分之一的，我们把它写成 Y 的模和导纳角的形式，也可以写成 G 加 JB 的形式。类似于此前的讨论，这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欧米伽 C 大于欧米伽 L 分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 φ 一撇是大于0的，电压是落后电流的，我们称之为电路呈现为容性。对应着它的向量图就应该是这样的。大家请看，我们首先以端口电压为参考向量，这个时候 IR 我们设为是这个值。由于在电感上电压是领先电流90度的，因此首尾相接画 IL 就应该是这个方向。又由于欧米伽 C 是大于欧米伽 L 的，因此首尾相接画 IC 应该是这个方向。最终我们得到的电流是这个方向，因此它是电流领先电压或者电压滞后电流的。第二种情况是欧米伽 C 小于欧米伽 L 分之一，这个时候 φ 一撇是小于0的，我们说电流滞后电压，它对应的向量图是这样的。第三种情况是欧米伽 C 等于欧米伽 L 分之一，这个时候 φ 一撇等于0，我们说 U 和 I 是同相位的。它的向量图是这样的。类似于此前的导纳三角形，我们也可以画出此时对应的电流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也是相似的。对于一个包含 RLC 和受控元的一端口网络来说，我们可以既把它写成阻抗的形式，也把它写成导纳的形式，那就是 Z 是等于 R 加 JX 的， Y 是等于 G 加上 JB 的。由于这是相同的一端口网络，因此端口的电压电流满足的方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 U 是等于 Z 乘以 I， 或者 I 是等于 Y 乘以 U 的。因此我们就知道 Z 和 Y 之间是互为倒数的关系。但是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Z 和 Y 之间互为倒数并不意味着 R 和 G 之间互为倒数，也不意味着 X 和 B 之间互为倒数，这一点请大家牢记。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有了阻抗和导纳的概念以后，我们就会涉及到阻抗的串并联连接了。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讲，是 Z1 并 Z2 再串上 Z3， 我们要求它的端口的等效电阻，很容易写得出来， Z1Q 是等于 Z1 乘以 Z2 比上 Z1 加上 Z2 再加上 Z3， 因此我们就知道它是等于最终的结果是等于 25.9 加上 J 18.6 欧。通过这个例题，大家就可以发现，在正弦稳态计算中，你需要熟练地掌握复数的实部虚部磨合相角的混合运算。这个时候，准备一个具有这样功能计算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稍微复杂一点的向量图的画法。我们在讨论这个之前，需要回顾一下，对于电阻来说，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对于电感来说，电压是领先电流90度的；对于电容来说，电流是领先电压90度的。有了这三个基本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用首尾相接的方法画出整个电路的向量图来。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然后再和电感串联的电路。通过此前的讨论，大家应该可以发现，要想画一个向量图，确定参考向量是比较重要的。我们在这里采用 UR 或者说 UC 作为参考向量，这二者是一样的。知道 UR 以后，我们就知道 IR 一定是这个方向。需要强调的是，在画向量图的时候，在某一个元件上，电压和电流向量之间的大小往往不重要，重要的是二者之间的角度关系。知道了 IR， 我们现在还知道 IC 是一定领先 UC 90度的，因此 IC 是向上的。具体向上这个向量有多长，我们并不关心，从而我们就知道了 IL 是这个方向的。现在开始很重要的讨论 UL 是哪个方向。大家现在一定在想 UL 是领先 IL 90度的，因此你想往这个方向来画，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还记得我们要想用首尾相接的方式来画向量图吗？也就是说 U 是等于 UL 加上 UC 的，因此我们要从这作为 UL 的起点，沿着这个方向来画 UL， 然后得到整个电路的 U。 大家请看，在这样的一个向量图里面，我们用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了电流三角形，用另外一个三角形来表示了电压三角形。通过此后几讲的例题，大家就可以发现，这种首尾相接方式的向量图比较便于求解电路。
作为本讲的最后一部分，我们用阻抗和导纳对二端口进行一下拓展。在二端口里，我们知道，如果说一个二端口只包含电阻和受控源的话，那于是就有 G 参数矩阵是也有 R 参数矩阵，那就是如果说整个电路包含了 RLC 和受控源的话，那么在正弦稳态下，我们用向量形式来表示整个电路的话，端口就应该写成向量的形式。因此，整个的 G 参数和 R 参数就应该写成对应的向量形式，电导参数就应该换成导纳参数，电阻参数就应该换成阻抗参数。具体来说，就应该有因此，在引入正弦稳态以后，我们就不再说 R 参数和 G 参数，更多的说 Z 参数和 Y 参数了。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有了向量的概念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常微分方程转化成负系数的代数方程，进而将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转换成负系数的电阻电路分析。于是我们在电路原理1里面的所有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了。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我们今天这个奇妙的历程将通过7个例题来展开。首先，我们来看一个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初值问题。大家请看，一开始开关是合上的，正弦激励给电感供电，在 t 等于0时刻开关打开，变成正弦激励给电阻和电感供电。我们需要求零正时刻的 IL、UL 和 UR。这是一个典型的一阶动态电路。求解这个题的关键是需要求出 IL 零正。想要知道 IL 零正，就需要知道换路前 IL 的稳态。因此，我们需要画出换路前稳态的等效电路，那就是这样的。这个电路非常简单，我们可以求得出来 IL 等于因此，我们可以写出 IL 的时域表达式是有了换路前稳态的时域表达式，我们就可以求解得出来 IL 零负。接下来，根据换路定律，我们知道这个数值就等于 IL 零正。要想求得 UL 零正和 UR 零正，我们就需要绘制零正时刻的等效电阻电路。这个时候的电压源应该是 US 在 t 等于0时的值，也就是这个时候电感变成电流源，其数值是其零正时的电流值。对于这个简单的电阻电路来说，我们知道其次，为了求 UL， 我们需要在这个路径上应用 KVL， 因此于是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求解。大家可以发现，在这个题里，虽然我们是要求零正值，但是为了求得零正值，我们需要求得电感的零负值。为了要求得电感的零负值，我们需要求换路前电感的稳态电流，
也就是说，我们要求换路前的正弦稳态电路，因此我们就把正弦稳态分析和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结合在一起了。第二个题也是一个将正弦稳态分析和动态电路的时域分析紧密结合的例题。大家请看，这里面的激励是一个正弦激励 ，t 等于0时刻电路核闸，已知是零状态，我们要求 IT。在第50讲的时候，我们讲授了3要素法，是这样的：一阶电路的任何支入量等于这样的表达式。在这里面 ，I 稳态 t 是指的稳态时那个支路量的时域表达式 ，I 稳态零正是指的那个稳态的时域表达式零正时的值。套对于 RC 来讲是 R 乘以 C， 对于 LR 来讲是 L 比上 R。我们知道这个电路是一个零状态，因此 I 零正是等于0的。同时，这个电路就是一个简单的 RL 电路，所以这个套是 L 比上 R 的。所以整个求解这个电路的关键就是求解出稳态的时域表达式。对于这个电路来讲，核闸以后就是一个电压源给电阻和电感供电。因此，我们可以画出向量域下的电路模型。对于这么样一个负系数电阻电路来说，我们很容易求出我们把分母部分转换成模和相角的形式，就是因此这个式子就等于有了正弦稳态的向量解之后，我们很容易就写出它的时域表达式。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它在零正时的数值是把这两个解带到表达式里，就得到了 IT 的时域表达式，于是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大家请看，对于这样一个标准的一阶零状态电路来讲，我们要想求解出稳态表达式，需要应用向量法。我们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题目中只给出了电源电压出相角的一般性表达式。我们想问的是，这个普赛 U 等于什么值时，电流 I 没有过渡过程？普赛 U 等于什么值时，电流 I 的过渡过程获得最大值？接下来的这个题要求大家列写出这一个电路的回路电流方程。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回路电流方程是以虚拟的回路电流为变量，列写回路中的 KVL， 因此有自电阻和互电阻的概念。在正弦稳态下，自电阻和互电阻就拓展成为了自阻抗和互阻抗。我们现在以回路1为例，对于 I1 来讲，自阻抗是I1 和 I2 有公共的支路 ，I1、I2 在该支路上是反向，因此这个支路表现出负的互阻抗。I1 和 I3 有公共的 R2 支路 ，I1、I3 在 R2 上是反向，因此它们的互阻抗也是负值。I1 和 I4 没有公共的支路，左边是电阻上的电压降，右边是沿着回路方向电源上的电压升，因此是正的 US。在回路2上，自阻抗是这样的。类似的，这个支路是负的互阻抗。回路2和回路3有公共支路 R3， R3是反向，因此互阻抗是负的。
回路2上没有电压源，因此等号的右端项等于0。对于回路3来说，自阻抗是类似的，1和3之间的互阻抗是负 R2， 2和3之间的互阻抗是负 R3， 3和4之间有一个互阻抗 J 欧米伽 C 分之一。在这个互阻抗上 ，I3 和 I4 是反向的，因此有 I3 回路上也没有电压源，因此等号右端项也等于0。I4 所在的回路比较容易，因为 I4 经过了电流源，而且流过这个电流源的回路电流只有一个。但是在这个支路上 ，I4 的方向和 IS 的方向是相反的，因此有。于是我们就完成了整个回路电流方程的列写。大家不妨对比一下第34讲中关于回路电流的讨论，大家可以发现所有的基本概念完全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将自电阻、互电阻转换成了自阻抗和互阻抗。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把第33讲讨论的节点法在正弦稳态分析中进行拓展，只不过把那里的自电导和互电导拓展为正弦稳态下的自导纳和互导纳而已。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标准的正弦稳态分析电路。这是一个电阻和电容并联，电阻和电感串联，然后两个子电路再串联的电路。我们知道，对于电源来讲，有效值是100伏，角频率是314弧度每秒。现在需要求稳态情况下所有支路电流的时域表达式。为了求解这个电路，我们需要把原始电路转换成正弦稳态下的模型，那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个电容来讲，它的容抗可以算出来是；对于这个电感来讲，它的感抗可以算出来是。因此，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电源往右看，求出它的 Zeq。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63讲进行了介绍，这里就不赘述了。算出来的结果是。因此，我们知道了我们在图中标出 I1、I2、I3 的参考方向。要想求 I2 和 I3 的正弦稳态解，我们需要利用两并联电阻分流公式，也就是类似的。因此，我们就可以写得出来 I1、I2、I3 的稳态时域表达式，那就是在结束这道题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这个电压的出向角为0度做一个解释。题目并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关于电路出向角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人为的设定一个初始的0度角。当然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我们假设电压源的出向角不是0度的话，那么所有求出来的电流的时域表达式的出向角也会随之发生改变。但是大家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虽然出向角可以发生改变，但是二者之间的相位差是不会改变的，有效值是不会改变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设任意的电压出向角都没有关系。
从简单的考虑来说，设成0就足够了。各位同学大家好，在这一个简短的视频里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用这个小技巧就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求解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我们在引入了向量以后，就经常说电阻还是电阻，电容就变成了容抗，电感就变成了感抗。于是呢，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就变成了负系数的代数方程，似乎这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但事实上呢，在真正的电路求解过程中呢，有的同学还依然面临着复数的实部虚部与模和相角两种形式的反复变换，从而呢导致你计算这样电路的时候变得非常的困难和复杂。我们这一讲呢，就用一个计算器来帮助你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发现，有了这样一些计算器的帮助以后，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就变得跟电阻电路一样简单了。因此，在这一讲里，我们讨论的是用计算器如何做复数的代数计算。我们以这样一个例题来说明问题。这是一个电阻和电容的并联，它们并联以后呢，再和一个电阻和电感的串联相串联。那么如果这个电容是一个电阻，这个电感是一个电阻的话，我们要想求 I1、I2、I3， 这很显然就是并联串联，再求总电流，再分流的结果。但是事实上来讲，这里有个负界，这里有个正界，那么它就需要有实部虚部的计算，就变得比较复杂了。我们先呢把式子写一下。首先呢，要算1000欧和负 J 318欧的并联，那它的结果就应该是这样的：1000乘以负 J 318除以1000减 J 318。我们假设它的结果是一个负数 A， 那么呢，接下来要这个部分和这个部分串联，因此就是 A 加上10加上 J 157。我们假设这个结果是另一个负数 B。现在呢，我们需要求干路电流 I1。那么根据欧姆定律，很显然 I1 点是等于100度比上 B 的。我们假设这个结果是另一个负数 C。那么接下来呢 ，I1 分成了两叉 ，I2 和 I3。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 I2 等于什么呢？根据我们电阻电路里求得的两电阻分流的关系，就知道 I2 是等于对侧的电阻，在这里就是对侧的阻抗负 J 318比上两个电阻或者两个阻抗之和1000减 J 318，再乘以 I1。我们假设这个结果是一个负数 D。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求这个 I3， 当然你还可以用两电阻分流。那事实上来讲呢，我们用 I3 点是等于 I1 点减 I2 点。那么我们设这是一个负数 E。只要我们有比较简便的方法能够求出负数 ABCDE 这个电路，就可以方便的求得。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个计算器来告诉大家如何方便的求解这5个负数。我们采用的计算器是卡西欧的991EX。当然了，其他具有类似功能的计算器也能够实现这样的功能。它需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个呢是需要方便的计算负数，另外很重要的是需要具有自然书写功能。我们首先来求解负数 A， 大家请看，我们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它就出现了分子和分母。分子是1000乘以括号负的 318J 括号，分母是1000减 318J， 按等号，就得到了 A 这个负数是 91.8 减 288.8 欧。那接下来我们求 B， 再直接按加号 ANS， 就是上面那个 A 的答案，加上10，再加上157J， 就得到了负数 B， 那就是
101.8减去131.8。接下来我们要求复数 c， 那么我们拿这个 b 来除以100，这就得到了 c 的分之一，再按 x 分之一，就得到了复数 c。但是呢，求阻抗的时候，我们一般用实部加虚部的形式；求支路量呢，我们一般用模和相角，因此需要这样做 ：Shift 2 3，就得到了 I1 是 0.6 为模，52.3为角度的这样一个电流。接下来 I2 需要用两电阻并联分流，需要用 C 这个复数乘以分子和分母，负 318J， 分母是1000减 318J， 就得到了 I2 这个复数，依然需要用模和相角，就是 0.182 负20度。接下来我们来计算复数 E， 也就是 I3， 我们要拿这个 I2 的结果减去 I1 的结果是 0.6 角度 52.3， 得到的这个结果呢是负的 I3， 我们要拿它乘以负1，就得到了 I3 转换成模和相角的形式，就得到了 0.57 和70度。大家发现了吗？用这样具有自然书写功能的复数计算器，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实现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电桥在拓展为正弦稳态分析以后会发生怎样的情况。由于正弦稳态分析是负系数的电阻电路，因此我们所有的电阻电路的结论都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我们依然可以在电桥的这两端看入，应用戴维南定理，只要这个阻抗值乘以这个阻抗值等于这个阻抗值乘以这个阻抗值的话，那么整个从 A、B 两端看入开路电压为0，也就是说 AB 上是不会有电流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在正弦稳态下根据已知参数求电阻、电容和电感参数的有效方法。我们接下来把正弦稳态等效电路画出来。对于这个题来讲 ，Rx 和 j 欧米伽 Lx 对应的是一个带球的电感线圈。我们想知道这个电感线圈的电感值和寄生的绕线电阻值是多少。我们在电桥的对侧桥壁上设置了两个固定值的电阻，有一个可调的电容和一个可调的电阻，这二者的数值是可以调节并且读取的。我们调节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的取值，使得电流表读数为0的时候，根据刚才的判断，就需要满足这样的条件，也就是经过简单的推导，大家就可以发现实部等于实部，虚部等于虚部的时候满足。因此，我们只需要在电流表读数为0的时候，读出 R2、R3、R4 和 C4 的数值，就可以准确地测量出 Rx 和 Lx 了。这里我们需要指出，交流电桥有多种形式，这里的是 Maxwell 电桥。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从网上寻找到其他的电桥的结构和它们的平衡条件。除此之外，我们要提一个思考题，在这里，如果我们把 R3 和 R4、C4 的位置进行一下调换的话，这个电桥还有可能平衡吗？接下来的是一个关于二端口的问题。已知这样的一个二端口，
在正弦稳态下，它的 z 参数矩阵是这样的。我们想知道这个二端口在端口2接了一个电容以后，从端口1看入的 ZEQ 是什么？因此，我们就需要列写所有的方程。在这里，我们把端口2的电容写成，这些方程就是这样的。前两个方程是二端口的参数方程，第三个方程是在端口2上电压电流非关联参考方向下的负系数欧姆定律。把这三个方程进行联立，我们就知道到此为止，这个题仿佛就算做完了。但是大家不妨思考一下，我们在端口2接入了一个电容，从端口1往右看，这是一个什么呢？是的，这是一个等效的电感，其等效电感值。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二端口的帮助下，我们在端口2接了一个电容以后，在端口1上看入是一个电感。那这个电路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大家都知道，电容和电阻是比较便于精确制造的，但是电感由于其寄生参数的影响，比较难以精确制造，而且感值比较大的电感制造起来更为困难。但是大家想，如果说我们 R 是等于1kΩ，C 是等于1缪法的话，把这个数值带进去，就等于1亨。你看，这不就利用了一个精确的电阻和一个精确的电容来制造出来了一个精确的大值电感吗？这在工业实践中是非常有意义的。具有这样性能的一个二端口网络，我们叫做回转器。如果大家对回转器感兴趣，不妨上网寻找一下回转器的实现电路，它就是用2个运算放大器来构成的，分析起来也并不困难。作为本讲的最后一道例题，我们来分析这样一个电路，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感线圈相串联。我们已经知道，端口上的电压有效值是115伏，电阻上电压的有效值是55.4伏，电感线圈上电压的有效值是80伏，整个工作频率是50赫兹。我们还知道电阻的阻值是32欧。现在想要知道电感线圈的感值和寄生电阻值。根据频率是50赫兹，我们知道角频率等于314弧度每秒。关于这个题，我们可能有2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我们就是直接列写这个电路的所有方程。具体来说，我们可以认为整个电路的电流 I 是等于 U 比上从端口看入的整个阻抗的。那也就是说，由于我们知道32欧上电压的有效值是55.4伏，因此可以写出。接下来我们可以看 U2 上看入的等效阻抗和流过电流的关系，也可以写出来。我们又知道 U 是等于115的 ，U2 是等于80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联立求解这个关于 R2 和 L 的非线性代数方程，就可以求出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方法数学味道太浓，而且求解过程也比较麻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如何用向量图巧妙的来求解这个问题。假设我们用 I 作为参考向量，我们知道 U1 和 I 是同相位的。在 U2 里面，我们假设这个是 UR， 这个是 UL， 因此我们用首尾相加的方式来画，就是 U2 和 I 也是同相位的。
UL 是领先 I 90度的，因此 U2 就是这个。U1 加 U2 是等于 U 的。我们知道这个的长度是115，这个的长度是55.4，这个的长度是80。于是，在这样一个三角形里，我们就知道了所有的边长，因此我们就可以求出来所有的角度。比如说，我们认为这个角是 phi 的话，就可以根据余弦定理求出 phi 的角度。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西塔角知道了这个西塔角以后，我们又知道整个的电流是等于我们根据这个角度值就可以很方便的知道 UR 的数值和 UL 的数值，再根据这个电流值就可以很方便的知道 R 的数值和 L 的数值了。大家不妨对比一下这两个方法，你就会发现用向量图来求解，物理概念非常直观，而且求解过程非常简单。我们鼓励大家尽可能多画向量图。在这一讲里，我们讨论了向量法在正弦稳态分析和动态电路时域分析中的各种不同应用。大家可以发现，有了向量以后，整个电路就变成了负系数的代数方程，这一点非常重要。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第5次关于仿真的介绍。我们来讨论如何在 Multisim 里实现对正弦交流稳态电路的仿真。大家请看，现在我们已经在 Multisim 里搭建了一个正弦稳态电路，这里面的所有元件大家都是熟悉的，比如说电阻、电容和电感都可以从这个 Basic 和这个 Resistor、Capacitor、Inductor 里进行选择。这里面的万用表和电流传感器也都是大家熟悉的。我们不妨从这里拖出来，打开它。只不过在这里和电阻不一样的是，要将这个选择从直流变成交流而已。那我们进行正弦交流稳态的仿真也是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单击这个开始，然后再单击结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打开所有的表，来读这个表的读数。再来一遍，开始，结束。大家不妨将这个结果和我们第64讲所讲授的那道练习题的结果进行比对。第2种方法是用 Simulate 菜单 Analysis 里面，这有一个 Single Frequency AC Analysis。我们首先需要在这里面填写整个电路工作的频率。在这里我们设置的是50赫兹，有效值100伏的电压，因此在这里要设置成50。从输出来讲，我们感兴趣的是 R1、C1 和 L1 上的电流，因此我们选择了 IC1、IL1 和 IR1。我们选择仿真。大家请看，用这种方式给出的结果和我们用万用表量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以万用表1，也就是 IR1 为例，万用表1给出的是 181.879 毫安，这是一个有效值的概念。但是用这个单频率交流仿真给出来的 IR1 是实部 1.71 毫安，虚部负 0.623 毫安。可以看得出来，用这种单频率交流仿真能够给出更丰富的信息，也就是给出整个支路量的实部、虚部或者模和相位的信息。好的，我们这次仿真介绍就到这里。我们在第61到64讲详细的讨论了用向量法来求解正弦交流稳态电路。在此之后，我们从今天起将用4讲的内容来讨论正弦稳态电路的功率，然后我们会介绍频率特性。在频率特性的基础之上，我们会来讨论滤波器。正弦稳态分析及其功率和频率特性
构成了我们接下来所讨论内容的共同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将介绍4部分的内容，它们分别是谐振、互感变压器、3相电路和周期性非正弦激励。我们用这张图来给大家介绍本学期后半段正弦稳态分析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能够对所学的知识了解其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在电路原理1中，功率要么等于 U 乘以 I， 要么等于负的 U 乘以 I。正号和负号取决于电压和电流的参考方向，同时取决于我们想计算的是吸收还是发出的功率。但是大家想过吗？在正弦稳态分析里，电压和电流都是随时间变化的数。那么在这个时候，怎么理解 U 乘以 I 或者负的 U 乘以 I 呢？在接下来的4讲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沿着导论中的思想，我们不妨来做一个题，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把电压和电流来相乘。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在第64讲的一道题，我们不妨把关键的结论重复一下。我们假设激励电压是100伏，出相角为0度，我们算出 Z1， 也就是这个部分总的阻抗是这个数值， Z2 部分总的阻抗是这个数值， Z1 和 Z2 是串联关系，因此总的阻抗是这样的。有了这些基础之后，我们就可以算得出来 I1。 有了 I1 以后，我们就可以分别算出 U2 和 U3。 U2 指的是 Z1 上的电压， U3 指的是 Z2 上的电压。在继续下面的讨论之前，我们有一点需要跟大家强调，大家发现了吗？我们在正弦稳态分析里，阻抗的部分总是习惯于写成实部和虚部的方式，因为阻抗的实部部分是有明确物理概念的，标志着电阻；阻抗的虚部部分也是有明确的物理概念，标志着电抗。而对于支路量，比如支路电压和支路电流来讲，我们更习惯于把它写成模和相角的方式。原因也很简单，支路量的模表示着有效值，支路量的相角表示着出相角。好了，我们继续讨论。在知道了所有支路量的电压和电流之后，如果我们简单的把电压和电流相乘，将得到怎样的结果呢？我们来看，对于电压源来说，电压 U 和电流 I1 是非关联参考方向。我们直接相乘得到了一串数字，可以用模和相角、实部和虚部的形式来表示。对于 Z1 来说，电压和电流是关联参考方向，我们直接用电压乘电流，也得到了一串数字。对于 Z2 来讲，我们做类似的工作，于是我们得到了3组数字。这3组数字有什么物理意义吗？大家请看，它们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物理概念是违背的。我们在这里计算的是电源的发出功率，也就是这个数值，它是不等于2个负载吸收功率之和的。因此，我们用这个简单的例子证明了直接将 U 和 I 相乘是错误的，这一点请大家务必牢记。接下来，我们就从时域仔细的来分析一下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稳态分析时如何计算功率。在时域中 ，I 是表示成 IT 的形式 ，U 是表示成 UT 的形式。对于这样的一个一端口网络来说 ，U 和 I 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肯定成立的是 P 吸收是等于 U 乘以 I 的。当然，它的单位是瓦。这样定义的功率叫做一端口网络的瞬时功率。接下来，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看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的瞬时功率。对于电阻来讲，我们不妨设，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电流 I 的出相角为0度。根据电阻的电压电流关系，很自然，我们不妨把这个部分称作 UR。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再利用一下三角恒等变换，也就可以得到大家可以发现，电阻上所吸收的功率是随时间变化的。我们把这个波形画出来，那就是这样的。电压和电流都是0度出相角，电阻上吸收的瞬时功率的波形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波形总是在横轴之上的，也就是说，电阻上吸收的瞬时功率总是大于等于0的。而且我们可以发现，瞬时功率的角频率是电压或者电流角频率的2倍。对于电感来讲，我们不妨设电流的出相角为0。我们知道，在正弦稳态下，电感上电压是领先电流90度的，因此可以知道，在这里我们省略了 ULI 之间的代数关系。我们接下来计算电感所吸收的瞬时功率。在这里 sin ωt 加上90度就等于 cosine ωt。我们还需要利用一下三角恒等变换，也就是因此就可以得到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把电感吸收的瞬时功率波形画出来。我们假设电流的出相角为0，电压的出相角就是90度。把这个波形画出来就是这样的。所有正值部分标志着电感在吸收功率，所有负值部分标志着电感在发出功率。这就意味着电感时而吸收，时而发出，在一个周期内吸收和发出的功率之和为0。此外，电感吸收瞬时功率的角频率也是电压或者电流的2倍。有了电感的基础，电容就可以进行对偶的讨论了。在这里，我们不妨假设电容的电压出相角为0，也就是我们知道，在电容上，电流是领先电压90度的，因此类似的，我们写电容吸收的瞬时功率。把这一项也变成 cosine， 把这部分也变成 sin 2倍 ωt。我们画出它的波形，电压的出相角为0，电流领先电压90度，瞬时功率的波形是这样的，也是有正值部分、负值部分，也就是吸收部分和发出部分。在一个周期内，吸收部分和发出部分的代数和为0，而且电容瞬时功率的角频率也是电压或者电流的2倍。接下来，我们综合的考虑一端口里面包含了 RLC 和受控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设 UT 出相角为0。我们不妨假设 IT 滞后 UT phi 角。需要强调的是，这个 phi 是可以大于0，也可以小于0，也可以等于0的。我们写它吸收的瞬时功率表达式。我们还需要利用一下三角恒等变换，那就是因此我们就可以得到接下来我们不妨把这个一般性的一端口吸收的瞬时功率表达式画成波形。我们假设电压的出相角为0，电流滞后电压 phi 角。这里的例子给出的是一个感性的负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二者的乘积画成波形就是这样的。大家请看，在电压为正、电流为负部分，
功率为负值，二者均为正部分，功率为正值。有正有负部分，功率为负值，二者均为负部分，功率也为正值。接下来我们把电压电流的波形略去，把刚才分析的这两个部分分别画出来，那就是一个直流恒定部分和一个可逆的交变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于一般性的一端口网络来说，它吸收的瞬时功率是有正有负的，也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在吸收，有的时候在发出。我们可以把这个随时间变化的瞬时功率波形分成不变的恒定部分和随时间变化的可逆部分。刚才给出了一般情况下一端口网络吸收瞬时功率的表达式，我们称之为第一种表达式。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利用三角恒等变换进一步来推导，也就是因此上面这项就可以写成我们把 ui cosine phi 的部分进行合并，可以得到这就得到了关于瞬时功率的第二个表达式。我们把这个第二个表达式画成波形，那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吸收的瞬时功率。大家请看，这个部分是不小于0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大于0和小于0进行可逆交换的部分。也就是说，这是第一个不可逆的部分，这是第二个可逆的部分。在接下来的几讲里，我们会对第一种表达式和第二种表达式分别进行详细的讨论。大家在学习相应的知识的时候，不妨回顾本讲的相关内容。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6讲。我们在第65讲的基础之上，讨论一下瞬时功率的平均值，也就是平均功率。现在给出的是我们在第65讲推导得出的关于瞬时功率的第一个表达式。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一端口网络，其吸收的瞬时功率等于一个恒定不变值加一个可逆值。那么我们在这里假设电压领先电流 φ 角，再次强调，这个 φ 角是可正可负的。现在我们来求一下这个瞬时功率在电压和电流一个周期之内的平均值。我们知道，对于正弦量来讲，在一个周期之内的积分是0，所以对于2倍频率的 cosine 来讲，它从0到大 T 的积分一定也是0。因此这一项是0值，而这一项是一个恒定值，因此我们就知道了瞬时功率平均值是等于 ui 乘 cosine phi 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面的 phi 是电压领先电流的出项角。我们在这里面给出 cosine phi 一个新的定义，管它叫做功率因数。其中的 phi 是等于普赛 u 减普赛 i 的，我们管它叫做功率因数角。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 RLC 和受控元构成的网络来讲，根据我们在正弦稳态分析里得到的结论，它是可以等效为一个电阻串上一个电抗的。这里面有一个阻抗三角形，也就是而且我们在此前的讨论也说过，这个阻抗三角形和电压三角形是相似的，也就是而我们也知道，在这样的一个模型里，电阻上的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因此
这个功率因数角既是电压领先电流的角度，也是这个阻抗三角形里面的阻抗角。功率的单位是瓦。接下来我们分别讨论一下电阻、电容和电感元件所吸收的平均功率。对于电阻来讲，电压领先电流0度，也就是它是一个不小于0的数。对于电感来讲，电压领先电流90度，也就是说，电感从平均意义上来说是不吸收功率的。这一点和我们在第65讲看电感上瞬时功率的波形所得到的印象是一样的。对于电容来讲，电压领先电流负90度，也就是说，类似的，电容所吸收的平均功率也是0。这一点我们在第65讲的波形中也可以得到印证。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对于一个一般性的一端口网络来说，我们总可以把它等效成一个电阻和一个电抗串联的形式，那就是它们的阻抗三角形是这样的。对于这样的一个负载来讲，我们知道它吸收的平均功率是电压的有效值满足阻抗的模乘以电流的有效值，因此有。我们继续观察这样一个阻抗三角形，大家可以发现 z 的模乘以 cosine phi 就是 r， 也就是说，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一端口网络来讲，它所吸收的平均功率是等于，这就意味着平均功率只消耗在电阻上。由于人类早期利用电能主要是为了照明或者取暖，而用来进行照明或者取暖的元件主要是电阻，因此人们习惯于把消耗在电阻上的功率称之为有功功率，也就是说它真正起到了作用。可以证明，在任何一个电路中，所有元件所吸收的有功功率之和为0，这就是有功功率守恒。接下来我们再仔细的讨论一下功率因数角。一般情况下来说，功率因数角是0和1之间的一个数。如果说这个 x 是大于0的，我们知道整个负载呈现为感性。这个时候 phi 是大于0的，我们称功率因数是滞后的。如果说 x 是小于0的，这个时候 phi 是小于0的，我们称功率因数是超前的。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区分呢？是因为我们计算平均功率的这个 cosine phi， 在 phi 从负90度到正90度变化的区间内，它总是正值，无法体现出 x 是大于0还是小于0的特点。因此我们要用两个名词加以区分。但是哪个是滞后，哪个是超前呢？大家只要记住，这里面的滞后是指的电流滞后电压，这里面的超前是指的电流超前电压就好了。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说一个负载的功率因数角，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我并不知道这个负载到底是一个容性的还是感性的。如果说你想表征这个负载是一个感性的话，你需要在后面加上，我就知道它是一个感性负载，它的功率因数角是60度。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例题，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电动机，我们用220伏有效值和50赫兹的交流电给这个电动机来供电。电动机的额定功率是1000瓦，功率因数是 0.8 滞后。除此之外，我们还给电动机并联了一个电容，电容的容值是30缪法。我们需要求整个电路的功率因数，也就是说，从这个电源向右看虚线部分的功率因数。那怎么来求解这个题呢？根据我们在第64讲的介绍，我们不妨设这个 U 是220 0度，给出一个出像角。因此，我们只要算出这个 I 点来，就知道了整个电路的功率因数了。为了求 I 点，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用 KCL， 因此分别要算出 ID 和 IC 来。
那么对于一个电动机来讲，根据平均功率的定义，我们知道功率是1000，电压是220，功率因数是0.8，因此就可以知道电流的有效值是5.68安。除此之外，由于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滞后的功率因数，可以知道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写出 ID 的向量。之所以这里有一个负号，是因为我们假设了电压是0度角，因此只有电流是-36.9，才能确保电压领先电流36.9，这就是电流滞后电压的意思。对于电容来讲，只需要应用欧姆定律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我们应用 KCL 可以得到因此我们知道了干路电流的出向角是-16.3度，所以整个电路的功率因数是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道题的求解。在进行下一部分内容之前，我们不妨来进行一点分析。大家请看，在没有这个电容的时候，整个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是0.8滞后。在加入了一个电容以后，整个电路的功率因数变成了0.96滞后。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加入了这个电容以后，使得从电源端看入的功率因数从0.8变成了0.96，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在下一讲里，我们将给出答案。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平均功率或者说有功功率的测量。我们知道，电压表只需要2个接线端就能够量出这两端之间的电压，电流表也需要有2个接线端，从而能够测量流过这2个接线端间的电流。但是对于功率来讲 ，P 是等于 UI cosine phi 的，这个 phi 是等于普赛 U 减普赛 I 的，因此我们至少需要4个端，有2个端来测量电压，2个端来测量电流。大家请看，功率表就是有4个接线端的一个元件，有2个接线端是用来测电流的，也就是说，我们定义从星到非星的这一端所测量出来的电流是 I 点。有2个接线端是用来测量电压的，也就是说，我们定义从角到非角的这个端测量出来的电压是 U 点。功率表有很多种实现方式，在这里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大家只需要知道，在测量出 U 点和 I 点以后，功率表能够给出 UI cosine 普赛 U 减普赛 I 来就可以了。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一个表都有其量程。对于电压表来讲，我们知道测量的电压要小于其量程，电流表也是类似的。对于功率表来讲，需要满足电压小于其量程，电流小于其量程，功率小于其量程。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用一个功率表来测量这样一个负载所吸收的平均功率呢？我们需要测量这个负载上的电压，也需要测量流过这个负载的电流。也就是说，我们不妨把一个功率表的星端和非星端按照电流方向接入这个负载的主电路，也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怎么连接功率表的电压端呢？我们需要测量负载两端的电压，也就是说，有一端要接到这儿，另外一端我们不妨把它接到这里。大家请看，从角到非角，我们就测量了负载上的电压，因此功率表的读数就是负载所吸收的功率。在这里我们给大家留一个思考题，我们想要测量这个负载 Z 所发出的有功功率的话，这个功率表该怎么连接呢？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标记星和角，是为了区分功率表用来测量电流的端口和用来测量电压的端口。在实际应用中，如果这2个端口的接线方式比较明显的话，
那么把它们都标成星或者都标成角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做一个题。这个题假设整个电源的频率是50赫兹。我们知道电压表的读数是50伏，电流表的读数是1安培，功率表的读数是30瓦。我们用电压表、电流表和功率表来测量这样一个电感线圈 ，R 和 L 是电感线圈的元件参数。现在就需要求这个阻值和感值。对于这个题来讲，我们不妨用平均功率的定义来进行计算，也就是 P 等于 UI cosine phi。我们知道 P 是等于30的 ，U 是等于50的 ，I 是等于1的，因此可以算出 cosine phi 是等于 0.6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感性的负载，因此知道这是滞后的功率因数。接下来我们在这个负载上应用一下欧姆定律，就知道 Z 的模是等于 U 的有效值比上 I 的有效值的，因此等于50欧。我们把阻抗三角形画出来，知道模是50，知道 cosine phi 等于 0.6， 我们很容易知道电阻是30欧，电抗是40欧。现在又知道电抗是等于 omega L， 把频率是50赫兹带进来，我们就知道电感是 0.127 亨了。于是就完成了整个电路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讨论最大功率传输。我们知道在电阻电路里，如果一个电压源它的内阻是 Ri 的话，外面的负载 Rl 如果是一个可变的电阻的话，那么当 Rl 等于 Ri 的时候，负载上获得最大功率，其最大功率是 US 平方比上4倍的 Ri。这个结论怎么把它拓展到正弦激励下动态电路的稳态分析呢？我们需要假设 Zi 等于 Ri 加上 JXi，ZL 等于 RL 加上 JXL。于是我们就可以求出电流的向量。电流的有效值是从而我们可以知道负载上所吸收的有功功率是大家发现了吗？如果负载的电阻部分和电抗部分都是可变的话，那么这个功率是 RL 和 XL 的双变量函数。类似于电阻里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求这个双变量函数取得极值时的必要条件，那就是求解这个方程，我们可以得到负载获得最大功率时的条件是我们同样可以验证这个条件也是负载获得最大功率的充分条件。把这两个条件整合起来，就可以写成，也就是说，当负载的阻抗是电源内阻抗的共轭的时候，负载上获得最大的有功功率，这个有功功率的数值是我们管这种条件叫做共轭匹配。在接下来大家的学习和练习中，可以直接应用这个条件和这个结论。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7讲，我们来讨论两个新的概念：无功功率和势在功率。这两个概念大家从来没有接触过，我们将在这一讲里讨论它们的定义，以及为什么要引入这两个概念。首先，我们来介绍无功功率。我们在第65讲推导了一端口网络的瞬时功率，这是第一种表达式。也就是说，瞬时功率可以划分为恒定不变部分和2倍频可逆部分。
它的波形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推导了第二种表达式，也就是说瞬时功率可以表示成为不可逆部分和可逆部分，它的波形是这样的。我们基于第一种表达式对它进行积分，得到这一项就是我们的平均功率，或者说是有功功率。在今天的这一讲里，我们在第二种表达式的可逆部分的最大值定义它为无功功率 Q。 这样定义的原因等会儿我们会来解释，这里只需要强调 Q 的单位是伏，它是 voltage ampere reactive 的首字母缩写。与有功功率类似，无功功率在整个电路里也是守恒的，也就是说所有元件发出的无功功率之和也是0。接下来我们分别讨论一下电阻、电容、电感元件所吸收的无功功率。对于电阻来讲，功率因数角为0度，因此也就是说电阻是不吸收无功的。对于电感来讲，电压领先电流90度，也就是说功率因数角是正90度。这意味着电感总是在吸收无功功率。对于电容来讲，电流领先电压90度，这就意味着功率因数角是负90度，因此有这就意味着电容总是在吸收负的无功功率，或者反过来说，电容总是在发出无功功率。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在正弦稳态电路中，电容总是无功功率源。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无功功率的物理意义。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在第65讲推导的关于瞬时功率的第二种表达方式。在这里，我们认为电压的出向角为0，电流落后电压 φ 角。对于电感来讲 φ 是等于90度的，因此这一项为0，电感的瞬时功率是。通过此前那页的讨论，我们知道电感所吸收的无功功率是 U 乘以 I， 因此就等于。对于电容来说 φ 是等于负90度的，类似的这一项也等于0，因此在此前那页的讨论里，我们知道电容所吸收的无功功率是。我们刚才推导了电感和电容所吸收瞬时功率的表达式。我们知道功率是能量的微分。大家请看，对于电感和电容来讲，功率都是时间的函数。电感和电容所吸收的无功功率就是这个时间函数的最大值，这就意味着无功功率表征了电容和电感上能量变化的最大速率，这就是无功功率的物理意义。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势在功率。对于这样一个 RLC 和受控元构成的一端口网络来说，我们可以用一个电阻和电抗的串联来对其进行表征，也就是对于这样一个电路来说，我们有阻抗三角形，这里面的 φ 是阻抗角，与阻抗三角形相似的有电压三角形。这里面的 φ 既是从端口上来看电压与电流之间的相位差角，也是阻抗角。我们在第66讲里定义了 P 是等于 Ui cosine phi 的。我们刚才定义了 Q 是等于 Ui sin phi， 这里面的 phi 既是阻抗角，又是端口上电压电流的相位差，因此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功率三角形，那就是这个斜边我们定义为势在功率 S， 也就是说它的单位是伏安。
为什么要定义一个市载功率呢？市载功率主要用来表征电源对外提供功率的能力，这一点我们通过下一页的讨论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家请看，这是一个感性负载，我们假设电源电压的有效值是10伏，我们同时假设这个负载总是吸收功率10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不同功率因数情况下电流的数值，它们之间的关系满足 P 等于 UI cosine phi。对于功率因数等于1的情况来讲，很容易算得出来，电流是1安。如果功率因数是 0.5， 那么电流就必须要是2安。功率因数如果是 0.1 的话，电流就必须要是10安。大家看到了吗？负载的功率因数将直接决定了电源对负载提供电流的大小。对于电源来讲，它需要保持端口电压是10伏，不同的功率因数使得它需要提供不同的电流。因此，我们从电源侧定义了电压乘电流是电源的市载功率，也就是说，市载功率 S 表征了电源对外提供功率的能力。这个能力越大，表征它能够承受小功率因数负载的能力就越大。通过这个讨论，大家也可以发现，功率因数小对于整个电路来讲是不利的，因为一方面我们浪费了很大的电源的功率，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大的电流在传输线上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损耗，这对于电路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提高从电源侧看入的功率因数。那么怎么做呢？还记得在66讲里我们讨论的那个例题吗？一个感性负载并联了电容以后，从电源侧看入，功率因数得到了提高。下面我们用向量图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我们设参考向量为端口电压 U。由于负载是感性的，因此我们知道 IL 肯定是滞后 U 的。对于电容来讲，电流要领先电压90度，因此电容电流的方向是垂直向上的。我们在这个点用 KCL， 然后用首尾相接的方式来画向量图，也就是说 IC 的起点是 IL 的终点，因此可以得到，这个时候得到的总电流就是这样。我们不妨定义补偿前的功率因数角是 φ1， 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角是 φ2。大家可以看到，接入电容以后，功率因数角减小了，因此功率因数得到了提高。此外，很重要的是，由于负载的功率是 UI cosine phi， 也就是说，电流在横轴上的投影决定了负载的功率，因此并联入电容以后是不会影响负载的有功功率的。当然，并入不同的电容值可以获得不同的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角。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电容，使得从端口看入的电压电流同相位。在这种情况下，电源发出的所有功率都成为负载获得的有功功率。再比如说，我们也可以选择电容，使得功率因数角从滞后的 φ1 变成超前的 φ2。但是需要指出，我们通常使用的功率因数提高都是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选择电容使得功率因数角依然是一个滞后，而不是将它补偿至电阻或者电容的状态。为什么呢？这里面有2个原因。首先，并入电容器是需要有成本的，随着补偿电容电流的增加，电容器的数量需要增加，于是就增加了补偿的成本。除此之外，如果说把整个端口看入的电流补偿为容性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电路就有可能发生谐振，从而产生不利的影响。关于谐振，我们将在第72讲进行讨论。那么为什么刚好补偿到电阻状态也不利呢？那是因为实际电路的工作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静态不变的。负载的投入和切出是一个随机变量，也就是说，负载的有功功率可能是随时间发生变化的。如果说在某一个时间段内，我们把端口看入的功率因数角补偿为0的话，那么在有的时候有可能使得端口看入负载成为一个容性，进而发生谐振。这就是我们采用这种补偿方式的2个主要原因。接下来我们用一道例题来具体讨论如何选择补偿电容。这里面电源的频率是50赫兹，电源的有效值是380伏。对于负载来讲，额定功率是20千瓦，是一个感性负载，功率因数角是 0.6。我们要求从端口看入的功率因数补偿至 0.9。我们还是用向量图来求解这个问题。大家请看，我们现在需要求取的就是 IC 的数值。只要知道了 IC， 根据端口的电压，我们就可以算出容抗来，也就是能够得到电容的数值了。那么如何求 IC 呢？ Φ1 和 Φ2 根据功率因数都是可以知道的，而且大家可以发现 IC 的数值是等于 IL 乘以 sin Φ1 减去 I 乘以 sin Φ2 的。 IL 乘 sin Φ1 就是这条线的长度， I 乘以 sin Φ2 就是这条线的长度，于是这个公式是成立的。我们再用 IL 等于 P 比上 U 乘以 cosine Φ1 I 等于 P 除以 U 乘以 cosine Φ2 来代入，就可以知道 IC 是等于 P 除以 U 再乘以 tangent Φ1 减 tangent Φ2 的。大家可以发现，这是求解功率因数提高的关键公式。在这个题里 P 是等于 20K 的， U 是等于380的。我们把 Φ1 和 Φ2 的数值都可以算得出来，而且在电容上应用欧姆定律，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刚才算出来的数值，这个是380，这个是314，于是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题的补偿电容是375缪法了。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8讲，我们来讨论负数功率，或者简称为负功率。大家应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们在正弦稳态下要定义如此之多的功率呢？我们这一讲将给大家总结出明晰的答案。在正弦稳态下，对于这样一个包含 RLC 和受控源的一端口网络来说，我们假设电压的向量是，电流的向量是，我们知道这个端口吸收的有功功率是，我们对 cosine 部分应用一下欧拉公式就知道。因此有功功率就可以写成进一步可以写为大家发现了吗？这就是电压向量，而这是电流向量的共轭。因此我们知道，类似的，我们知道无功功率的定义是，我们采用类似的推导过程可以得到
也就是说，这个一端口网络所吸收的有功功率是 U 乘以 I 共轭的实部，所吸收的无功功率是 U 乘以 I 共轭的虚部。因此，我们就可以给出负功率的定义。这里的星号是取共轭的意思。负功率的单位也是伏安。由于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都是守恒的，因此负功率也是守恒的。为了说明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势在功率和负功率的关系，我们不妨画一下功率三角形。有了这样一个功率三角形，大家就可以把这几种功率定义之间的关系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知道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和负功率在一个电路里是守恒的，但是势在功率一般来说是不守恒的。接下来我们回顾一下第65讲一开始引入的那个题，在那里我们为了计算电源发出的功率，直接用 U 乘以 I1， 为了计算负载 Z1 吸收的功率，直接用 U2 乘以 I1， 为了计算负载 Z2 吸收的功率，直接用 U3 乘以 I1。 明显可以看出这样的计算是错误的。但是有了负功率以后，我们首先计算电源发出的负功率。接下来我们算 Z1 吸收的负功率。我们继续计算 Z2 吸收的负功率。通过数值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于是我们就验证了负功率守恒，也就是有功功率守恒和无功功率守恒。好的，我们关于正弦稳态下功率的介绍就到这里。在电路原理1的课程里，大家习惯横轴是 U， 纵轴是 I， 我们习惯于画这个平面上的一条曲线。在本学期此前的课程里，大家也习惯了横轴是时间，纵轴是某一个支路量，画这个支路量的波形。在本学期后面的课程里，大家要逐渐习惯横轴是频率或者角频率，纵轴是某一个量随着频率变化。电路的学习就是学习这3张图的过程。在这一讲里，我们将给大家介绍3种情况的频率特性。首先是端口阻抗或者导纳的频率特性。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电感的感抗。电感感抗的定义是，我们可以画出来这个感抗随着频率变化的曲线，横轴是欧米伽，纵轴是 XL。从式子可以看出，它就是随着频率增加线性增加的直线。对于电容来讲，容抗的定义是，类似的，我们也可以画出容抗随频率变化的曲线。为了能够在第一象限里表示，我们画出的是容抗的绝对值，它是一个倒数的形式。接下来我们看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从端口往里看，这是一个阻抗的形式，也就是它的模是这样的，它的阻抗角是，对于这个端口阻抗来讲，它的模和阻抗角都是频率的函数。接下来我们讨论电路响应的频率特性。这是一个电压源、电阻和电容串联的正弦稳态。我们定义电压源是激力，电路中所有支路量都可以是响应。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电流和电容上的电压。
这两个响应都不难求，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出，我们感兴趣的支路量，也就是电路响应的模和相角，都随着频率的改变而改变。第三个频率特性是关于一个新的概念的。在把电路当成是一个系统来研究的时候，我们有所谓的网络函数，或者说传递函数。也就是说，我们将某一个响应比上激励，定义这种比值作为一个系统的网络函数或者传递函数。这种研究方式是单输入单输出系统的常见方式，因为一旦知道了传递函数，在面对新的激励的时候，把激励乘以传递函数，就很快的可以知道响应了。在这个题里，激励是电压源的电压，响应是电容的电压，那很容易，只要运用两电阻分压公式就好了。大家可以看出来，对于这个题来讲，系统的传递函数同样是一个复数，它的模和相角也都是频率的函数。到此为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电路端口的阻抗或者导纳、电路的支路量和电路的传递函数。在正弦稳态下，它们都是复数，它们的模和相角一般情况下都是频率或者角频率的函数。研究阻抗、支路量和传递函数的模和相角随着角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方式我们管它叫做频率特性。其中幅值随频率的变化我们称之为幅频特性，相位随频率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相频特性。为什么要研究频率特性呢？频率特性能够从更广阔的视角给我们关于这个电路或者这个系统更深刻的认识，这一点在大家接下来的学习里会逐渐的体会到。接下来我们做两道例题，实际定性的画一下系统的频率特性。首先是一个电阻和电感串联的频率特性，我们可以写出，这是一个复数，它的模、它的相角。于是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幅值频率特性和相角频率特性。我们首先来画幅值频率特性。大家都知道，频率等于0的时候，这个部分为0，也就是说，幅值频率特性是从 R 点出发的。随着频率的增加，电感的影响越来越大，也就是说，欧米伽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整个这个函数趋向于一个欧米伽 L 直线。那也就是说，整个端口阻抗的幅值频率特性应该是从 R 出发，逐渐的趋向于欧米伽 L 的直线。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来考虑阻抗角频率特性。欧米伽等于0的时候，这个角度是0，也就是说它从0出发。随着频率的增加，这个数值越来越大，频率趋向于无穷的时候，它趋向于无穷大，因此整个阻抗角趋向于90度。所以我们有，于是我们就完成了关于这个一端口网络入端阻抗的频率特性。接下来是一个电阻和电容串联，类似的我们有，它的模是，它的阻抗角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的
扶贫特性和相贫特性画出来。大家请看，欧米伽等于0的时候，这部分是无穷大，而且是正值的无穷大。欧米伽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整个这部分趋向于0，也就是整个扶贫特性趋向于 R， 也就是说，电阻和电容串联的扶贫特性应该是从正无穷大以倒数的方式趋向于 R。对于相贫特性来讲，欧米伽趋向于0的时候，这个数值是无穷大，这个角是90度，因此是从负90度出发。欧米伽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数值是0，也就是这是0度，从负的方向趋向于0度。于是就完成了这个一端口网络的阻抗的频率特性的绘制。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个传递函数的频率特性。输入是电压源，输出是电容电压。我们刚才已经推出了它的传递函数是这样的。为了画得更仔细一点，我们不妨算出几个特殊的点来。为了方便计算，我们不妨假设 Rc 的乘积等于1，于是这个频率特性就变成了关于欧米伽的单变量函数。大家请看，欧米伽等于0的时候，传递函数的模等于1，传递函数的相角等于0。欧米伽等于1的时候，传递函数的模是等于根号1/2等于 0.707 的，传递函数的相角是负45度。关于这一点，传递函数的幅值等于 0.707， 我们将在后面几讲里详细讨论，请大家关注。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写出欧米伽等于5、10、20、100时幅值和相位的数值，那就是从这些数值可以看出来，随着频率的增加，传递函数的模在降低，从1逐渐衰减为0。类似的，随着频率的增加，传递函数的相角从0开始逐渐衰减为负90度。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频率增加的早期，传递函数衰减的比较快，晚期趋向于饱和，相角也是类似的。根据这样的表，我们就可以很方便地画出这个电路传递函数的定性曲线，那就是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分贝。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电路来讲，它的阻抗、支路量和网络函数都可以是负数，它的模和相角都可以是角频率的函数。我们以网络函数为例，举例来说，有的时候网络函数模的数值会从10的负4次方到10的正3次方，涉及7个数量级。我们关心的频率会从1毫赫兹到1 G 赫兹，涉及12个数量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说定量的画出这个传递函数的话，由于涉及到的横轴和纵轴的数量范围非常大，就有可能把变化趋势给掩盖了。那么怎么办呢？大家也许想到了，我们不妨采用对数的方式，也就是说，模的对数的变化范围就是从负4到正3，只涉及7个数。对于频率来讲，如果我们取它的对数，那么整个变化范围就是从负3到正9。通过对数这样一个非线性的变换，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传递函数的变化趋势非常清晰可见。关于传递函数的研究是从声学领域开始的，人们往往难以判断某一个声音的强度究竟有多大，因此很自然地用一个声音和另一个用作参考的声音的比值的大小来判断这个声音的大小。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着这个比值的范围有可能很大，因此贝尔一开始提出了这样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伊塔等于 log A 比 B。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数值还是太小，
因此进一步提出了 dB 的概念，把这个数值乘以10或者乘以20。dB 的关系和贝尔的关系就有点像分米的关系和米的关系一样。为什么有乘以10或者乘以20这一说呢？在一开始人们研究声音的比例的时候都是乘以10的，后来我们把研究的范围从声音拓展到了电气领域，声音的强弱是跟功率成正比的，也就是说很自然的是 dB 的数值是用10倍的 log 两个功率之比。我们又知道功率是正比于电压的平方的，因此把这个平方项摘出来就是20倍 log 电压之比了。也就是说，关于分贝我们有两种情况的定义，一种情况是功率的10倍的 log 功率比，另一种情况是关于支路量的，是20倍的 log 支路量之比。关于引入对数来做坐标非线性变换带来的好处，我们不妨看一个仿真。在这个仿真电路里，我们引入了一个新的仪器，那就是波特图绘制仪。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第6次仿真介绍中进行详细讨论。大家只需要知道，波特图绘制仪的输入部分是系统的激励，输出部分是系统的响应。这个仪器可以方便地画出整个响应比激励的幅值和相角，也就是传递函数的模和相角。大家可以看出，输入部分接的是电压源的电压，输出部分接的是电容的电压。我们运行电路，终止。我们现在看的是幅值。如果说横轴和纵轴都是用线性坐标，横轴从1赫兹到1兆赫兹，纵轴从0到1，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幅频特性几乎没有波形。我们用标尺来拉一下，在1赫兹的时候数值是999毫，随着频率的增加，这个数值在降低。但是这个波形显然太不便于观察了，我们不妨把横轴用对数坐标来表示，纵轴也用对数坐标来表示。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所有数字没有发生改变，但是对坐标系进行了 log 的非线性变换以后，就可以发现整个传递函数的幅频特性表现出非常鲜明的在频率比较低的时候数值较高，随着频率的增加数值逐渐降低的趋势。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这是电路原理的第6次仿真介绍。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2个新的仪器，同时要介绍一种新的仿真方法。首先我们来介绍功率计。功率计是一种仪器，它需要从右侧的仪器单元中拖出来，也就是这里。我们已经把这个功率计接在电路中了。大家请看，功率计有电压端，我们在这里接的是电源两端，也有电流端，我们接的是流过整个干路的电流。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电路，电源电压的有效值是根号2，频率是50赫兹，电阻为1欧，电感3185微法。我们精心设计了这个数值，就是使得它在50赫兹频率下对应出来的容抗是-1，也就是说，从电源侧往外看，阻抗是1-JO。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算出来电流的有效值是1安培，因此电阻上所消耗的功率是1瓦，整个电源所发出的有功功率也是1瓦。让我们来看一看仿真结果和我们理论分析的结果是否一致。我们点运行，终止。大家请看，功率计给出的读数1瓦，同时还给出了功率因数 0.707。我们不妨想一下，负载是1-J， 所对应的功率因数是 cosine -45度 0.707 超前。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说功率因数必须说明超前或者滞后，因为仅从功率因数的数值是无法判断负载是容性还是感性的。接下来我们介绍波特图绘制仪。
它在右侧仪器栏的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把它拖出来放在这里。它有一个输入端，一个输出端，它的功能是计算输出端比输入端以后得到的负数的模和相角。我们在这个电路中，输入端接入的是电源的电压，输出端接入的是电容的电压。我们运行，终止。大家请看，波特图绘制仪中可以看扶频特性，也可以看相频特性。每一张图上都有对横轴和纵轴的设置。比如说，在扶频特性中，我们现在设置的是用线性方式来改变横轴，从1赫兹到1兆赫兹；用线性方式来改变纵轴，从0到1。这个时候几乎看不到波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横轴和纵轴都变成对数方式的话，就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变化的波形了。这也印证了我们采用分贝以后，能够在比较大的横轴和纵轴范围内表现出波形的变化趋势。类似的，如果说横轴和纵轴都是线性坐标的话，这里也看不到什么波形。我们把它们转换成对数坐标，大家可以看到，从1赫兹开始起，随着频率的增加，相角逐渐衰减，最终趋向于负90度。除了用波特图来绘制输入输出的传递函数之外，在 Multisim 软件中，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效的工具，那就是从仿真菜单中选择 AC Analysis。Multisim 的交流仿真功能非常强大。我们首先需要设置仿真开始的频率，我们这里设的是1赫兹。仿真的终止频率，我们设置的是1兆赫兹。横轴选用的是对数坐标系。我们来看输出。如果说想要看传递函数的话，在这个图中我们就需要看2节点电压与1节点电压之比。因此，我们在这里设置了 V2 比 V1。具体的设置方式可以通过 Edit Expression 或者 Add Expression 来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此前的仿真介绍中已经进行过说明了。我们现在选择仿真。在 Multisim 的交流仿真中，会同时给出扶频特性和相频特性。我们不妨先把相频特性删除，选择 Delete 删除。我们来比较一下交流分析和波特图绘制的结果是否一样。选中扶频特性以后，把游标设置出来。我们拖动游标，使得它达到1兆赫兹。大家请看，这里面是1兆赫兹，它的幅值是 49.97 μ。我们在波特图中来拖一下，使得它达到1兆赫兹的时候是负 86.026 dB。大家不妨计算一下，这个 49.97 μ 是否就对应着负 86.026 dB。我们在这里仅仅介绍了用 Multisim 的交流仿真工具来绘制传递函数的扶频特性和相频特性。Multisim 的交流仿真工具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可以用来绘制端口的入端阻抗频率特性、支路量频率特性，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分析工具，希望大家多多学习和掌握。好的，我们这次仿真介绍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0讲，我们来给大家介绍滤波器。我们知道噪声在自然界中是无处不在的，为了抵御噪声，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在电路原理课程前面部分介绍过的数字系统、质回比较器，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把噪声的影响消除的有效方法。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系统中还是不得不引入了噪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滤波器了。所谓的滤波器，就是用来消除噪声影响的设备。滤波器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在这里给大家进行简单的介绍。
如果说我们有用的信号频率和噪声的频率是不重叠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设计出来的滤波器叫做经典滤波器。如果说我们的滤波器是用模拟系统来实现的话，那么就称之为模拟滤波器。模拟滤波器如果是用无源器件来实现，那么称之为无源滤波器。如果是用有源器件来实现，就称之为有源滤波器。如果经典滤波器是用数字系统来实现的话，我们称之为数字滤波器。有的时候噪声的频率和信号的频率是重合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估计出噪声的特性，从而设计出现代滤波器。大家发现了吗？为了抵消噪声的影响，人们提出了各种形式的滤波器。关于这些滤波器的原理、设计和使用，我们将在今后的很多门课程里进行讲授。比如，关于无源滤波器的课程，我们将在电路与系统课程里讲授；有源滤波器会在模拟电子学和电力电子学里讲授；数字滤波器会在数字信号处理课程讲授；现代滤波器会在现代信号处理课程讲授。可以说，电气工程领域学习的过程就是滤波器学习的过程。在本课程中，我们更关注模拟滤波器，因此我们对模拟滤波器进行更仔细的划分。首先，如果说从滤波器的功能上来划分，它可以分成5类。第一类叫低通滤波器，我们简称 LP。第二类叫高通滤波器，我们简称 HP。第三类是带通滤波器，简称 BP。第四类是带阻滤波器，或者说叫梳状滤波器，我们简称 BS。第5类叫全通滤波器，我们简称 FP。这是从功能上划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实现元件上划分。前面说过了，有用无源器件实现的叫无源滤波器，用有源器件实现的叫有源滤波器。我们所谓的无源滤波器，就是指的用 RC 或者 LC 实现滤波器。所谓的有源滤波器，就是用运算放大器或者说各种电力电子的开关来实现的滤波器。在电路原理课程里，我们更多的会讨论用 RC、LC 和运算放大器来构成的无源和有源滤波器。接下来，我们仔细地将前面的5种滤波器进行讨论。首先，滤波器是一个信号处理装置，它有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我们假设输入端口接的是激励 excitation， 输出端口是响应 response。对于一个低通滤波器来讲，顾名思义，它应该使得频率比较低的信号得以通过，频率比较高的信号被衰减。因此，理想情况下的低通滤波器的扶频特性就应该是这样的。这个频率是我们人为可以指定的，我们管它叫做截止频率。类似的，对于高通滤波器来讲，应该是低频信号被衰减，高频信号保持不变。所谓的带通滤波器，就是指有一部分信号能够通过，其余信号被衰减，那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带阻滤波器就是反过来，有一部分信号被衰减，其余信号能通过。所谓的全通滤波器，就是指在整个频率范围内都被无衰减的通过。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全通滤波器呢？我们在这里只给大家画了扶频特性，实际上对于滤波器来讲，还有相频特性。全通滤波器就是通过调整输入输出的相位，起到对信号进行调整的作用的。我们在这里还给大家提一个思考题：如果说我们已经有了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那么怎么把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出带通滤波器和带阻滤波器呢？接下来我们举2个例子。关于它的频率特性分析，我们在第69讲进行过讲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定义 UC 是输出， US 是输入的话，
那么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把传递函数的扶贫特性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的。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这里面的0是指的 dB 为0。根据我们在第69讲讲授的知识， dB 是等于20倍的 log UO 比 UI 的，因此0 dB 就意味着 UO 比 UI 等于1。从我们前面讲授的滤波器的分类可以看出，这是一个低通滤波器，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理想的低通滤波器，因为随着频率的增加，传递函数的幅值在逐渐的衰减，因此滤波器的截止频率需要人为定义。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在角频率大于 RC⁻1，也就是说传递函数的浮频小于-3 dB 的时候，滤波器截止。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3 dB 就意味着传递函数的幅值是 0.707。这个 RC⁻1我们定义为截止频率，也称为半功率频率。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在69讲里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专门对 0.707 这个扶贫特性进行了介绍。为什么这里叫做半功率频率呢？大家请看， 0.707 意味着输出比输入是根号1/2，同样就意味着输出的功率比输入的功率是1/2，因此就有所谓的半功率。这就意味着大于这个频率以后，输出的功率小于输入功率的1半了，我们就认为整个滤波器截止了。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用一个仿真来给大家加深印象。我们用这个电压源和 RC 串联电路来说明低通滤波器的半功率频率。关于如何用 Multisim 来显示一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我们在第6次仿真介绍中进行了讨论，在这里我们就直接使用了。仿真分析 AC， 我们的开始频率是1赫兹，终止频率是100 K 赫兹，采用对数横轴坐标。输出我们设置好了是 V2 比 V1， 也就是说电路的传递函数是电容电压比电源电压。我们点仿真。在给出的扶贫特性和相频特性中，我们把相频特性删除。在扶贫特性中，我们用标尺拖到纵轴为707毫的时候，这时候对应的频率是 9.88 赫兹。我们这里给的电阻是100千欧，电容是 0.16 微法，大家不妨验证一下所对应的频率是不是 9.88 赫兹。接下来的第2个例题是按键电话，也称为双音频电话。大家想知道我们按了任何一个按键以后，在交换机方面是怎么知道我们按了这个按键吗？这里面涉及到很多滤波器的使用。按键分成了4行3列，每按第1行，电话机就会发出一个频率；按第2行，第2个频率，依次类推。每按第1列，电话机也会发出一个频率；第2列、第3列，依次类推。也就是说，我们每按一个按键，电话机就会发出2个频率。比如说，我们按了5以后，电话机就会同时产生770赫兹和1336赫兹，这个频率会在电话线上传输到交换机。信号传输到交换机以后，首先需要被运算放大器来放大，然后经过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可以看到，这里面的低通滤波器和高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大概都是1 K 赫兹。也就是说，770赫兹的信号可以通过低通滤波器，1336赫兹的信号可以通过高通滤波器。在低通滤波器后面跟了4个带通滤波器，也就是说，分别针对的这4个小于1000赫兹的频率。
在高通滤波器后面接了3个带通滤波器，也就是分别针对这3个大于1000赫兹的频率。我们具体来看，按键5被按下以后，其中的770赫兹通过了低通滤波器，也通过了第2个带通滤波器，也就是专门针对770赫兹设置的滤波器。接下来还有一个信号检测器，于是我们就知道电话机发出了770赫兹的频率。在高通部分有类似的过程，我们也知道电话机产生了1336赫兹的频率。把这2者结合起来，我们就知道用户在电话机上按了5。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大家可以发现，采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只需要产生、传输和检测7个频率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给每个按键指定1个频率的话，这就需要12个频率。采用这样的方式，节省了成本，提高了可靠性。从这2个例子可以看出，滤波器有非常多的实际应用。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1讲，我们来讨论一下 MOSFET 放大器的频率特性。在开始本讲讨论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 MOSFET。我们在第9讲时引入了 MOSFET。我们经过仿真发现 ，MOSFET 可以看成是一个受控的电阻，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受控的电源。我们应用受控电阻这部分，在第24至26讲讨论了各种门电路，比如说反向器。我们应用受控电流源这个部分，在第42至45讲讨论了放大器。在本学期的课程中，我们又在 MOSFET 中引入了寄生电容参数。我们主要考虑的是 G 和 S 之间的电容。我们在第52讲讨论了引入寄生电容以后门电路的传输延迟。我们将在本讲中讨论引入寄生电容以后放大器电路的低通效应。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MOSFET 放大器的基本原理。MOSFET 的器件特性是这样的。首先，G 极永远绝缘，也就是 Ig 始终等于0。其次 ，UGS 小于某一个阈值的时候 ，D 和 S 之间是开路，这个时候 MOSFET 可以用这样的模型来表示。第三 ，UGS 大于 UT 以后 ，DS 之间导通可以看作一个2端元件，端口上的电压电流特性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将这一个部分看作是一个压控电流源，也就是说，大家从这个图上可以发现，满足压控电流源的条件是 UDS 相对较大，因此，从这个表达式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受到 UGS 控制的电流源，因此它是一个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在这一段，我们可以把它建模成一个压控电阻，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更经常把它看成是一个固定值电阻。要想利用 MOSFET 来做放大器，就需要确保它工作在这一段，也就是这个式子和这个条件需要得到满足。我们现在假设，在这个电路的输入端接了一个直流偏置，接了一个带放大的信号。这是一个小信号电路，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它的直流工作点。这个时候的等效电路是这样的。根据第45讲的分析，我们知道
如果说直流工作点满足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判断它确实工作在一个压控电流源阶段，因此我们就能够算出它的直流工作点，进而画出它的小信号等效电路，那就是这样的。对于小信号来说，有这个时候，在小信号电路中，非线性的压控电流源就变成了线性的压控电流源，因此这一项是从而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比值就是整个小信号放大器的放大倍数。通常我们会把这个系数，也就是说由直流工作点来决定的这个系数，定义为跨导 Gm， 因此整个 MOSFET 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也可以简写为如果说激励和响应都是正弦信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向量来表示它，都加上点。接下来我们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个仿真。大家请看，这是一个用 MOSFET 构成的小信号放大器，这是直流偏置，这是带放大信号，这是 RL， 这是 US。示波器的 A 通道接信号源 ，B 通道接 MOSFET 的 D 端，也就是放大器的输出端。我们现在来运行。请注意，现在我们示波器的两个通道都以 AC 方式来显示，也就是说去掉了直流偏置。通道 A 是每隔2毫伏，通道 B 是每隔20毫伏。我们现在用标尺来测量一下。大家请看，在这个时间点上，被放大的信号源是 1.413 毫伏，输出的小信号是负 29.489 毫伏，信号被放大了20倍左右。有了刚才的基础知识以后，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考虑了寄生电容，具体来说就是 CGS 以后，整个 MOSFET 放大电路会有怎样的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在输入端考虑电源的那组，也就是说，电路画成这样的形式。由于 Ig 始终等于0，电容对于直流来讲是开路，因此引入电源内阻和寄生电容对于计算工作点来讲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假设 UGS 的设置使得 MOSFET 工作在受控电流源端，我们直接画出在这种情况下的小信号等效电路，那就是这样的。请注意，由于考虑了电源的内阻，因此加在 MOSFET GS 之间的被放大信号就不再是电源的信号了。接下来我们进行类似的推导。如果用传递函数的观点来看这个小信号电路的话，那么传递函数就等于
我们现在关注传递函数的模，也就是说关心传递函数的扶贫特性。在角频率为0的时候，放大倍数和不考虑寄生电容时是一样的。随着角频率的增加，放大倍数逐渐的在降低，因此整个 MOSFET 放大器应该表现出一个类似于低通滤波器一样的扶贫特性。让我们来看一下仿真。大家请看这个 MOSFET 小信号放大电路，我们引入了电源内阻5欧。我们执行和上一个一样的仿真。还是用游标来看一下放大倍数。输入信号负 1.414 毫伏的时候，输出信号是 27.496 毫伏。放大倍数接近20。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电路的传递函数。波特图绘制仪的输入接了信号源，输出接的是 MOSFET 放大器的输出。我们只看扶贫特性，横轴和纵轴都用对数坐标来显示。我们点运行，终止。由于现在是一个放大器，因此我们需要对横轴和纵轴进行一些调整。纵轴的 dB 数值从负20 dB 开始，一直延伸到30 dB。我们不妨来验证一下，在频率比较低的时候，这是 26.088 dB， 基本上和我们刚才时域仿真里放大倍数所对应的 dB 值是一样的。大家请看，随着频率的增加，当频率超过200K 赫兹以后，放大倍数降低了。当频率达到 15.8 兆赫兹以后，放大倍数已经基本上是1了。当频率进一步增加的时候，这个放大器就已经失去了放大的功能。刚才我们用仿真来验证了，考虑了寄生电容以后， MOSFET 放大器在高频阶段就不再适用了。一般来说，电容如果说是旁路连接在信号通路中的，那么整个这个电路会表现出低通的特性。如果电容是串联接入，那么整个电路应该表现出高通的特征。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和掌握这些特点，它们在实际的信号处理和分析中都非常有用。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我在第55讲的时候说过，当电路里有电容和电感的时候，这二者之间可能进行能量的交换。在满足某些条件下，这样的能量交换可能产生大的电压或者大的电流。这种现象在电路里叫做谐振。谐振有很多实际的应用，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避免谐振。从本讲起，我们开始讨论谐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谐振的定义。谐振在电气系统和机械系统中都有可能出现。对外表现出来的特征是振荡的幅值增加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外加激励的频率是等于该系统的自然无阻尼频率的。我们分别在第55讲和56讲讨论了 RLC 串联和并联电路。我们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这两个电路的特征方程。应用对偶的观点，串联对应着并联 ，R 对应着 G，L 对应着 C， 这两组方程就是一样的了。我们定义这一项叫做2倍阿尔法，其中的阿尔法是衰减系数。我们定义这一项叫做欧米伽0的平方，这个欧米伽0就是无阻尼振荡的角频率。当然了，它等于2派 f0。这个 f0 就是定义中给出的自然无阻尼频率。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实际机械系统的振荡，
这是著名的塔科马大桥。这个桥位于美国的华盛顿州，长度为1980米。它于1940年7月1日投入使用，但是很不幸，同年就垮塌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塔科马大桥的录像。In 1940, the 4-month-old Tacoma Narrows Bridge began to sway dangerously in 40-mile-an-hour winds. Local residents called it Galloping Gertie. Ultimately, gales sweeping down the Narrows set up uncontrollable undulations, and the bridge collapsed into the water. 人们事后分析，塔科马大桥之所以倒塌，就是因为风的频率和这座大桥自然无阻尼震荡频率是一样的，因此不断加强了大桥的震荡，从而倒塌。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电路中的谐振。首先，我们看 RLC 串联，在这里电路的激励是电压源 US。我们不妨来画一下它的向量图，标注各个支路量。我们拿 I 作为参考向量，于是有 UR 和 I 一定是同相位的， UL 是领先 I 90度的， UC 是落后 I 90度的。在这个电路里，如果有 omega L 等于 omega C 分之1的话，那就一定会是这样，从而使得端口上看入的电压和电流同相位。这个结论我们也可以通过从电源端看入的 ZEQ 来得到，很容易。当 omega L 等于 omega C 的时候，入端阻抗呈现为一个电阻的性质，因此我们给出了 RLC 串联谐振的条件，那就是谐振时的入端阻抗。对于 RLC 并联来说，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对偶的思想来讨论它，因此这里施加了电流源。我们还需要画它的向量图，先标支路量。我们以电压作为参考向量，在电导上电压电流同相位，因此有。我们知道电容电流是领先电压90度的，因此是这样。我们也知道在电感上电流是落后电压90度的。如果说对于导纳来讲存在这样一个条件的话，那一定向量图是这样的，因此使得端口上电压电流同相位。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写出从电源端往右看的等效导纳。采用跟串联类似的推导方法，我们也可以得到 RLC 并联谐振的条件是谐振时入端等效导纳为。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3讲。我们在上一讲引入谐振概念的基础上，这一讲比较仔细的来讨论一下 RLC 的谐振。我们来讨论一下 RLC 的串联谐振。我们依然画出它的向量图。首先我们需要标出所有的支路量。我们以电流为参考向量，就可以画出 UR 和 I 是同相位的， UL 领先 I 90度， UC 落后 I 90度，最终电压电流同相位。在上一讲里，我们推导了这个一端口网络谐振的条件是，求解出来是这样的。同时我们也知道了谐振时端口的入端阻抗是一个电阻，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更为仔细地讨论一下谐振的时候储能元件上的电压。我们先算出干路的电流。接下来我们分别考虑一下谐振情况下储能元件上的电压。首先是电感电压。如果把谐振时角频率的条件带入其中，我们就知道，类似的，我们可以算出谐振时电容上的电压。我们依然把谐振的角频率带入，就等于大家请看，谐振时储能元件上的电压是这样的。把谐振的角频率条件带入以后，可以发现储能元件上的电压是相同的，这一点与我们画向量图所得到的结论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这个电阻当作电感线圈的寄生电阻的话，那么这个电阻将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储能元件上将获得比较大的电压。也就是说，对于 RLC 串联谐振来说，储能元件上可能会得到比端口电压高得多的电压，因此串联谐振也称为电压谐振。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关于 RLC 串联谐振的实验。这是电感、电容和电阻的串联电路，输入是相载正弦信号，输出为电阻两端的电压，它与电路中的电流成正比。改变输入信号的频率，观察电路中发生的谐振现象。虚拟示波器通道1接输入信号，通道2接输出信号。现在看示波器显示的波形，黄色波形为输入电压信号，绿色波形为输出电压信号。可以看到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同向，说明此时电路处于谐振状态。现在我们改变电源频率，把频率提高，可以看到这时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不再同向，同时输出电压的赋值也比谐振时的小，说明谐振时输出电压最大，也就是此时电路中的电流最大。当然我们也可以减小电源的频率，可以看到类似的现象。接下来用相同的思想，我们分析一下 GCL 的并联谐振。我们已经把所有支路量都标在上面了，因此可以用 U 做参考向量来画向量图。电导上的电流和电压是同相位的，电容的电流是领先电压90度的，电感的电流是落后电压90度的。二者相等，从而使得端口的电压和电流是同相位的，于是就实现了谐振。根据第72讲的讨论，我们知道了 GCL 并联谐振的条件是谐振时入端的导纳是。接下来我们算一下各个支路量，首先是端口的电压，接下来我们算一下谐振时储能元件上的电流，首先是电感电流，如果把谐振的条件带入其中，我们就可以得到接下来我们算一下电容上的电流，我们把谐振时角频率的条件带入，可以得到类似于此前的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个 G 和 C 的并联当作是实际电容器的模型。对于一个实际的电容器来讲，与其并联的电阻值应该非常大，对应着 G 会非常小。也就是说，
对于并联谐振来讲，谐振时储能元件上的电流会比激励的电流大得多，因此并联谐振也称为电流谐振。接下来我们不妨比较一下 RLC 串联谐振和 RLC 并联谐振的结论。对于串联谐振来讲，谐振的角频率是这样的：谐振时的入端阻抗是，谐振时储能元件上的电压是，对于 RLC 并联谐振来讲，谐振的条件是，谐振时入端的导纳是，谐振时储能元件上的电流分别是，大家请看，我们有了对偶的观点以后，把串联和并联进行对偶，电阻和电导进行对偶，电容和电感进行对偶，电压和电流进行对偶，阻抗和导纳进行对偶的话，那么所有 RLC 串联谐振的结论就可以很方便的推导成为 RLC 并联谐振的结论了。大家发现了吗？对偶概念的引入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电路本质的理解，同时也方便我们记忆电路的结论。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电感线圈与电容的谐振。在这里我们考虑了电感线圈的寄生电阻。我们首先画一下它的向量图，我们以端口电压为参考向量。对于电感线圈来讲，电流一定落后电压。对于电容来说，电流领先电压90度，在谐振的条件下，电流的长度就被限定了，因此有端口的电压电流同相位。对于电感线圈来说，我们知道 U1 一定和 I1 是同相位的， U2 一定是领先 I1 90度的。由于有 KVL 的成立，因此 U1 和 U2 的长度就被限定了，也就是说 U1 和 U2 要满足垂直关系，而且二者的向量之和要等于 U。 大家请看，在这个电路里，电流三角形和电压三角形都是直角三角形，二者是相似的关系。接下来我们来推导一下谐振的条件。由于这是一个电感线圈和电容的并联，因此我们比较方便写出它的入端导纳，那就是在进一步整理之后，我们可以得到我们已经知道，在谐振的时候，端口要表现出电阻的性质，那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虚部要为0，从而可以求解出谐振的条件是大家可以发现，这个条件与此前的 RLC 串联和 RLC 并联不一样。在电感线圈与电容并联的谐振中，必须要满足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发生谐振。但是我们此前说过，电感线圈的寄生电阻一般是比较小的，因此这个条件并不难以满足。把这个条件带到导纳的实部，我们就可以知道谐振时的入端阻抗是，这也是一个比较简明的结论。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 GCL 并联谐振和电感线圈与电容并联谐振。我们知道，对于 GCL 并联谐振来讲，角频率要满足，谐振时的入端阻抗是，谐振时电容电流的有效值是这样的。对于电感线圈和电容并联来讲，我们可以画出它的向量图，得到谐振的角频率，谐振时的入端阻抗，
我们现在不妨来推导一下谐振时电容上的电流。首先，根据谐振时的入端阻抗，我们就知道谐振时的端口电压是。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算出谐振时的电容电流 I2。我们把角频率条件和电压条件都代入，经过整理可以得到也就是说，谐振时电容电流的有效值满足。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GCL 并联谐振时，这个 G 我们一般可以看作电容的寄生参数，而这里面的 R 是电感的寄生参数。我们不妨来对比一下这两组并联谐振的结论。首先，在电感线圈与电容并联谐振中，如果说寄生电阻趋向于0的话，这两个电路的谐振频率是一样的。其次，如果说电容的寄生电导和电感的寄生电阻都趋向于0的话，那么这两个电路并联谐振时的入端阻抗都是无穷大。类似的，如果说 G 趋向于0和 R 趋向于0的话，那么 IC 在这两个谐振电路中都趋向于无穷大。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4讲，我们来讨论谐振电路的品质因素。品质因素是谐振电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谐振本身是个电气现象，我们可能利用它，也可能需要抑制它。提出谐振的品质因素，就意味着我们要想利用谐振。我们说一个谐振电路的品质好，就意味着它的品质因素高。品质因素所涉及的内容还是比较丰富的，我们在这一讲里仅仅结合串联 RLC 谐振来给大家介绍。品质因素的引入可以从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从支路量的大小来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个 RLC 串联谐振，我们知道这个电路谐振的角频率是，谐振时的入端阻抗是，在谐振时电容和电感上的电压是，如果从储能元件支路量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得出关于品质因素的第一种定义，那就是储能元件的支路量幅值比上电源的幅值。对于 RLC 串联谐振来讲，就是储能元件上的电压比上电源的电压，因此也就有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给这个分子一个新的定义，定义它为谐振电路的特性阻抗 ρ， 它的单位也是欧。通过讨论第一种定义方式，我们知道了品质因素越高，相同激励情况下，储能元件上的支路量越高。接下来，我们从能量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假设电源电压的出向角为0度，也就是在谐振的时候，电源电压电流同相位角，入端阻抗为 R， 很容易求得出来电流是。我们可以定义 UM 比上 R 就是电流的最大值 IM， 从而可以写成。现在我们来讨论能量。对于电感来说，它上面存储的磁场能量是。这是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函数。接下来我们推导电容上的电场能量，因此我们需要知道电容的电压 UC。在电容上，电压是落后电流90度的，因此有再将谐振条件和三角恒等变换同时使用，我们可以知道
因此我们就知道了电容上存储的电场能量是这也是一个时间的函数。我们把磁场能量和电场能量合并来看，就可以发现二者之和就是整个电路的电磁场总能量，它们是一个恒定不变值。如果说再考虑到 Im 的定义和谐振时电容上电压与电源电压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以推出谐振时电磁场的总能量是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下磁场能量、电场能量和总能量的波形。我们假设电压源的出向角为0，因此电流的出向角也是0。电容电压落后电流90度。根据电感中磁场能量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得到磁场能量是2倍频率变化的一个函数，它始终是大于0的。根据式中电场能量随时间变化的函数，我们可以知道电场能量也是2倍频率随时间变化的函数。二者之和是一个恒定不变的常数。这个现象有什么实际的物理意义吗？大家请看，在谐振的时候，如果说磁场能量和电场能量是守恒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认为整个交流电路的无功 Q 是在电感和电容之间进行交换，电源只负责把有功 P 传输给电阻。因此在谐振电路里，有功 P 和无功 Q 就解耦了。那么这个特点有什么用呢？我们来看，如果我们定义一个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是2π乘以电路的总能量除以它在一个周期内所消耗的能量的话，对于 RLC 串联谐振电路来讲，那就应该等于这里面的 Im 是电流的最大值，这里面的 I 是电流的有效值，这里面的 T 是整个谐振角频率的周期。因此有这就与我们给出的品质因数第一种形式的定义一样了。讲到这里，大家就明白了，我们在品质因数第二个定义里引入2π的含义，就为了使得第一种定义方式和第二种定义方式在任何一个谐振电路中所得到的结论是一致的。根据第二种定义方式，我们知道一个谐振电路 Q 越大，它存储的能量就越大，或者说它一个周期内所消耗的能量就越小。接下来我们从电路的频率特性来考虑品质因数。我们画这个电路的电流频率特性，我们首先需要求出它的电流向量，我们仅感兴趣它的浮频特性，也就是这样的。大家请看，这是一个角频率的函数，我们把它画出来。在角频率等于0的时候，由于这个值是无穷大，因此 I 的有效值是0。在角频率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个值是无穷大，因此 I 的有效值依然是0。所以电流的浮频特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很容易知道，在欧米伽等于欧米伽0的时候，电流的浮频特性获得最大值，这个最大值是 US 比上 R。我们现在来关心这么样一个问题：如何根据一个谐振电路的浮频特性就能够知道它的品质因数呢？我们先来分析2个 RLC 串联谐振电路。第一个电路10欧电阻1缪法电容1毫亨电感，我们很容易算得出来，它谐振的角频率是 3.16 乘10的4次方弧度每秒，它的品质因数是 3.16， 这一点用根号 L 比 C 比上 R 就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来看第二个 RLC 串联谐振电路，也很容易算得出来，它的谐振角频率是 3.16 乘10的6次方弧度每秒，它的品质因数还是 3.16。那么这两个电路，它们在电流频率特性上有什么可比之处吗？让我们来看一下仿真。大家请看，我们把这两个电路在 MultiSim 里画出来了，它们的元件参数和分析中给出的是一样的。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10欧电阻和1000欧电阻流过的电流的扶贫特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这样做：仿真、分析、交流分析。我们设置起始频率为1赫兹，终止频率为1兆赫兹，横轴线性增加，采1000个点，纵轴也线性增加。输出我们看 R1 的电流和 R2 的电流。仿真。我们只关心扶贫特性，因此把相位信息删掉。红色给出的是10欧电流的扶贫特性，绿色给出的是1000欧电流的扶贫特性。大家可以发现，红色曲线有一个尖，但是几乎看不到绿色曲线有任何的变化。为了看得仔细一点，我们不妨改变一下横轴，也就是说，我们把显示的频率范围进行一点修改。当前是从0一直到1兆，我们从0显示到10K。大家请看，这时候红色的线，也就是10欧上的电阻电流，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尖峰。我们用标尺拉一下，也就是说，在频率为 5.0175 K 赫兹的时候，它的幅值为99毫，这与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样。接下来我们把横轴恢复回去。那么这条绿线呢，从表面上来看，它是一条水平线。但是如果说我们把红色的这条线删掉的话，进而把纵轴进行一些改变，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是一个带尖的函数。我们用标尺量一下，它在501 K 赫兹的时候获得的最大值是999微，这也与理论分析的结果一样。根据我们刚才的仿真就可以看出，这两个电路具有相同的品质因数，但是它们电流的扶贫特性差异非常之大。通过这个仿真，大家就可以发现，如果我们直接画电流频率特性的话，根本不可能反映得出来这两个电路具有相同的品质因数这样一个特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根本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两个电路的谐振频率相差甚远。第二点是这两个电路谐振时电流的最大值相差甚远。因此，要想从频率特性上能够体现出这两个电路的品质因数，就需要进行归一化。而且这个归一化要既从频率特性的横轴入手，也从频率特性的纵轴入手。好，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归一化。不同的 RLC 串联谐振，由于阻值的不一样，因此它纵轴的最大值是不一样的，这使得不同的 RLC 串联谐振电路不可比。因此，我们做归一化，也就是说，把电流的幅度比上它谐振时候的幅度，这就使得任何一个谐振电路，它在谐振的时候的幅值都是1。我们具体来推导一下。我们把分子分母都除以 r， 就可以得到是这样。大家发现了吗？这出现了一个 omega l 比上 r， 这出现了一个 omega rc 分之1，这就非常像我们第一种定义方式的品质因数。但是在那个定义里，我们分别是 omega 0l 比上 r 和 omega 0 rc 分之1，因此我们需要分别乘以和除以一个 omega 0。
完成了这个操作以后，我们应用品质因数的第一个定义，就知道这两个部分都是 Q。因此，电流的频率特性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做横轴的归一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定义一个新的变量，伊塔等于欧米伽比上欧米伽0。不同的谐振电路是在不同的频率发生谐振的。如果说我们定义了一个新的变量以后，所有的电路都在伊塔等于1的时候发生谐振，因此电流频率特性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形式。大家请看，对于任何一个 RLC 串联谐振电路来说，它都是在欧米伽0处谐振。当然，不同的电路的欧米伽0是不一样的。由于我们进行了横轴的归一化，因此所有电路都在伊塔等于1的时候谐振。而且我们发现伊塔等于1的时候，这个函数的数值是1，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路在谐振的时候的扶频特性的最大值都是1。它的原因是我们进行了纵轴的归一化。完成了这一点以后，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一个电流的扶频特性，同时它也是 Q 的一个函数。我们来看不同的品质因数下，电流的扶频特性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先画出 Q 等于1的扶频特性，是这样的，它在伊塔等于1的时候谐振，最大值是1。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Q 等于 0.5 的时候，电流的扶频特性是怎样的？它是这个样子，宽了一些。我们来看一下 Q 等于10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样子，变得非常窄。大家发现了吗？采用了横轴和纵轴的归一化，使得任何一个电路都在伊塔等于1处谐振。谐振时的最大幅值都是1的话，我们就可以从频率特性曲线的宽窄来判断出品质因数的大小了。也就是说，品质因数越大，整个频率特性越窄。在今后的应用里，我们会发现，越窄的品质因数对应着电路的选择性越好。这样的一个扶频特性，我们称之为通用谐振频率特性曲线。在大家以后关于信号处理课程的学习里，通用谐振频率特性曲线会经常出现。接下来我们回答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我们怎么能够通过一个频率特性曲线就能够获得电路的品质因数呢？我们来看，在这个通用谐振频率特性曲线里，如果说我们要想把两个半功率点找到的话，那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 0.707 对应着-3 dB， 也就是半功率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第70讲进行了讲解。我们感兴趣的是，对于这个扶频特性曲线来讲，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它有两个与 0.707 相交的点，在这两个点之间的频率，我们认为信号可以通过，在这两个点以外的频率都被衰减了。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求出这两个点的伊塔值来。我们分别定义为伊塔1和伊塔2。对于通用谐振频率特性曲线来讲，我们指定它的数值是根号1/2。在这样一个方程里，我们假设 Q 是一个待定系数的话，它就是一个关于伊塔的二次方程。我们很容易求出方程的两个根，那就是这两个根的表达式看起来还挺复杂的，但是这不重要。我们可以发现，我们感兴趣的频率部分，也就是这里，伊塔2减伊塔1是一个简洁的表达式，那就是，因此这就带来了我们关于品质因数的第三个定义，也就是说，品质因数定义为通用谐振频率特性曲线上两个半功率点所对应的伊塔数值之差的倒数。由于伊塔是一个相对频率的概念，在实际的频率特性曲线中，我们更常使用绝对频率，也就是说，把伊塔等于欧米伽比欧米伽0带回来，这样就得到了关于欧米伽的表达式。这里面的欧米伽0是谐振角频率，欧米伽2和欧米伽1是谐振频率特性曲线的两个半功率点。当然，我们也可以把欧米伽换算成 f， 也就是这样的形式。在这里，欧米伽2减欧米伽1或者 f2 减 f1， 我们称之为带宽。带宽就是通带宽度的缩写，也就是说，这一段是我们认为信号能够通过的那段。这一段的频率有多宽，
表征了这个带通滤波器的性能。有了这个公式以后，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用频率特性曲线来求一个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了。关于这一点，大家请看一个仿真。我们用这个电路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用频率特性曲线来测量电路的品质因数。大家请看，这是一个1欧1微法和1毫亨构成的串联电路。我们很容易计算出来，它谐振的频率是 5.035K 赫兹，这个电路的品质因数是 31.6。我们现在来仿真它电流的频率特性曲线。由于我们已经算出了它的谐振频率，我们可以要求从 4.8K 开始到 5.3K 结束。电路的输出就选电容的电流。我们把相频特性删除，在扶频特性里，我们首先要来验证一下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率是不是理论分析的 5.035K。我们拖动一下游标，大家请看，在 5.0333K 赫兹的时候，纵轴是999毫，达到了最大值，这与理论分析结果吻合。好，我们现在用2个游标分别寻找2个半功率点。大家请看，现在这2个游标横轴之间的频率之差是159。我们用刚才理论分析的结果，这个电路的品质因数就是 31.6。在本讲的最后，我们来复习一下关于品质因数的3个定义。第一种定义是从幅值的放大倍数出发的，我们定义为储能元件的幅值比上电源的幅值。对于 RLC 串联谐振来讲，那就是储能元件的电压比上电源的电压；对于并联电路来讲，就是储能元件的电流比上电源的电流。我们知道，在这种定义方式下，品质因数越高，就意味着储能元件上电源信号被放大的倍数越高。第二种定义方式是从电磁能量的转换来衡量。我们定义品质因数是2派乘以电路的总电磁能量比上电路在一个周期内所消耗的能量。品质因数越高，就意味着电路的储能越高，同时也意味着电路的耗能越小。第三种定义是从频率特性的形状来出发。我们定义品质因数是谐振的频率比上电路的带宽。Q 越大，就意味着整个带宽越窄，同时也意味着电路的选择性越好。需要强调的是，虽然这3种定义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但是都是对谐振电路谐振性能的描述，因此它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5讲，我们来讨论 LC 谐振。为什么要讨论 LC 谐振呢？我们在第73和74讲都说过类似的思想，也就是说，在 RLC 串联谐振中，如果说电阻非常小，在 GCL 并联谐振中，如果说电导非常小的话，这在我们希望利用谐振的时候是经常发生的。此时，整个电路就简化成为了 LC 谐振。因此，研究 LC 谐振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谐振电路的本质。我们首先来讨论 LC 的串联谐振。很显然，由于没有损耗相电阻的存在，从端口看入只有一个电抗，也就是说 Jx 是等于 J 欧米伽 L 减去欧米伽 C 分之一的。我们知道，在电路中谐振的定义是阻抗或者导纳的虚部为0，因此
关于这个端口谐振角频率是，在谐振的时候，整个端口的入端阻抗为0，也就是短路。在 LC 谐振电路中，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画出端口电抗的频率特性，从而能够快速定性地分析这个电路。大家请看，由于 LC 串联谐振的端口电抗是这样一个形式，我们知道在欧米伽趋向于0的时候，这一项起主导作用，这就是电容的特性。也就是说是这样一个负的倒数。在欧米伽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这一项起主导作用，这就是电感的特性，也就是这一项起主导性作用。因此把二者结合起来，从欧米伽等于0变成欧米伽趋向于无穷大，整个端口电抗的频率特性就是这样的。这一点就是欧米伽0点。请大家熟悉 LC 串联谐振端口电抗的频率特性。值得指出的是，在欧米伽等于欧米伽0的时候，这时端口电抗为0，也就是整个端口表现出短路的特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LC 并联谐振。由于是并联，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写出它的端口电纳，也就是这样的。在掌握了对偶的概念以后，我们发现电纳和电抗、电容和电感是对偶的概念，因此对于这个端口电纳的表达式，我们可以很方便地画出它的频率特性，也就是这样的。这一点和我们此前那页画的是一样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端口电抗的频率特性，也就是因此，对于这样的一个端口电纳频率特性，我们需要做2步。首先，我们要加上一个负号，也就是把这条红色的线上下翻一个个。这一点就是谐振的角频率欧米伽0。这个函数就是负的 b。其次，我们要对这个函数取倒数。也就是说，欧米伽趋向于0的时候 ，x 趋向于0；欧米伽从小的方向趋向于欧米伽0的时候 ，x 趋向于正的无穷大；欧米伽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 ，x 趋向于0；欧米伽从大的方向趋向于欧米伽0的时候 ，x 趋向于负的无穷大。因此 ，LC 并联谐振的端口电抗频率特性应该是这样的。这一点请大家熟记。值得指出的是，在欧米伽等于欧米伽0这一点，整个端口的电抗是无穷大，因此端口表现出开路。有了 LC 串联谐振和 LC 并联谐振以后，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一般性的情况，也就是说，一端口网络内只有电感和电容的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写端口的阻抗的话，那么它只有可能有虚部。一般来说，可以表示成分子和分母都是角频率的函数的形式。根据我们此前的讨论，大家可以发现，如果 f1 欧米伽等于0，这对应着整个电路发生串联谐振。如果 f2 等于0，这意味着整个电路发生并联谐振。知道了这一点，非常我们便于求解复杂的 LC 谐振电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个实例，在这个例子里，一个电感和一个电容并联，然后再和一个电容串联。我们首先画它的端口电抗频率特性，然后再定量的求解它的谐振频率。大家请看，我们知道串联谐振时从端口看入应该是个短路，并联谐振时从端口看入应该是个开路。我们不妨先观察这一部分电路，也就是说 L1 和 C2 进行并联谐振的时候，从这里看入是个开路，
因此从这里看入也是个开路，整个电路发生并联谐振。因此我们可以画出 L1 和 C2 的并联谐振电路电抗特性曲线，那就是这样的。我们定义这个并联谐振角频率是欧米伽2。大家发现了吗？在欧米伽大于欧米伽2的时候，从这个端口往右看，整个电路呈现出一个电容的特性。那么这个电容和这个电容在进行串联，因此整个这个电路还是一个电容。但是在欧米伽小于欧米伽2的时候，从这个端口往右看，整个电路是一个电感，只不过它并不是一个纯的电感，因为纯的电感是随着频率线性的增加。但是由于它是从正无穷值一直衰减到0，所以它覆盖了所有的电感值。在某个频率下，这个电感一定和这个电容会发生一个串联谐振，也就是说，存在着一个欧米伽1，使得整个电路会有这样的电抗频率特性曲线。当然，欧米伽大于欧米伽2的时候，从端口看入的电抗是 C3 和这个等效的电容串联，因此这条红色的曲线可能会发生少许变化，但是无论如何，它也是一个电容。也就是说，从定性化频率特性曲线的角度来看，它还是这个样子的。因此，图上的蓝色就是整个这个电路端口看入的电抗频率特性曲线。有一个相对较小的串联谐振频率，有一个相对较大的并联谐振频率。接下来，我们就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验证这个结论。我们写出端口看入的电抗表达式，那就是这样的。通过一番推导，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大家请看，如果我们令分子等于0，求解出来的欧米伽1就是这里。如果我们令分母等于0，求解出来的欧米伽2就是这里。因此，定量分析的结果支持了我们定性端口电抗频率特性曲线的绘制。需要强调的是，大家应该熟悉 LC 串联谐振和 LC 并联谐振端口电抗频率特性曲线的绘制。这种技巧非常有助于帮助大家来分析整个电路的定性特征。比如，我们现在给大家出一个思考题：整个电路的激力有2个频率，欧米伽1小于欧米伽2。我们现在需要设计一个信号处理电路，也就是一个滤波器，要求激力通过这个滤波器以后，在负载上只有欧米伽1的频率，欧米伽2的频率被滤除了。那么你怎么利用 LC 谐振电路的知识，方便地设计出这样一个滤波器电路来呢？请大家思考。前面我说过，谐振在能量处理和信号处理有着广泛的应用。在这一讲里，我们就讨论几个有意思的例子。大家可以发现，谐振大大拓展了动态电路的应用范围。我们总共给大家介绍2个方面的应用。首先是谐振在信号处理方面的应用。大家都知道，收音机通过调谐旋钮可以选择某一个电台的频率。那这个基本原理是什么呢？大家请看，在收音机接收信号的前端，调谐旋钮对应着一个可变的电容，它与一个电感相串联。当然，这里面这个电感和另外一个电感有相互耦合的关系。关于电感的耦合，我们将在下一周的课程里给大家进行讲授。在目前，我们只认为这是一个电感
和一个电容相连接就可以了。在将信号耦合到后级以后，我们有放大器、信号检测器等一系列工作，最终通过喇叭把接收到的信号放出来。但是事实上来讲，在接收器的前端，我们可能会收到多个信号的电压。举例来说，可能有3个电台的信号都被检测到，而且它们的幅值都是10毫伏。那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电路来说，如果我们设置好电感是固定值250微亨，电阻是固定值20欧，可调的电容器当前的数值是150匹法的时候，可以算得出来当前这个电路的谐振频率是820 K 赫兹。那我们就来看，对于这3个不同频率的电压信号，也就是3个不同的电台信号来讲，在整个这个电路的电流上会表现出怎样的特点。因为不同的电流对于这样一个相互耦合的电感来讲，在这边就会产生不同的电压，电流越大，这边的电压就越大。我们来看，假设这3个电台的频率分别是820 K 赫兹、640 K 赫兹和1026 K 赫兹，我们分别算出这3个不同频率下电感的感抗、电容的容抗的模，以及整个的电路的电抗部分。可以看到820 K 赫兹时是谐振，因此电抗为0。640 K 赫兹时，整个电路表现出容性；1026 K 赫兹时，整个电路表现为感性。由于我们假设所有信号源的电压幅值都是10毫伏恒定的，因此我们可以算出来，对于每一个电压源来讲，电流的有效值在820 K 赫兹就是10毫伏比上20欧，在其他的不同频率就是10毫伏比上对应的阻抗的模。那么这个不同的电流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电流扶频特性曲线，也就是这样的。大家请看，在谐振频率下，电流是 0.5 毫安，另外2个频率下，电流分别是 0.015 和 0.017 毫安，它们只是谐振电流的 3% 和 3.4%。这也就意味着，虽然接收器的前端收到了3个不同频率的信号，而且这些电压信号的幅值是相同的，但是由于 RLC 串联谐振的选择性，使得整个电路只是在谐振频率下获得了最大的电流。根据我们在第74讲所介绍的谐振电路的品质因数的概念，大家可以发现，品质因数越高的谐振电路，整个扶频特性就越窄。也就是说，对于其他频率的信号来讲，衰减就越明显。第2个例子是谐振电路在能量处理信号中的应用。我们假设这个电流源既包括负载所需要的能量，也包括谐波能量。大家还记得我们在第60讲介绍的电力系统吗？在电力系统的 HVDC， 也就是高压直流输电系统里面，换流站的2侧就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就设计出这样一个与负载并联的支路，使得谐波都通过这个支路来流通，从而不流到负载上来，这样就实现了带阻滤波器的作用。我们来画一下从这2端看入的这个支路阻抗的扶频特性。我们知道，在频率趋向于0的时候，电容部分起主要作用，电容的阻抗特性的模应该是这个趋势。在频率趋向于无穷大的时候，电感部分应该起主要作用，电感的扶频特性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在谐振的时候，整个电路表现出阻性，也就是这个电阻 R。因此我们知道，整个这个支路阻抗的扶频特性应该是先衰减再增加，其最小值就是 R， 就是这个样子的。获得最小值的这个频率点是2派LC1。从这个扶频特性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带阻滤波器。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个仿真来看一下，这样一个与负载并联的带阻滤波器是怎样起到滤波的作用的。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带阻滤波器我们有时候也称之为线波器。
大家请看，这就是一个电流源给负载供电的电路。我们在二者之间连接了一个并联的带阻滤波器。在这个滤波器里面，根据 L1 和 C5 的数值，我们就能够算得出来它的谐振频率是600赫兹。在600赫兹下，整个支路表现出1欧的特点，因此这就是1欧和5欧的并联。600赫兹的电流主要从这个支路流通，而对于其他频率的电流来说，这个支路表现出来的阻抗比较大，因此那些电流都流过负载，这就实现了一个对600赫兹谐波电流的限波功能。我们来仿真一下。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谐振频率是600赫兹，因此我们就从400赫兹仿真到1000赫兹。仿真的输出，我们要观察 R1、R2 上面的电流，也就是滤波器支路电流和负载支路的电流。我们先把相频特性删除，然后修改一下横轴和纵轴。这样就能够看得更清楚一些。蓝色线是流过滤波器支路的电流，红色线是流过负载的电流。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二者有一个尖峰，也就是说，在这个频率附近的电流主要都流过滤波器支路，而对于其他频率来讲，电流主要都流过负载。我们用游标来拖动一下。大家请看，这个频率是600赫兹，在这个时候，负载上的电流是173毫安，滤波器上的电流是830毫安。因此我们可以说，绝大多数的600赫兹谐波电流通过限波器被旁路了。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在第46讲里，我们介绍了电感。这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如果说除了与自己链接之外，还跟另一个线圈链接的话，我们就说这两个线圈之间有互感。类似于电容和电感，互感也可能是一种寄生效应，也可能是我们人为制造出来的器件。这二者的区别决定了我们究竟是要抑制互感，还是要利用互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第46讲介绍过的电感。一个线圈如果通的有电流的话，那么根据安培环路定律，在空间中就会产生磁通密度，也就是磁感应强度 B。在磁感应强度所穿过的面积上，就会得到磁通 Phi。这个磁通与若干扎电流的交链就形成磁链 Psi， 也就是说，有了电流 I， 就有了磁链 Psi， 因此我们可以定义电感为 Psi 与电流 I 之比。接下来我们仔细的讨论一下在电感上电压和电流的关系。根据安培环路定律，电流和磁通是呈右手螺旋关系，也就是说，右手的拇指方向标志着磁通方向，其余四指的方向标志着电流方向。接下来我们需要用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来推导电流的变化是怎样产生电动势和端口的电压的。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通和电动势也要呈右手螺旋关系，也就是说，右手的拇指指向是磁通方向，其余四指的方向就是电动势的方向，也就是电位升的方向。对于图示的绕向来讲，就是上负下正。在这样的参考方向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给出 E 等于负的 d psi dt。如果说电感值 L 是一个恒定值的话，那它就等于负的 L di dt。如果我们想把这个器件抽象为一个端口器件的话，那么我们一般在端口上定义电压电流的关联参考方向，也就是说上正下负的电压。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电压和电动势的定义，我们就知道 U 是等于负 E 的，也就是说 U 等于 L dI dt。根据这段比较仔细的推导，我们知道了，对于一个电感线圈来讲，只要在端口上定义电压电流是关联的参考方向的话，那么无论其内部的绕向如何，总是有 U 是等于 L dI dt 的。现在我们引入互感的概念，这里还是有一个线圈，它的匝数是 N1。我们假设它流过了电流 I1， 根据安培环路定律有磁通密度 B， 它通过了截面积 S 以后，产生了磁通 φ11。当前先不用考虑这个下标的含义，这个 φ11与 N1 匝的线圈交链，产生了 ψ11， 也就是说，有了电流就有了磁链，因此我们就有了电感。只不过在这里我们特别的把它称作自感，也就是说线圈1的电流产生的与线圈1交链的磁链。如果说在线圈1产生的磁通路径中还有另外一个线圈的话，它的匝数是 N2，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磁通 φ11就有可能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称作主磁通，也就是说由线圈1的电流产生，并且穿过线圈2截面积的那部分磁通。如果发生了这种现象，我们就说线圈1和2之间有感应耦合。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部分磁通没有穿过线圈2，我们称这种情况叫做漏磁通。现在可以讨论双下标的含义了。这里面的 φ21就指的由线圈1产生的穿过线圈2截面积的磁通。知道了下标的含义，我们就可以知道由线圈1产生的通过自身截面积的磁通等于由线圈1产生的通过线圈2截面积的磁通和由线圈1产生的不通过线圈2截面积的磁通共同构成。现在我们考虑主磁通，由线圈1产生通过线圈2截面积的磁通跟 N2 匝的线圈相交链，会产生一个磁链 ψ21。也就是说 I1 这个电流产生了 ψ21这么一个磁链，因此也有一个电感。在这里我们定义它为互感，也就是说第一个线圈对第二个线圈的相互感应。类似的，我们也可以定义第二个线圈的自感和第二个线圈对第一个线圈的互感。关于自感和互感，我们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无论自感还是互感，它们的单位都是亨利。其次，自感是正比于线圈的匝数平方，互感是正比于两个线圈的匝数之极。第三，两个线圈之间的互感只取决于它们的几何尺寸、匝数、相互位置以及周围的磁介质，与所加的电流和电压是没有关系的。最后，对于线性的电感来讲，有 M12 等于 M21， 因此关于互感，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写下标了。我们在第74讲的时候，关于谐振引入了一个参数，叫做品质因数，用来描绘谐振的品质。类似的，关于互感，我们也引入一个系数，用来描绘两个线圈的耦合有多么的紧密。这个系数叫做耦合系数，它的定义是互感比上两个线圈自感乘积开根号。根据右侧自感和互感的定义，我们把这些参数带入这个定义式，就可以发现互感的平方是不大于自感的乘积的，因此有耦合系数一定是小于等于1的。我们在导言部分说过，互感是一种自然现象，我们有时候需要利用它，有时候需要抑制它。为了充分的利用互感，有时候需要达成一种极致的情况，那就是全耦合。在这种情况下 ，k 是等于1的，也就是说 m 平方是等于 L1 乘以 L2 的。那么如何用两个线圈来构成全耦合呢？大家不妨想一想。请看，
红色和黑色各表示一段线圈，我们把这两段线圈并联起来缠绕成螺线管线圈的话，那么这两个线圈产生的几乎所有磁通就会相互交链，因此它们的耦合系数就会非常高。但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抑制互感，这个时候就需要使得耦合系数非常之低。大家想一想，我们怎么使得两个线圈的耦合系数接近零呢？请看，如果说这两个线圈所产生的磁场方向是相互垂直的话，那么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在另一个线圈上就不会有交链的磁链了，于是就得到了零耦合系数。在本讲的最后，我们来讨论一下互感电压。分析的思路和自感是一样的。根据安培环路定律，电流和磁通之间满足右手螺旋定则，也就是说，给定了左侧的电流方向以后，我们假设所有的磁通都在这个方框中流动的话，那于是磁通是顺时针流动的。根据法拉第的电磁感应定律，磁通和电动势也满足右手螺旋定则，因此电动势是上负下正的。在满足这样的参考方向下，有 E21 等于负 dψ21dt。如果互感是一个常数的话，那么它就等于负的 m dI1dt。由于互感是涉及到两个线圈的，因此我们一般把它画成二端口网络。也就是说，我们遵循在第27讲给出的关于两个端口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定义，在右侧端口上，电压是上正下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知道 U21 是等于负的 E21 的，也就是 U21 是等于 m dI1dt 的。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和前面的电感推导没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们把右侧这个线圈的绕向换一下，大家请看，类似的，我们的电流根据右手螺旋定则产生了顺时针方向的磁通，再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的参考方向定义，我们需要有一个上正下负的电动势，才能够得到 E21 等于负 dψ21dt 等于负 m dI1dt。但是我们右侧端口的电压也是需要上正下负的，因此有 U21 等于 E21 等于负的 m dI1dt。这就造成了一点麻烦。在刚才关于电感的电压电流关系推导里，我们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于一个一端口的电感元件来说，如果我们在端口上定义了关联的电压电流参考方向的话，总是有 U 等于 L dI/dt 的。对于互感这样的二端口网络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需要画出两个线圈的绕向，才能够确定端口电压和电流之间的正负号关系。这在实际应用中是比较麻烦的。我们将在第78讲给出关于这个问题的精彩解答。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8讲，我们讨论同名端。利用同名端，我们可以解决第77讲末尾提出的那个问题，也就是说，有了互感以后，如果不加以任何限制的话，那么我们必须画出两个线圈的绕向，才有可能根据一个线圈的电流来确定另一个线圈上的感应电压。我们先来回顾上一讲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大家请看，如果我们只考虑线圈1的电流给线圈2所带来的感应电压的话，那么在第一个图的线圈绕向下，如果二次侧电压是上正下负的话，那么有正的 m dI1dt。但是对于第二个图来讲，是负的 m dI1dt。为了能够在实际使用中不画出线圈绕向，我们就必须有所标注。我们来观察第二个图 ，U21 等于负的 m dI1dt。那是否就意味着，如果我们在端口2的电压方向标注的是上负下正的 U， 就会使得 U 是等于正值的 m dI1dt 呢？那么大家不妨想一想，我们在第二个图中这样标注的电压和第一个图中这样标注的电压都能够使得互感电压是正值的 m dI1dt。这二者之间有什么相似性吗？
大家请看，一般来讲，两个有互感的线圈在运行的时候，线圈中都会通的有电流，也就是说，线圈1的电流在线圈2上会有感应电压，线圈2的电流在线圈1上也会有感应电压。请看，如果线圈2的电流是从标记为正的电压方向流入的话，那么它所产生的磁场和线圈1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是叠加增强的。在这样的参考方向下，如果线圈2的电流从标注的电压正号流入的话，一样，它与线圈1电流所产生的磁场是叠加增强的。这个观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重要的启示，也就是说，两个具有感应耦合关系的线圈，如果它们流入电流的方向是使得磁场方向增强的话，那么以流入电流端口为正，感应电压就是正值的 mdI/dt， 于是就有了同名端的概念。同名端的定义是这样的，它是两个互感线圈中每一个线圈中的一个接线端，两个线圈的电流各自从这个接线端流入以后，使得总的磁场增强了。大家请看，如果我们认为第一个线圈的电流从这里流入的话，我们不妨打个星号，它产生的磁场是这个方向的。因此，第二个线圈的电流必须要从这里流入，才能够使得它产生相同方向的磁场。因此，这里面的这两个星号就构成了两个线圈的同名端。但是我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当然可以标注这一端和这一端互为同名端，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标注这一端和这一端互为同名端，因为它们所产生的磁场方向也是相同的，都是向下。因此，关于同名端非常重要的观点是，两个线圈之间的同名端是需要一起来确定的。把这句话换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两个线圈的同名端可以任意确定，但是一旦确定了一个线圈的同名端，另一个线圈的同名端也就随之确定了。接下来我们看另一个线圈反向，我们可以假设这里是同名端，因此它所产生的磁场方向是这样的。对于第二个线圈来讲，它需要在这里设为同名端，才能使得磁场方向是向上的。类似的，我们也可以标记这里和这里是同名端，它们产生的磁场方向都是向下的。好，我们现在来做一个练习。我们假设这个方框中的磁介质使得磁场只在这里面流动，不流动到外面。我们不妨设这一端是同名端，因此它所产生的磁场在磁介质中是顺时针的。那么对于第二个线圈来讲，它必须设置这里为同名端。同名端是两个线圈之间各自取出一端，但是在存在三个或者更多个线圈的时候，它们之间两各自都有同名端。我们不妨来看，我们现在来讨论 N1 和 N2， 在图中已经给定了磁场方向，那也就是说，对于 N1 来说，同名端应该是这样，在 N2 线圈上和 N1 相关的同名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考虑 N1 和 N3 的话，那么就应该是这样和这样。如果我们考虑 N2 和 N3 的话，就应该是这样。大家发现了吗？对于三个线圈来讲，当然它有可能有3组同名端，但是如果我们根据其中的2组就可以确定第3组的话，我们就可以用3个点来代替6个点。也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一端和这一端和这一端是这3个线圈的同名端。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同名端的使用了。我们来回顾本讲开始的那个问题。对于这个线圈来讲，我们首先标注同名端。假设左上角是同名端的话，它在磁通路中产生的磁场的方向应该是顺时针旋转的，因此就需要右上角是同名端。根据我们上一讲的推导，可以知道，如果说线圈1的电流从同名端流入的话，那么线圈2电压的参考方向是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话，
那么 U21 是等于正的 m dIE dt 的。对于上一讲的第二个问题来讲，我们也不妨设左上角是同名端，它在磁通路中产生的磁场也是顺时针的，因此第二个线圈就需要在右下角设定为同名端。如果在第一个线圈中电流从同名端流入，如果第二个线圈的电压参考方向是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 U21 是负的 m dIE dt。把这个问题反过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第二个线圈中以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作为电压参考方向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 U 是等于正的 m dIE dt 的。知道了这一点有什么用处呢？大家不妨看，如果说两个有感应耦合关系的线圈被制造出来以后，在制造厂商处根据其绕向设定了同名端的话，那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就不需要知道其内部的绕向，只需要根据同名端就能够确定感应电压的正负值了。具体来说，也就是说，当一个线圈的电流从同名端流入时，另一个线圈的电压方向如果是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话，那么感应电压是正值的 m dI dt。当然，如果另一个线圈的电压参考方向是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的话，那么感应电压是负的 m dI dt。好，我们接下来就做两个练习。对于第一个练习来讲，电流从线圈1的同名端流入，线圈2的电压是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因此很显然 U21 是等于正值 m dIE dt。大家可以发现了吗？我们并不需要知道线圈1和线圈2的绕向，只要根据制造厂商给出的同名端标记，就可以确定感应电压的正负了。如果说我们在线圈2上定义的参考方向是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 U21 是等于负的 m dIE dt 的。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两个线圈中都留有电流的现象。对于图示给出的同名端来讲，在线圈1上既有自感的效应，也有线圈2电流流入以后在线圈1上产生的互感效应，因此在线圈1上就有这样的 KVL。右侧这个路径上需要有两项。对于自感项来讲，我们知道 U1 和 I1 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有。从互感电压角度来讲，线圈2的电流是从同名端流入的，而我们这个路径的方向是上正下负的，因此互感电压也是正值。我们在线圈2中也用 KVL， 路径是这样的。采用类似的方法，我们也可以得到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同名端和第一个不一样，线圈1的 KVL 也是具有两项的，我们分别来写。第一项 U1 和 I1 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是正值。对于第二项来讲，电流从线圈2的非同名端流入，而我们的电压是从同名端指向非同名端的，因此是负值。对于线圈2来讲 ，KVL 的路径是这样的。我们首先讨论互感电压。线圈1的电流从同名端流入，但是我们的电压方向是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因此互感电压是负值。对于线圈2来讲，电压电流是关联参考方向，因此有正值的自感电压。如果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线圈来讲，我们把其电流的参考方向反过来标的话，那会是怎样一个结果呢？对于线圈1来讲，自感电压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对于互感电压来讲，这个时候电流就是从同名端流入了。那我们按照这样的路径来写 KVL 的话，就是正值的互感电压，也就是说要这样。对于线圈2来讲，我们首先考虑互感电压。电流由同名端流入，而电压的路径是非同名端指向同名端，因此互感电压是负值。对于线圈2来说，
电压电流是非关联参考方向，因此它的自感电压是负值。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讨论两个线圈都通有电流的时候，既需要根据同名端来判断互感电压的正负，也需要根据同一线圈上电压电流是否是关联参考方向来确定自感电压的正负。关于互感，我们目前讨论的都是时域表达式，当然在正弦稳态下，它们都可以顺利的转换成向量表达式。我们以左侧这个电路为例，它的向量关系就应该是这样的。因此，关于同名端的讨论可以无缝地延伸到正弦稳态分析中。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79讲，我们来讨论互感的应用。我们在这一讲里介绍两个应用，分别是互感在能量处理和信号处理领域的应用。首先是我们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在能量处理领域中的应用。大家请看右侧这个电路是一个中间有抽头的变压器。关于变压器，我们将在第81讲给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在这里，大家把它理解为三个相互之间有互感的线圈就可以了。我们标注了它们之间的同名端。我们假设这是线圈1，这是线圈2，这是线圈3。对于线圈1来说，电流是落后电压90度的，而对于线圈2和线圈3来说，电压是领先这个电流90度的，因此 US 和 U1、U2 是同相位的。基于这点讨论，再结合同名端，我们来从时域看一看负载的电压波形是怎样的。我们假设电源是一个出向角为0的正弦，在电源电压为正值的半个周期内，根据同名端，在 U1 侧会产生上正下负的电压，因此 D1 导通，整个电路有这样的电流。在 U2 侧也有上正下负的电压，如果电流要想导通的话，必须是这个方向。但是可以发现 D2 是不能流通反向电流的，因此此时 D2 截止，这个电流不能流通。我们又假设 D1 是理想二极管，那么负载上就获得了和电源相同的电压，也就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电源电压的负半个周期，这个时候在 U1 和 U2 上都会产生上负下正的感应电压。如果 U1 的电压要想能够流通的话，必须是这个方向。由于第一的单向导电性，这是不可行的。接下来我们看，对于 U2 来讲，由于是上负下正，因此电流可能的方向是这样的。这个时候 D2 是正向导通的。我们观察一下，此时 UR 的电压和 U2 是反向的，也就是说 UR 的电压和 US 的电压是反向的。因此可以得到负载上的电压是类似的。大家看到了吗？由于我们引入了中间抽头的变压器，在两个二极管的辅助下，我们获得了全波整流的波形。大家不妨对比一下我们在非线性电阻电路处讨论的由4个二极管构成的全桥全波整流电路，这二者对负载来讲所获得的波形是一样的。那么在实际使用中，究竟是使用中间抽头变压器还是使用全桥整流，要取决于成本、可靠性和对负载电压大小的要求。应用具有中间抽头的变压器来进行全波整流是一种实际电路。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电话的听筒。对于一个电话听筒来讲，它有两个端，第一个端是听话端，我们可以把它建模成一个电阻，这个电阻就是听筒扬声器的模型。第二个端是说话端，我们可以把它建模成一个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这里面的电压源就是我们说话的时候在传感器上得到的电压，
这里面的电阻就是传感器的内阻。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在用电话说话的时候，在听筒中仅能听到对方的话，而听不到自己的话。按说听筒的扬声器和传感器都处于同一个电路中，因此传感器有电压的时候，在听筒扬声器中会产生电流，从而听到我们说话的声音。那么是怎么实现这样一个功能的呢？大家请看，在实际电话的听筒中，除了传感器的等效电路和扬声器的等效电路之外，我们引入了3个线圈，相互之间有互感。除此之外，第3个线圈还构成了一个辅助支路。我们下面就来看一下，这样一个电路为什么能够实现我们能够在听筒中听到别人说话，而听不到自己说话呢？由于整个电路是线性电路，因此我们可以用叠加定理来分别处理自己说话和对方说话时听筒上所得到的电压。我们首先看对方说话时，这个时候我们假设自己不说话，等效电路是这样的，这个 U_out 对应着对方说话的声音，这个 R_out 对应着整个系统向右看的等效电阻。我们假设电压是上正下负的，因此在这个线圈上会从右往左流通电流。根据这2个线圈之间的互感，我们知道在听筒上会得到一个左负右正的感应电压。类似的，在辅助支路上也有一个从右往左流的电流，根据互感，它在听筒上也会得到一个左负右正的感应电压。这2个感应电压是相互叠加的，因此我们就能够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声音。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自己在说话时，我们假设此时对方不说话，因此等效电路是这样的。我们假设电压源是上正下负的，因此对于这个线圈来讲，有一个从左往右流的电流。根据这2个线圈之间的互感，它在听筒上会产生一个左正右负的电压。但是我们说话的声音会在辅助支路中产生一个从右往左流的电流。根据这2个线圈之间的互感，在听筒上会产生一个左负右正的电压。大家发现了吗？这2个感应电压是相互抵消的。如果我们能够巧妙地设置这3个线圈之间的互感参数的话，就能够确保对方说话的时候，我们清晰地听到对方的声音，而自己说话的时候，这个电压不能够反映在听筒上，因此我们在听筒中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大家发现了吗？互感有非常奇妙的应用。虽然我们本讲举的例子都是3个相互之间有感应耦合的线圈，但是2个有感应耦合的线圈也有非常广泛的应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变压器部分进行详细的讨论。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0讲，我们来讨论互感的去耦等效。在第78讲引入同名端的概念以后，实际上我们就可以从时域和向量域根据同名端写出互感电压的表达式来了。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具有互感的2个线圈经常是连接在一起的。在今天这一讲里，我们就来看看不同的连接方式能够怎样的简化电路分析。我们总共讨论3种连接：串联、并联和单点连。所谓的串联是指的对于互感这样一个4个接线端的元件来讲，我们把这2个线圈首尾相串，也就是这样，最终使得对外呈现 A 和 B 2个接线端。与之类似，如果我们把2个互感线圈进行并联连接的话，对外也可以呈现出2个接线端 A 和 B。所谓的单点连是指的把2个线圈各自一个端点进行连接，从而对外构成一个3接线端的网络。我们就来讨论这3种连接方式对外的等效电路是怎样的。首先是串联连接。不难想象，有2种情况的串联。在第一种情况里，我们称之为同名端的顺串；第2种情况，我们称之为同名端的反串。我们分别来推导。首先，对于第一种情况来说，我们应用 KVL。对于线圈1来讲，它上面有2个电压，分别是自感电压和互感电压。
对于自感电压来说，由于 U1 和 I 是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是正值。对于互感电压来说，由于电流流入线圈2的同名端，因此在线圈1上产生上正下负的电压。我们的路径方向是这样的，因此互感电压也是正值。在线圈2上采用类似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得到整理上式可得这个式子就非常类似于我们知道两个电路要想等效，其端口电压电流的关系必须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通过比较这两个方程，我们就知道对于顺串来讲 ，L1Q 是等于 L1 加 L2 加上2倍 M 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够拿感值为 L1Q 的电感来替代顺串的这两个互感线圈。对于反串，我们同样可以应用 KVL。对线圈1来说 ，U1 和 I 是关联参考方向，因此自感是正值。电流2流入线圈2的非关联参考方向，因此在线圈1上产生一个上负下正的互感电压。由于我们的路径方向是向下的，因此互感电压是负值。类似的，流入线圈1同名端的电流在线圈2上会产生一个上负下正的互感电压，因此有。对于线圈2来讲 ，U2 和 I 是关联参考方向，于是整理上式可得。因此，对于反串来讲 ，L1Q 是等于 L1 加 L2 减去2倍 M 的。这两个结论是比较容易记忆的。接下来我们讨论并联。并联也有两种情况，同名端在同侧和同名端在异侧。我们首先分析前者。对于这样的一个电路来讲，我们需要在这个路径和这个路径列写 KVL， 同时利用这个节点的 KCL， 因此有整理这三个式子，我们可以写出端口电压电流的表达式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可以知道，同名端在同侧的并联 L1Q 是这样的。但是需要指出，这个结果和这个推导过程都是比较麻烦的。我们来看怎么样能够简化分析过程呢？我们不妨把 KCL 式子代入两个 KVL， 也就是说，用 I2 等于 I 减 I1 和 I1 等于 I 减 I2 代入其中，并且进行整理，就可以得到那这样一个等效的表达式能有什么好处吗？我们不妨来看一下。电流 I 是公共支路的电流 ，I1 和 I2 是两个分支支路的电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构造出一个不含互感的等效电路，它的端口电压电流方程也满足这样。大家想，在公共支路上需要具有怎样的特性呢？是的，它需要有一个电感，其感值为 M。对于支路1来讲，它也需要有一个电感，其感值为 L1 减 M。支路2也需要有一个电感，感值为 L2 减 M。大家不妨验证一下，这样一个电路，它能够列写出来的方程也是这三个。因此，这个没有互感的电路和原来这个有互感的并联电路，它们端口上电压电流的方程具有相同的形式和参数，因此它们二者是等效的。那么这么做了有什么好处吗？我们不妨看，对于这样一个没有互感的等效电路来讲，
我们可以应用电感的串并联连接，直接就可以写出 LEQ 的表达式了。我们把这一点留给大家作为课后的思考题。类似的，对于同名端在异侧的并联来说，我们也可以把端口的电压电流方程写成这样的形式。有了刚才的经验，大家应该很方便的就能画出这个电路所对应的等效电路，那就是这样的。大家不妨验证一下，这个无互感的电路和这个同名端在异侧的并联电路具有相同的端口电压电流方程。因此，在这个无互感电路里，我们很容易根据电感的串并联写出它的等效电感，也就是说，有了去偶等效电路之后，我们就无需列写如此之多的方程，并且记忆等效电感的表达式了。我们只需要记住，对于同名端在同侧的并联来说，在干路上出现了一个正值 M 电感，两个支路电感分别减去 M。对于同名端在异侧的互感并联来说，我们只需要记忆在干路上出现一个负值的电感，两个支路电感分别加上 M。有了这样两个很简明的结论以后，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是顺理成章的了。有了并联的基础，我们还可以来讨论一下单点联。类似的，我们也有两种单点连接方式。在第一种连接方式中，公共端连接了两个同名端；在第二种连接方式中，两个同名端不是公共端。我们分别来分析。首先，对于第一种方式来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和这个路径上分别应用 KVL， 那就是对于这个电感来说 ，U1 和 I1 有关联的参考方向，因此 I2 流入线圈2的同名端，因此在线圈1上产生上正下负的互感电压。在这样的路径方向下，互感电压为正。类似的，在这样一个路径下，我们也可以写出 KVL。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在这个节点上有 I1 加上 I2 等于 I3 这样一个 KCL。类似于刚才并联的推导，我们把这个 KCL 带入上面这两个 KVL， 也就是说，我们用 I3 减 I1 来代替 I2， 我们用 I3 减 I2 来代替 I1， 因此可以得到有了刚才的经验，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应用这两个方程，得到这样一个单点联电路的等效电路，那就是在干路上有一个 M， 两个支路电感分别减去 M， 也就是这样的。大家不妨验证一下，这两个电路在三个端口上具有相同的电压电流关系。我们采用类似的思想，可以画出下面这个电路的去偶等效电路，那就是这样的。把这两个去偶等效的思想进行整理，也就是这样的。如果同名端在同侧，那么在干路上出现的电感就是正值 M， 在两个支路上分别减去 M。如果同名端在异侧，在干路上就出现一个负值 M， 两个支路分别加上 M。这个结论和刚才并联是一样的，因此非常便于推广和记忆。接下来我们就用两个例子来看一下互感的去偶等效怎样有助于我们求解电路。第一个例子，我们来看要求从端口看入的戴维南阻抗。
我们当然可以用加压求流或者加流求压的方法来获得它的端口阻抗，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这是2个互感线圈的单点连，而且是同名端在公共点上，因此我们可以画出它的去有等效电路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用向量的形式来写，那就是这样的。从端口往里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支路和这个支路并联，然后再和这个支路串联，因此很方便的就可以用复数的代数关系求出端口看入的带为难阻抗了。第2个例题我们来看，类似的我们要求从端口看入的等效阻抗，但是这个题貌似2个线圈之间没有任何连接，不是串联，不是并联，也不是单点连。我们怎么应用此前得到的结论呢？大家看，左边这个电路和右边这个电路是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我们知道，在2个没有任何电气连接的子电路之间，如果我们连一条线的话，那么这条线上是不会有任何电流的。这个结论用广义 KCL 很容易证明。因此，原来这2个子电路的支路电压和支路电流不会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说，引入这条线以后，对于整个电路来讲，支路量不会发生改变。唯一会发生改变的是，原来这2个子电路不是共地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电路的参考点定在子电路1上的话，那么子电路2是没有电位的。把这2个子电路用一条线连接起来以后，使得子电路2上任何一个节点都有了电位，或者说节点电压了。但是这一点对于我们求解支路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做了这件事以后，我们就发现 L1 和 L2 变成了单点连，而且连接点是在同名端侧的。因此，我们就可以画出它的等效电路是这样的。如果用向量的形式来表示，那就是大家看，这就变成了一个负系数电阻的串并联连接了。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求出它的入端阻抗。讲到这里，大家应该发现互感线圈的串联、并联和单点联非常有助于帮助我们简化电路分析。但是我们需要指出，去有等效不是万能的。也就是说，如果这2个线圈没有公共端，而且2个线圈所在的电路又具有电气连接的话，我们是无法应用去有等效的。比如说，对于当前图示的电路来讲，我们就必须应用同名端的定义，才能够完整准确地写出电路所对应的方程，从而进行求解。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1讲。我们从77讲开始起就引入了互感的概念。从这一讲开始起，我们应用互感的概念来分析一种在工业实践中非常有用的设备，那就是变压器。这就是一个变压器的简图。一般来讲，一个变压器至少需要有2个线圈。为了提高效率，我们都会用磁介质构成所谓的磁芯，使得2个线圈中流入电流产生的磁场只在我们设计的磁通路中流通。这一点我们在第77讲已经跟大家进行过介绍。目前在工业中实际使用的变压器的磁芯是非线性的。非线性变压器的分析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把这部分工作留在电机学课程里进行。在电路原理课程里，我们假设磁芯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整个变压器的输入输出关系是线性关系。通过线性关系得到的结论，对于非线性磁芯的变压器来讲，绝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成立的。变压器就是一对互感线圈，它有2个端口。我们一般把左侧这对端口，也就是1和1撇称作原边，右侧2和2撇称作负边。大家一般认为能量或者信号是从原边流入，经过变压器以后给负边供电。
变压器既可以用来传输能量，也可以用来传输信号。它的主要功能可以总结为以下4点。首先，它可以实现交流的电压或者电流的幅值改变。其次，它能够进行功率或者能量的传递。第三，由于变压器的原边和负边之间是没有电气连接的，因此它可以做电气隔离之用。第4点，变压器可以用来作为阻抗匹配的设备。在大家的基本概念里，也许变压器只是用来改变电压的。我们通过本讲和后续几讲会给大家介绍变压器剩下这几方面的应用。在我们接下来的几讲分析中，我们假设变压器磁芯的通路中只有空气，因此称之为空气芯变压器，或者简称为空芯变压器。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讨论的是空气芯的变压器，但是如果说磁介质的磁场强度和磁感应强度关系是线性的话，在分析空芯变压器过程中得到的所有结论，对于那种磁芯的变压器也是适用的。好，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分析空芯变压器。关于空芯变压器，我们从3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首先，我们从电源侧看，也就是说，我们会从这里往右看，求它的等效电路。当前图中虚线框就是变压器的电气模型。R1 和 R2 是2个线圈的绕线寄生电阻， L1 是线圈1的自感， L2 是线圈2的自感， M 是二者之间的互感。Z 等于 R 加 JX 是负载的阻抗。下面我们就用前几讲的知识来列写并且分析这样一个互感电路。首先，对于原边来说，我们可以应用 KVL， 也就是这个等于这个。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在右侧这个路径应用 KVL 的时候， L1 上获得的不仅仅是自感电压，还有互感电压。在做进一步的分析之前，我们可以把图中的若干阻抗元件进行合并。我们定义 Z11 是原边所有阻抗之和，也就是说它等于。我们定义 Z22 是负边所有阻抗之和，也就是包括了负边线圈和负载。在做了这样的定义之后，我们来列写原边和负边的方程。对于原边来讲，应用 KVL， 我们知道，对于负边电流在原边产生的互感电压，我们需要应用第78讲介绍的同名端的概念。电流从线圈2的非同名端流入，它在线圈1上会产生一个上负下正的电压，因此互感电压为负。对于负边来讲，我们依然应用 KVL， 在这里激励只有互感电压 ，I1 流入线圈1的同名端，因此在线圈2上产生一个上正下负的互感电压。我们按照这个方向来写 KVL， 因此互感电压为负。这2个方程涵盖了空芯变压器的所有知识。为了能够求出从电源侧看入的等效电路，我们需要在这2个方程中消去 I2， 也就是把这个方程代入第一个方程，通过整理，我们就可以得到大家请看，这典型是一个欧姆定律的形式，这是电压，这是电流，这是阻抗。阻抗又可以分成2个部分，因此可以认为是2个阻抗的串联。Z11 很显然就是原边的总阻抗，我们可以认为 ωm 平方比 Z22 部分是通过变压器反映到原边的阻抗，因此我们称之为引入阻抗。对于这样一个方程，我们可以画出等效电路。我们定义引入阻抗为 ZL。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把 ZRR 的表达式带入这里面，从而得到引入阻抗的实部和虚部，分别是在这个式子里 ，RRR 就是 R2 加上 R，XRR 就是欧米伽 L2 加上 X。通过分析这个电路，我们可以知道，从电压源发出的有功功率消耗在两个部分上，第一个部分是变压器原边的绕线电阻，第二个部分是引入阻抗中的电阻部分，而其中引入阻抗的电阻部分又包括负边的绕线电阻和实际的负载电阻。通过这样一个等效电路，大家就可以发现，变压器实现了功率的传递，也就是说，原边发出的有功功率有相当一部分消耗在引入阻抗的实部上了，引入阻抗的实部又包括了负载的实部，因此，通过变压器这样一个电气绝缘的器件，我们实现了原边的功率传递到了负边。另外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一个负号，也就是说，引入阻抗是会使得负边的电抗变性。负边如果说是感性，从原边看入是一个容性；负边如果是一个容性，从原边看入是一个感性。这就提示我们有可能够利用空心变压器来进行阻抗匹配，从而实现最大功率传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 Z11 来讲，它肯定是一个感性的，因此如果我们使得 XRR 是大于0，也就是整个负边的阻抗是一个感性的话，那么由于这样一个引入阻抗的负号作用，就可能使得 Z11 的虚部和 ZL 的虚部大小相等，符号相反，从而实现了共轭匹配，也就实现了最大功率传输。这一点我们后面会有一个实例。接下来我们尝试从负载侧看，求出它的等效电路。根据相同的方程，我们需要消去 I1， 因此可以得到这同样也是一个欧姆定律，分子部分是电压源，分母部分是与电压源连接的阻抗，而这个阻抗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也就是 ZRR 原来的负边阻抗部分和由于变压器的互感从原边阻抗中引入的阻抗。因此我们可以画出这样的等效电路。ZRR 是负边的总阻抗，引入电压源是引入阻抗是。需要指出，我们前面讨论的从原边和从负边看入的两个等效电路，对于求解空心变压器电路都有实际应用价值。大家可以尝试在不同的题中应用这两个等效电路。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应用第80讲讲授的互感线圈的去耦等效，也就是说，对于这两个电气隔离的电路来讲，我们可以用一条线将其连接起来，不改变任何支路量。在进行了这个工作以后，我们可以求得其去耦等效电路，也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去耦等效电路分析整个电路的支路量，也就是说，类似的，我们可以从电源侧看入和从负载侧看入求其等效电路。需要指出的是，这样一个去耦等效电路是我们今后在电机学中关于变压器分析所采用的主要电路。完成了关于变压器的分析之后，我们来做一个例题。电源侧电压的有效值是20伏，其内阻是10欧，负载是一个容性的，阻抗为 0.2 减 J 9.8欧。很显然，负载阻抗和电源侧阻抗不构成共轭匹配，因此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能量处理电路，使得负载获得最大的功率。题目要求我们设计一个无损的空心变压器，也就是说，在刚才的变压器模型中，我们假设 R1、R2 都是0，只包括 L1、L2 和 M。在观看下面的视频之前，大家请自行分析一下，如何设置 L1、L2 和 M， 才能够使得这个电路传递最大的功率呢？我们来看。这是一个空心变压器，原边电抗10欧，负边电抗为10欧，二者的互感抗为2欧。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样一个电路。我们用原侧看入的等效阻抗来分析它，也就是说，在这里 ZR2 是等于 J10 加 0.2 减 J9.8 的，也就是说，因此引入阻抗是，对于这样一个变压器来讲，原边的阻抗是，可以发现，在这样一个等效电路中 ，Z11 和 ZL 实现了共轭匹配，也就是说 ZL 上获得了电源中发出的最大的有功功率。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分析一下，这样一个等效的引入电阻中的10欧功率都到哪儿去了？由于我们引入的空心变压器是无损的，也就是说2个 J10 和1个 J2 都不会消耗有功，因此从电源侧往右看，所有的功率只会消耗在唯一的电阻 0.2 欧上。也就是说，从原侧往右看入的这个10欧就是负载实际的 0.2 欧。因此我们知道，在引入这样一个空心变压器以后，负载上所获得的最大功率是于是我们就完成了这道题的分析。大家发现了吗？空心变压器是可以实现阻抗匹配的。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的第82讲。我们在上一讲的基础之上，对空心变压器模型进行简化。我们有2点假设。第一，我们假设空心变压器没有损耗，也就是说 R1 和 R2 都等于0。第二，我们假设2个线圈之间的耦合是全耦合。这2个假设在实际变压器中都有可能是成立的，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绕线非常粗，使得电阻非常小。我们安排线圈的布置和使用磁导率更高的磁芯，使得二者的耦合非常高。我们来看，在有了全耦合和无损的假设之下，空心变压器两侧电压电流的关系会有怎样的简化表达？在忽略了电阻之后，在当前的电压电流参考方向下，我们可以写出方程。在原边，我们用 KVL， 可以得到在负边同样应用 KVL， 可以得到求解这样的方程，我们可以写出由于当前的耦合系数是1，也就是说，因此适中的两项可以消去，从而得到。在第77讲的介绍中，我们说过，自感是正比于匝数的平方的，互感是正比于2个线圈的匝数乘积的。因此，这个 L1 比上 M 就等于 N1 比上 N2。我们定义 N1 比 N2 为匝数比，或者说叫变比，即为小 n。大家发现了吗？在空心变压器无损假设和全耦合假设之后，
我们得到了关于原边和负边电压非常简明的表达式，也就是说，原边电压等于负边电压成变比。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原负边电流是有怎样的表达。还是利用相同的方程，我们可以得到还是类似的，由于 L1 正比于 N1 的平方， L2 正比于 N2 的平方， M 正比于 N1 乘以 N2， 因此对于变比来讲，它既等于 N1 比 N2， 也等于 L1 比上 M， 还等于 M 比上 L2， 还等于 L1 与 L2 之比开根号。因此对于这个等式的第一项，我们可以知道对于这个等式的第二项，我们可以知道把这两个式子代入上式就可以有这就是全耦合变压器端口电流的关系。我们把端口电压的关系也写出来。这两个方程构成了全耦合变压器所有的电压电流关系。大家发现了吗？在全耦合和无损假设下，变压器是可以实现理想的变压功能的，也就是端口的电压之比就是其线圈匝数之比。但是变压器两个端口的电流之间的关系并不简明。原边的电流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相当于原边电压要给一个阻抗来供电，第二个部分是相当于电流变换的功能。在接下来的一讲里，我们对这样一个方程进行进一步的简化。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在第81讲里，我们用互感的概念引入了一种电路的实际器件——空心变压器。在接下来的82讲里，我们对空心变压器进行了抽象简化，提出了全耦合变压器。本讲中，我们将进一步抽象简化，提出一种电路的基本元件——理想变压器。理想变压器是一个4端元件，有2个电压和2个电流，它们之间满足2个线性的代数方程。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全耦合变压器。全耦合变压器就是耦合系数为1的无损空心变压器。它的端口电压电流方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端口电压之间满足简单的实系数代数关系，但是端口电流之间还是负系数代数关系。在全耦合变压器的基础之上，大家非常有可能进一步想，如果说整个变压器磁芯的磁导率非常之大，或者说变压器线圈的匝数非常之多，使得 L1 趋向于无穷大的话，那是不是就会使得这一项趋向于0，从而使得变压器端口的电压电流之间都只有简单的实系数代数关系，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只取决于变比 n 呢？这种假设是有可能成立的。在实际工业应用中，我们所选用的磁芯就是磁导率非常之高，而且线圈的匝数也非常多，从而使得这一项几乎接近于0。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我们就有了理想变压器模型。在理想变压器模型中， U1 和 U2 之间是简单的实系数代数关系， I1 和 I2 之间也是简单的实系数代数关系。因此，变压器既可以变压，也可以变流。理想变压器是我们电路原理课程中的一个基本元件，它是一个2端口网络，端口电压电流之间满足2个实系数的代数方程。在接下来讨论理想变压器性质之前，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磁导率趋向于无穷大，使得这一项被消除，还需要有一个条件 ，N1 和 N2 的匝数比是不变的，也就是说 L1 和 L2 的比值要是恒定的。如果我们只增大 L1 而不相应的增大 L2 的话，就不能够满足关于电压的第一个约束了。我们现在来讨论理想变压器的性质。首先，
理想变压器能够进行阻抗变换。大家请看，我们在理想变压器的负边接了一个阻抗 Z， 我们看一看从原边看入的等效阻抗是怎样的。这个电路并不难分析，我们只需要列写方程就好了。对于理想变压器来讲，有在负边阻抗上 U2 和 I2 是非关联参考方向，因此有。把这三个方程联立，我们就可以推导出来，从原边看入的 ZEQ 是等于 U1 比上 I1 等于 n 方乘以 Z 的。大家发现了吗？理想变压器可以使得负边的阻抗 Z 在原边看起来是 n 方的 Z， 因此它能够实现阻抗变换的作用。这一点请大家参考我们在81讲中的那个例题，空心变压器也可以做到阻抗变换的作用。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理想变压器的功率消耗。我们在这里讨论变压器吸收的瞬时功率。从端口1看入，电压电流是关联参考方向，端口2也是这样的，因此这个变压器所吸收的瞬时功率是，我们把变压器电压电流的关系代入，就有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于一个理想变压器来讲，它所吸收的瞬时功率是0，也就是说变压器是不储能也不耗能的元件，它在电路中仅仅起到计时的信号或者能量的传递作用。这一点和全耦合变压器是不一样的。全耦合变压器的模型中是有一个阻抗 J⍵L1 的，在那里它是需要吸收无功功率的，而理想变压器所吸收的瞬时功率为0，因此我们称之为理想。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应用理想变压器做阻抗变换的例子。这个电源是一个内阻非常大的电压源，也就是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电流源的模型。负载是一个10欧的电阻，我们需要通过理想变压器的阻抗变换作用，使得负载上获得最大的功率。这一点应用前一页的结论非常简单，因为从电源侧往右看，变压器的一次侧可以等效为一个阻抗 n 方乘以 RL， 也就是说整个电路是一个电阻电路。这个电路要想实现最大功率传输，就需要 n 方 RL 等于 RS 的时候成立。代入所有已知的数值，我们很容易求得出来 n 是等于10的。而根据我们此前那页讨论的结论，理想变压器本身是不储能也不耗能的，因此所有的有功功率全部都传递给了负载。于是我们就利用理想变压器来实现了最大功率传递。接下来我们来看另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里，我们需要求理想变压器原边的电压 U。我们当然可以列写出理想变压器两个端口的两个方程，在原边写一个 KVL 方程，在负边写一个 KVL 方程，联立求解这4个方程，于是就得到了 U。但是在这里，我愿意给大家介绍一种更简明、直观、物理特性强的解法。我们观察理想变压器的方程，大家就可以发现，如果我们假设一侧的电压是变量 U 的话，那么 n 侧的电压就是变量 n 倍的 U。类似的，关于电流方程，如果我们假设变量电流是从 n 侧的同名端流入的话，那么根据这个负 n 分之一的结论，我们就知道在一侧的电流是从同名端流出的 n 倍 i。有了这样一个观察以后，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变压器的两个方程融合到电路中了，这有时候能够大大的方便我们的求解。具体对于这道题来讲，我们感兴趣的是一侧的 U， 因此很方便的写出10侧的 U 是10倍 U。我们还可以假设流入10侧同名端的电流是 I， 根据刚才的讨论，流出一侧同名端的电流是10倍的 I。我们就可以在原边和负边用 KVL 来列写关于 U 和 I 的代数方程。在负边有
在原边应用 KVL 可以知道，联立这两个方程很容易求得出来。大家不妨对比一下，列写4个方程和将2个方程映射到图中，然后列写2个方程的解法。虽然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你肯定会发现后者要简便得多。好的，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第7次的仿真介绍。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变压器模型的引入。Multisim 的变压器模型都在这里 ，Basic， 其中有 Transformer 这个组。这个组里绝大多数的模型都是关于变压器的。比如说，这里是单元边单复边，这里是单元边双复边。我们在仿真的电路中给出了一个单元边单复边的模型。除此之外 ，Multisim 还提供了耦合电感模型。这2个模型我们都在示例的电路中给出了。大家请看，在这样的2个电路中，电源和负载全部都是一样的。我们看第一个电路，它是一个耦合电感模型，原边电感是100毫亨，负边电感是1毫亨，耦合系数是1。因此，这样一个模型可以用来仿真空心变压器。如果空心变压器不是无损的，那么我们需要在这个模型之外再串联入电阻。我们现在来看第2个模型，它可以设置的参数更多。首先，原负边的匝数都是可以设置的。其次，它可以设置磁芯，我们在这里设置的是理想磁芯，也就是无损线性磁芯，也可以设置非理想，各种非线性模型可以在这里进行设置。此外，它可以设置漏感，既可以设置两侧是对称的漏感，也可以分别为每个线圈设置漏感。它还可以设置电阻，类似的对称的寄生电阻和两侧不对称的寄生电阻都可以进行设置。我们在这里只设置了原负边的匝数比是10:1，其余的都是理想模型。也就是说，这2个模型都体现了变比为10:1的理想变压器。由于理想变压器原边和负边是电气隔离的，因此我们要想看负边的电压的话，必须要用隔离示波器。在隔离示波器的 A 通道中，我们给出了电路1负边的电压，用红色线来表示。B 通道给出的是电路2负边的波形，用白色线来显示。我们运行，终止。为了能够把2个波形区分开，我们把通道 A 向下挪了，把通道 B 向上挪了。从波形和游标的读数来看，这2个电路负边的电压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它们就都实现了10:1的理想变压器模型。好的，我们关于第7讲的仿真介绍就到这里。